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能够这个转悟的话，就跟如来是一样。当后学已经体会了说若能转悟啊，即同如来，老天就不干了啦。东西不翻了，让它归位，都已经定位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不用语言，用语言讲话不慎重，用行为来表示，体会就深。所以这个或许从这个13岁啊一打坐开始，一直到今年69岁啊。全部都是投入呢，在怎么样来修道，怎么样明心见性，怎么样利益众生，可以说都是在这方面。所以很多都是自己本身实验，实际的做，然后有功效才出来教人，不会说道听途说了，这个讲的都不负责任的。那不会啦，所以这个各位先贤听或许讲有没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投入一点点像那个我们说在这个五行那一种那个造化的那引诱之中，或许自己体验，然后呢在想说。我们这是不是真的会有那一种景象？还是真的比如说有那个金钱往来的朋友那可是在这个要试验的时候已经互相都不这个切欠了，都是还清的，然后也就想。我说我们人的那一种是一种这个叫做那个气数会影响，那就这样像那个有金钱来往的讲，我说你欠50块那么久了怎么不还？是试验的各位知道他听什么反应吗？不是还清了吗？我不是都没有欠你了吗？第一个反应然后我就讲说，你想想看，我就走开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模拟他的脑筋在想，这个有向你借，可是有还，后来又有借吗？好像又有还，就在那个模拟的状况里面。然后经过大概3天了，他真的拿50块来还给我，是不欠我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那个脑海之中被这一种气数会影响，然后我就后来就试验到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人的身上，我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怎么脸色那么难看本来没事啦，可是我讲了以后他整天都不舒服，他还真的一直在摇他的头然后再经过几天转一个方向，说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吗？怎么满脸春风？很好看呢。本来没事他听到以后那个走路很轻快。姐姐，我们在不在气势之中？要自己笃定容不容易？是不是要先认识？所以培养自己对自己佛性
信心。你对你不生不灭的佛性信心，人家讲好，人家讲坏，跟你无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啊，关不关？有关还是无关？还真的有关哦。不但有关系，还蛮大。我们了解说，我们的那个对自己呀，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信心不够，没有那个绝对的信心。所以啊，仁义礼智信，信居中，然后统四端，见万善，非常重要。信为道源啊，功德母。你相信佛性了，它就是道的根源。你所有行功德的源头啊，就是从信来。所以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可是我们都不够啊，对佛性的信心都不够。一用到信啊，就相信外面人讲的话，相信外面的事情啊，都跑到外面去了。这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真正的精神所在。所以我们就是要相信自己佛性，笃定。那要怎么相信呢？就是要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一返照了，直觉性就出来，灵知的作用啊，整个呈现，身心啊也呈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心，就是这么鲜活灵敏，能够时时刻刻啊，都使他觉知，就没有无明了。没有无明，我们哪可能造业？不造业，哪要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我们研究这个课啊，多好，对不对？所以要努力。一切众生呢，皆从无始无明自地而来。那呢，我们呢都是从无始无明，那个住在无明的那个地位地步而来。那么迷己真心呐，而为万物，迷昧自己的真心呢，认为是万物，不了呢万物啊即起，遂是啊本来一体。这个后面这两句啊最重要。我们要知道说呢，万物都是我们自己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万物啊皆起。它本来啊一体。我们跟万物、跟山河大地啊，跟所有众生啊，都是一体。那了解真理以后啊，要不要计较？就不要了。就不要分别心了，对不对？就没有喜欢讨厌的，对不对？不喜欢讨厌了，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啊，就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会背了没？所以这个我们呢，这个翻过来虽是本来一体啊，是真心，而执心外有实法。我们执着啊，我们心的外面有实法，然后不达万法唯心，就是呢不通达万法呢都是我们的真心，最有呢心物之分。有心跟有物那个分别，会为物不随心转，而心反被物爱。我们的心呢反而被物所障碍，故于一体之中观大观小。本来就是一体。我们的身心呢，跟山河大地跟所有宇宙的一切呀，全部都是一体。逐境迁移，我们追逐那个环境，追逐形象，然后呢变换我们的那个心，动呢被物爱，我们一有所动，就被一些形象障碍。
那么须知啊，物本是心，所有的万物啊都是我们真心。迷之为物啊，则能爱心呐。我们迷之是东西的话，就能够障碍我们的真心。如冰啊，原是水，那个冰啊，原来就是水。那结之成冰啊，则能爱水。一结成冰以后，它就妨碍水。所以那个铁达尼号为什么会沉船？就是撞冰山啊，冰就是水啊，它变成水啊，那个船去撞水就不会沉了。可是呢，它变成冰的时候啊，船就沉了，就是很多人。那么果能还迷，我们反过来不迷了，自可转物啊，就可以转换了这个万物。转物者啊，即转万物为自己。把万物啊转成就是自己，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如融冰为水，把那个冰融化，那就变成水。那么水质不至于爱水，水就不会妨碍到水。那么转物之功呢，悉凭妙智。我们要转物就是要有妙智慧。领悟圆融的道理，破法执，悟明心外无法，领悟了解，我们心外面没有法，法为心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心，转万物为自己，把万物转成自己，得知我与天地同根。万物皆无一体，万物跟我都是一体的。那么只有事法界而误入理法界，从事而进入理，整个法界全部都是真理。那汲取研修，圆满的修持，凡尘不现，把凡尘都让它死亡了。没有凡尘的景象，没有凡人的事，全部都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以性来融成，用我们的佛性来融化所有凡尘的景象，则同如来，就跟如来一样。以妙明不生不灭知性合如来常。而如来常微妙觉明，圆照法界，离不碍事事不碍离，所以我们要用妙明不生不灭，妙不变体，明随缘之用，不变之体，随缘之用不生不灭，那个自性，已经和如来常，如来含藏三河大地，如来含藏我们三恶种子。而如来常为妙觉明，如来常之中就是妙明，能够圆照法界，圆满的来照彻我们整个法界，离不碍事事不碍理，理事无碍，一为无量，无为一所以那个形象就融成全部都是佛性。而正入理事无碍，法界则同如来，跟如来一样，这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法身如来，以理为身，用这个真理为我们的身体，圆融无碍，随即一法提及法身，随便举一个法出来，它的本体就是我们法身，有理事无碍然这个身界无分，就我们的身跟世界就没有分别了。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在小的形象之中有办法显现大的这个事情，大的事情、大的形象有办法显现小的真理。
而正入啊世事无碍的法界，即同如来这个称作用啊，一切自在。就是啊佛系的那个整个功能大用啊都呈现。那身心啊连绵不道场，我们的身跟心呐身呢是法性身，心呢是妙明心，都能够圆满能够光明。不动的道场如如不动道场啊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那么以一毛端呢遍能含受十方国土一毛端啊就是我们那个正报的最小，然后遍含十方国土啊就是依报的最大。最小的一个孔啊可以呀包含整个十方国土。所以就是已经呢大小啊已经都没有障碍了。众人迷的时候啊，妄认啊四大为自身相，而被呢四大留碍而不远。我们被呢所有风土已经留碍不远了。妄认呢六尘眼明为自心相。我们六尘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它呢我们攀岩留下来的影像认为是我们的心相，则被六尘障蔽而不明。即是认物为己，已经呢把东西当成是我们自己，又忘呢知法心外实有，不知道呢所有知法都是我们呢那个真心佛性，不是心外的，是我们心内的。所以假如说认为心外有法，是迷己为物所以动呢被物碍。那么今既或转物则身为性身，圆照周遍，心呢为妙明心灵敏呢洞彻。万物身心本来就是一体，即所谓的测华严之底。测华底缘无动呢无坏。它没有这个动的全部都如如不动。身心呢即法界不动之道场。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非常的宽广。毛端呢就是一毛头实以正报，正报就是我们依报就是我们环境。那么正报最小是一个毛端。国土就是佛刹大千世界，实以依报最大。毛端呢含国土，即以正摄受那个以正报来摄受依报。那么国土在毛端，即依报入正报。毛端来看国，从一个毛孔，我们身体的毛孔来看大千世界，而国不小极小中能够现大。那么国土来观毛而毛这个不大。我们国土观毛这个毛是非常小的，极大中现小，好像一尺之见。我们那个照那个镜子的镜一尺之见，而现千里之见。镜子里面可以显现千里的景象。镜在镜而不小，那个整个环境在镜子里面它不缩小。那么镜子含整个环境而有余都还有剩余。所以依正相摄，依报跟正报互相交涉，不相妨碍没有妨碍。大小相容无不自在。这个全部都是自在。极广狭自在无碍玄门。这个广非常宽广，狭广跟狭都非常自在没有障碍。那么前面故于世中观大观小，是正报被依报所障碍。
见性啊，被境界啊，所牵引。那么此则非独啊，不爱不牵，且能呢相即相入，而成呢无障碍之妙用。全部都没有障碍。又较强王成境界更是甚深就是把凡尘的所有景象、所有事情都让它死亡了，叫王成。能够王成的境界就进入法性，进入佛性，不生不灭。彼但呢圆照法界而得理事无碍，能够呢圆照整个虚空法界，可以理事无碍。此则呢大自在呢而得呢事事无碍。所以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已经呢圆满呈现。那么见性之妙无以加以我们见性的奥妙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不研究呢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第7番呢就是呢这个显见呢少，第8番呢显见不分。那我们呢这个今天呢就讲这个到第7的那个显见不长无碍显见无碍的那个内容。那剩下呢还到半个小时就是要留给各位这个提问。好，请说。邱讲师，各位讲师好。刚刚后学呢有在楼下跟邱讲师稍微提过一下那后续要发问的问题那首先就是记录一下，或者是那个洪耀新王讲师。那后学提的问题大家当做故事但是后学不把它当做故事那后学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后学当然这个也不是很多严重但是后学所提到的，就是说在今天有一个谈到有舞那或许这是代表说发问的问题是代替一个讲师来发问那各位学习就不要觉得很奇怪今天早上8点时候那就是说或许我听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道期然后他归功，但是呢归功刚刚所讲的我应该是要回到5天但是他没有回去结果地狱呢又没有办法下去，他就变成有鬼。那后学又跟他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不好意思讲，因为他说他是学到的讲师就当作是故事他是真是讲没关系。他说他跟道场的浅显可能因为一些理念不合那后来呢就是没有在道场玻璃头继续演语他讲自己看经典自己看经典伊看了一段时间了那个信说这个道场都是是非之地所以就是没理就是自修就好了后来那一些道经后来不拢无行，本来拢行2无行，3能无行，尾仔新的定，另外尾仔无想要行，后来他说他归功了之后，那些道经的九玄七祖拢无咧放伊说，后来就回到天堂，老师就讲你等来天堂也不平静因为就是说浅显伊拢袂好当然有怨所以老师就不准他上去，他说不然他要去投胎投胎他觉得说他也没有办法投胎，那老师就说随着你的业走后来业力就反推到人间就是说当有我那有我他也是讲师，后来他也是就是也是在讲等于说一样是大讲师那因为他认为说他以前的那个浅显都不太好，拢无刚刚把因为浅显不对，但是讲师跟浅显在上面的问题是不是很多
后来他就说，他现在换了位置，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有上面的人帮他顶的，所以他就说在线上就在人修的哦，他觉得很没事了。那现在觉得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对，他觉得说前一天他可能贴了对啊，或许是觉得说可能有些人就是说到最后在这个人就上头，但是地藏王菩萨有意，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时间到了就要去报道。那后来他觉得说他对不起忏悔，他觉得说以前的浅显的他就说很好，他觉得他现在忏悔，但是他说老师以前都有来看的，虽然是当游文的，有些那些游文伪光体有的，有些是要就是说在修的，那有求到的有是老师中有些时间会来看，那现在没有时间来看后来就是说他现在因为忏悔，那所以老师要移光老师马上要现在他眼前那老师说你可以回天堂，但是他因为他是讲是在人间这边有人听心法班的就是说，或者是这样子做印证，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我这个心法班就是说，他要后学提出这个问题，那后学也答应他，然后所以说后学这样子讲各位姐妹们奇怪。所以给他有讲师提出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游文伊讲有可能那个亲游得了回沙做的是越南两个法相反偏东一偏北当游地干嘛北当的比变游文，那现在说很多人这一些游文，那将来的何去何从？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有一天我们是当游文。但是后有大家提出问题，那请有讲师做解答。好，这个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以前或许在后天庙有17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有接触导出一些问题，那研究心理学以后。对这个呢，就更深入透彻的了解。那在之前呢，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发生那个分尸命案，各位都有听过嘛？屏东中正坊那个第一个呢，台湾发生的分尸命案，然后第二个就是江子翠，台北的那个江子翠第二个分尸命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警备总部还在。那么有就是因为算台湾第一个分尸命案比较重视，舆论呢都逼着一定要破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警备总部他们承办这一件事。那么我们了解说以往这个也是要我们说不要这个迷信然后要相信这个真理。可是因为这个承办这个案件的一个那一个头办案的他呢承受很大的压力，他就找到就是这一些有跟第三度空间接触的这一些这个乩童呢这个接触，然后要我们去这个问那个被杀害的人说是被谁杀害。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看那个报纸的报道跟那个现实状况竟然会搭不上调，不会合。这个政府跟我们讲的，跟政府在做的，竟然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一个还好一点，为什么？找到人了，在地狱找到那个钟正芳。当时的钟正芳他就穿那个白衣白裙，
然后我们因为在后天庙这个服务，知道说白衣白裙啊，一穿了以后啊，就要当仙女。然后我们就问说你是被人家分吃嘞，多的一块一块，怎么可以啊当仙女？他说他也不知道了，这个要问这个地藏菩还是问阎罗王才会知道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问了，因为这个当了那个乩童啊，比较这个人间啊跟这个阴间沟通。然后呢，他就讲，他说这个钟正方啊，他前世就是杀害这一个凶手。那前世的时候啊，他当这个修道者，修道者就已经呢在五行之中了，所以那个凶手就找不到他。那这一生呢，他又是高中念高中的那个课程，还没有成长啊。假如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他走入修道的道路，他又不在五行之中，凶手又不会碰到他。然后他就讲，他说因为他的行为啊，就是他连死都不愿意被侮辱，就是那一个凶手要强暴他，他就是宁死不从，绝对被他这个强暴了。所以的时候啊，侯姐就想说这样就可以当仙女就是守贞洁，贞洁他守住了，还可以当仙女。可是他被害死了以后，还是先到地狱去报道，然后才带到这一个七天当仙女。这个事情呢，就这样。然后我们说，可是完全都说你很可怜，年纪轻轻的被人家多的一块一块到底是谁杀你的啊？我们就是要知道凶手然后他讲那个原因然后我们就讲说可不可以吃起来，就讲他的名字他说不行因为那样叫泄露天机不可以。可是可以说透特征，说他那个特征就我们出来就跟那个专案小组的那个召集人那个警备总部的一个跟他讲，说他那个凶手就是狮子鼻狮子的鼻子我们这个领相片不是要缴3张吗？领那个身份证要3张相片，有没有？我们1张贴在我们身份证，有没有？那另外2张它有集中所以那个共识真的很大。我们一讲那个特征以后他把全省所有人的相片全部拿来找狮子鼻的，看看有多少人是死于狮子鼻子他找到以后一个一个核对身份那个时候我们到第5区是3月那个农历3月，然后一直他们找到年尾10月就找到凶手。厉不厉害？很厉害因为他犯案的时候戴假发，就是那个跟他本来形象不一样戴假发。他以前没有监视器有监视器就容易找，他没有所以找很久，找到10月的时候才破案。结果我们都笑话既然有一个那个样子把它剥成一块一块，就有第2个就是江子翠。那江子翠的是那个姐夫想要小姨子，小姨子长得漂亮又有钱他要人也要钱，可是小姨子不愿意他也一样，他把杀害，他杀害那个
那个警备总编知道我们可以去找到那个死者，问谁害死你的，又找到我们去找了。结果到第5期的时候找不到人，找不到那个死者了。那就问那个地藏古佛说这个人都已经被害死了，怎么没有到地狱来啊？他说他就是不甘愿，他要生擒活捉那个凶手。我说死掉可以不来吗？他说可以。各位浅显，晚上不要出门。为什么？因为很多死掉以后都没有去地狱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就是有原因在可是那个地藏古佛他有讲，他说他已经死掉了，是阴体那我们人是半阴半阳，仙佛是纯阳那个他死掉以后，他假如说不去地狱报道，他要忍受像这个白天有的时候阳的时间下雨，那一滴雨淋在他那个阴体上面，好像一支针很痛他要忍受那个痛，就是要抓那个那个凶手所以后来我们那个破案就是抓到他，那个也算这个，因为很奇怪就是在防空壕里面，现在都比较少见以前很多那个防空壕。那么那个死者的旁边就是一瓶米酒，喝酒会死吗？就一瓶就一瓶米酒，就这样就我们知道就是被那个他的小姨子生擒活捉了，把他抓到那个地狱去那我们是了解到以往你说的很好你可以腾云驾雾，那腾云驾雾遇到前面有冤屈有人受了很大的冤屈，你在天上飞腾云驾雾有冤屈的地方你就收下来，为什么？就是要来解决那一个冤屈因为你能够天上飞，你就是有能力，你可以解决，所以你一定要来解决，解决了以后你再飞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在凡尘这个已经过往了，过世了不到地狱去报道可以。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就告诫我们活在凡尘的人半阴半阳，晚上最好不要吃气才不会被那个撞上了拉走了。所以这个是附带的那现在来回答他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求道以后就是已经第5重天天榜挂号，那么这个都是在正常的状态之下正常的状态之下完成的这一些动作。然后我们正式的修持当然都是可以我们就可以回理天。可是老师最近一直给我们强调了万八得超然，有没有？就是10800年然后往后呢我们还要自己承担，对不对？所以才老师一直鼓励我们研究性理心法，因为性理心法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脱根脱尘，离身离境。那既然都可以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就不被现象所拘束。那我们就可以回归真的到我们那个谢谢你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世累劫的记忆，有没有？老师那一首歌真的讲的最少的文字最多的道理都在里面把它讲出来，说我们的经过真的无始以来
已经呢千万亿年了，不止一个缘会了，已经太多了。我们可以回去呀，可以免掉完成的这一些苦难，可以不用受苦了。可是我们众人都不清醒，都不研究，所以呢都会受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苦啊，都是我们自作，然后自受，自己造的啦。假如说自己都不造因的话，没有苦让我们受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啊，在生活之中不造因，就不受苦。那怎么样可以不造因呢？我们就是呢，所有的生活细节啊，一定都是要跟真理相合。那跟真理相合啊，就没有业，已经不起业。那我们又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念头没有，因为念头起心动念就是业。最重要的、最难的就是这个，一起心动念的就造了业。所以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我们之前不是有一章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有没有？一定又是还给我的啦。这个因为我住得太远，住在基隆，在下雨我们这边都好天气，所以各位都会在下课之前快轻轻的拢害我。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归本位，都是活菩萨，可以脱离凡尘的苦海，不用受苦的。那我们在凡尘的苦可以说没完没了了，只会越多不会越少。要越少的话，要消失的话，一定要从真如进入。一真法界真如那个呢佛性本体，你一进入了以后，真的就是不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叫做自生，是不是自己产生？对。然后我们自己产生的不自生，然后呢不他生，他生就是外面的因缘，外面的因缘促成。现在上看9亿，动不动心？不动啊，那个叫他生那我们不看，那个凡尘事我们有得到那个上看9亿我们倒霉了，所以不他生，然后不共生。是很多的因缘促成，刚好电影广告刚好有朋友打电话来，我们去看电影。好现在有空，这个叫共生了，要不要？要所以我们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个无因生就是我们胡思乱想。我们胡思乱想可以想得很宽广，对不对？那个就是无因生，没有原因它生出来所以这一些我们都消除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全部都无生。那无生我们就进入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当下就是阿罗汉，然后我们可以又进一层菩萨，又进一层佛。所以你要成佛，最起码的根本就是无生法忍。因为无生，然后就没有昧无生无昧是不是就回到本来？所以那个是最根本就是无生。所以在日常生活，我们要不要起心动念？看我们要不要？我们是希望不要可是不知不觉就起了。
那生了，那个叫自生，糟糕了，你自己生啊，要不要轮回？就要了，就落入轮回。所以要记得，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安尼都好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了，简不简单？很简单哦，对，可以做啊，这不是很困难。要是说呢，要我挑那个100斤哦，我真的是多想，这个这样来挑都挑不起来了，不要说单挑，单挑就是一边嘛我那个是平挑，也挑不起来，可是这个啊，不要起念头。这个是可以做到哦，对，大家都可以做到啊。要不要做就看我们决心了你决定，那要起心动念，马上知觉，灵敏的那个真心马上知觉，你要起心动念了是不是可以遏止？停止了，不要有，就不造业不自生可以达到了。不他生也可以了，管他外面天塌下来，我不管了，是不是万年都放下？所以不他生，然后不共生，很多因缘凑合在一起，我不管，不去理他了，也不无因生，有空就坐着，当年很空闲的神仙，最好了，对不对？不要脑筋拿一些有的没的来想，害了自己又很高兴。我们都这样害了自己又很高兴，所以全部都不要了。不要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无生，无生就是我们见本体了。所以要知道现在那个要解决是要自己的愿力我说好，那你现在当有粉，又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那众生现在遇到困难的很多了，你可以在默默无形中呢你帮助他，帮助他以后又把他不记在脑海，你广行善事。你累积那个善的因缘，你的有粉它就有力道。那么有的力道一强了以后它要往后要回天它就有那一种自己可以这个上得去那假如说不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当游魂这边游那边游，你再游个几生几次都不会变化，这样好不好？不好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既然都有求道了，而且有修了，只是方法不正确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受苦的阶段。说一定呢要广行善事累积善的因缘，善的因缘一充足了我们那个佛性就有力道，有力道就可以回天了最起码你先把万八逍遥先拿来，先抱住，对不对？那往后再来努力都有机会那你假如现在一落入三恶道以后糟糕了那个三恶道，你看那个鸡鸭鹅它有智慧去辨别吗？没有了啦它怎么苦它都不知道了啦所以一定呢假如我们当有魂的话，一定要广结善缘，帮助众生然后呢又呢能够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自己所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竟然半个小时过去了，下课。
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学员，大家好。慧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后学学讲。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了39页的后面。39页后面，好。哦，最底下这一段吗？对。哦，对呀、这个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经呢，必我妙性呢。哦，今此妙性呢，现在呢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呢，复是何物？这个阿难呢，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个表明他心里面的这个想法，说这个世尊，若此见经呢，就是呢我们那个见性本体，见经必我妙性啊，必我就是一定，一定是我的。那个佛性，不变之体呀，那个佛性。那么今此妙性啊，显现啊，在我的眼前，就是呢，佛性呢已经显现呢，在眼前。然后呢，见必我真，就是见性所呈现的，一定是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呢，我今真心复是何物？他把那个佛性呢，跟呢眼前我们使用的身心把它分开。所以身心是日常都在用。然后呢，见性现在佛才把它指点出来，所以就变成了。见性是一回事，然后呢，身心都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呢要了解说阿难它是视线较低的程度，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身心去体会，说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有用我们的身体，然后呢，用我们身体所生发出来的那个六个六根所产生六根对六尘所产生的那个六识，那认为六识就是我们应该要注重的。那我们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我们对我们呢那个六识六根面对六尘产生六识也都是非常的重视，都认为它就是我们活性本体。然后呢，修道也都是拿这个六识来修所以呢现在听到呢佛这样阐释十方显见呢，一直到第7分那个地方呢显见无碍都让我们了解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可以脱根脱尘离身呢离界很奥妙，对不对？各位有没有了解一点意思了？我们的那个佛性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从一开头就这个点名说我们要用呢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有没有？有。那佛一直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呈现，就是让我们彻底的了解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到底是什么样子都一直在讲那我们从开头一直到现在也都是要我们了解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它没有形象
所以佛就借着各种比喻把它呢讲出来。所以开头就要用阿难来讲，说我们的那个心性它在什么地方所在？阿难回答呢，第一个就是在身内啦。那我们所有凡尘的众生都是认为我们的心就在身内。那佛就讲，因为心有灵知的作用，很灵敏，很知觉性。那假如说我们的心是在身内的话，一定可以看到我们五脏六腑，可以看到我们指甲跟头发的生长，结果我们都看不到。所以佛就讲，心有灵知的作用，你既然都看不到，那表示它不在身内。那阿难呢被佛这么一讲了以后他就转另外有6个地方这6个地方也都不是我们心的所在。他说一一都被这个佛给他呢破除掉。所以最后呢就讲到大乘佛法里面这个佛时常呢跟菩萨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那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是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是我们的真心。只要我们了了分明那个就是真心所在。所以我们开始研究性理心法，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观点跟大家提示，说我们只要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然后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就已经呈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直讲2年多了，也都呢讲这个内容，就是没有形象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那相信各位都能够体会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整个轮廓，有没有有。都能够了解到，说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很灵敏，很奥妙，它功能作用非常的多，大用无限。可是因为我们落入凡尘，被现象拘束，所以大用无限还呈现不出来。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见到什么知道什么。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是因为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这个地方呢，阿难示现就是我们众生的毛病所在。非常注重现象。所以呢，现前的身心有分别完成所有形象跟事情的功能，已经呢在用了。那佛在讲出来的无形无相的佛性本体既然一定是我的话，那怎么样呢使我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是不是问得很纲要？有没有？就是要佛把它呢切实的指点出来。那各位浅显，我们佛性本体可不可以切实的指点出来？可不可以？所以我就是要知道说，因为它没有形象，我们要呢切实指成，像我们这个凡尘所有这一些科学家，他就是要有实际的那个现象，他才要相信。那我们佛性就是没有现象，没有你要找到现象，那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对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认识就比较切切。那我们呢了解说这一个虽然呢没有办法把它指成，可是我们就是切实的可以去感受到，切实可以掌握到
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确实可以，而且很亲切、很实在，绝对不是用想象的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阿难他问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分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所用的心性，跟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心性到底有没有一样？那差别在哪里？各位浅浅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可以，好像还很陌生的样子，那表示说我们不够用心了，不然已经2年多了，对不对？可能有的还没有听到2年多了，可是假如说开始就研究的话，到现在都将近2年半。我们9月26号，那到9月26号就3年了。咱准备多久出师？准备有多久的时间呢？才要真的透彻了解？这就要看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那在这个北部呢有讲那个淮海禅师谈那个这个顿悟的那个法门。那我们也做那个那个 MP3 还有这个CD 是还没烧了。我要征求我们这边浅显是要听 MP3 就好了，还是要听 CD？ 因为我们有汽车那个车子里面的音响大部分都 CD 所以我们假如说数量多的话，我们就烧出来因为那个淮海禅师跟普愿以及智障他们3个同时拜那个七祖马祖马大一为老师，然后他们的修持方法就把它讲出来。他或许看说这个对我们帮助也很大是那个顿悟的法门，就是由凡夫地直接到达佛地中间呢没有用渐修的方法。那我们了解说现在让我们渐修的话大概呢都来不及渐修有55个位阶那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55个位阶已经走到的话，要经过好几生好几世它要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就40个位阶，然后再加4加行再实地就54到妙觉55，而且人走到第几阶了？度人的话大概都是在第30到第40之间然后我们努力的在这个讲说法度化众生那个已经就进入到那个实地就是菩萨的位阶。那到第8地不地就不会退转还没有到第8地之前遇到很大的挫折还会退心就是不想修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修道非常的这个重要能够修才能够脱离苦海没有修的话呢都是在这个6道轮回里面。那我们知道6道轮回都是受苦受苦无限都是在苦之中。那能够修道我们现在占到上天大概普度，已经都得到有成佛的资格。那要不要成佛就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决定要成佛就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假如说只要认识佛性的轮廓，当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放不下的
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已经轮廓出来，就已经可以了解到，成佛就是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理就是这个。那我们要再深入，身心大悲心，那都还要把这一些了了分明的也要放下，放下深入，到达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本体之中，要一段时间呐。那假如说已经都认识了佛性本体，认识了，那我们最好呢就能够做呢耳根圆通，我们佛性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那到达那个时候，所有的空间都是佛性，所有的整个宇宙都是我们妙有，真空妙有，那个是最理想，已经可以回到我们本位。所以那个海才是所讲顿入法门就从凡夫直接到达佛地，这个修持很殊胜的，可是呢，就是一定呢要有决定的心来修，然后呢还要跟众生结善缘，才不会遇到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这个北部有把那个内容讲解，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直接都讲经文了，所以没有意义要讲，可是可以把北部所讲的把它收录记下来，各位愿意听那我们大概呢这个MP3这个礼拜就可以寄到，那 CD 呢我们多一个礼拜，就是让北部的先贤来烧，我们大概要多少？举下手看看，需要 CD 的。然后我们烧，因为蛮多佛堂都有收了，所以烧下来有几片，我们呢把它烧成这个200份，够不够？我们烧200份下来的，MP3 呢，我们就寄300份好，因为只有一片MP3 只有一片，它一片就可以很多的内容，像我们讲《楞严经》已经讲到第3次了，对不对？我们从第1到第11就烧成一片，所以你拿到一片就已经11个礼拜所讲的，各位有拿到吗？还没，所以要这个下课要回去两边要看一看有很多资料都记下来，咱拢袂样要等你听，等你看，那个旁边都很多资料，拿回去自己听，也拿给亲朋好友看，希望把它推广，让大家呢都能够脱离苦海。那我们又回到这经文本身来，这个阿难呢说而今身心分别有时就是我们的身心在生活之中很有用都可以这个处理事情。那么比见无别，可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它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分别的作用就是没有办法到达像身体的那个了了分明所以阿难就讲说，比见无别变我身没有办法来像我们生活上应用的那么自如那么自由自在，那么使我心这个令我心见。假如说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真的我的真心的话，那么就请佛把它呈现出来，让我现在能够看到见性所而身为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实在的我，实相的我，然后这个身体它不是我
身体是天地的物质，不是我。那么何诸如来呢？先手难言，物能见我唯垂大慈，开发为物。所以假如说究竟是我，但是我现在这个身体不是我，这样的话，跟之前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物能够见我，东西能够看到我，这样呢就世间不得安立。所有东西都有佛性所有的东西都有佛性本体，这样合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东西都有佛性本体的话，我们比如讲，我们现在所坐的椅子假如说有佛性本体，椅子它有没有意见说你不能坐？有没有？会这样吗？不会啦所以佛性呢，我们了解是我们人特殊有的物里面没有没有那个自在所以这边阿难他讲说我的身心很好用，可是那个见性那个佛性本体我拢袂晓用咧，袂晓用那是我应该可以用的才算的不可以用就不算的。这个是把我们凡人所担忧的把它提出来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发问。那么佛要呢这个当机认见为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当机呢就是阿难认识呢我们的见性就是真心。那么都以发明将我们的见性呢超然独立跟身体跟外面的环境都无干，没有关系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跟我们的身体跟外面的环境都没有关系。因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口气不来身体怎么样处理都不够紧要。那我们凡人没有启发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的身体呢被业力推到现象去现象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所有的凡人一口气不来，他就没有路可以走，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业力那个时候就把它推，看他是行善呢还是作恶行善有那个王爷马祖七天神仙可以当，那为恶的话呢就要到三恶道去被业力抖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业我们造的业很关紧要。那我们直接修道，就是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都修的让它超然独立，跟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日用的六识行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归空的一口气不来了我们整个各位浅显，我们整个那个真心到哪里去很正确就是到理天啦我们知道我们一口气不来了就到理天就到真理之天那整个宇宙虚空都是真理，所以我们就融入整个宇宙虚空就没有说局限呢在哪一个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殊不殊胜？很殊胜所以就不用执着了人要给你带要给你修，要用埋葬的用烧的都无关紧要了，都是天地的物质随有风土，让它归还给天地，跟没有修持的那个差别很大没有修道，没有了解心理心法
那就要被业推，现象身体就很重要。那我们已经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把佛性呢已经修了，让它超然独立，跟身体没有关系，跟外境有关系，是不是很超然独立？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要做到呢超然独立，不住在身体的形象，不住在呢所有这个环境的形象，所有遇到的事情我们都不住，整个很逍遥自在，那个已经呢这个归还我们本位了，就是都佛了，成道了，成如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研究这个对我们非常作用大。他说一定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实际的做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很容易做，对不对？这个没有回答是怎么一回事？是不好做吗？所以这边这个佛就讲说呢多以花明，都是花现明了，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超然独立，跟身体跟外境都无干，就是没有关系那么阿难呢，所以从分别心中变现一种昭昭灵灵光景，湛然圆满目前，这个就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那阿难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就是我们凡人很多都这样所以他就以那个出国的那个位阶然后视线跟凡人一样。那我们要感谢阿难他慈悲的心，就是要带领众生呢都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阿难的那一种湛然圆满目前唤作见性，是以身心判而为二，就是跟我们日用之间的身心呢，就是两回事了。那么前面呢怀疑见性与万物混杂，那么这个地方第八这个显见不分这个怀疑见性与身心个体就是分开了，不白佛言世尊，若此现现在我眼前，周遍万物之见经，必定是我的妙精明性，就是妙精明，是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今此妙性呈现在我的眼前，则业美是离我身，应该就是离开我的身体。那么既然是我的妙性，岂有还在身外也？离开身体就变成在身外。那么满前是见，就是圆满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个见性必定是我的真性，则我现在的身心究竟复是何物？它是什么东西？而今呢，身心非常好用，就用得很习惯我们出生几年就用了几年，很好用，能够实在分别万物跟万事，有实际之用，而呈现呢在我眼前的所谓的这个见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分别的功能来分辨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尚不能够分辨何况能够呢分辨万物也？这个是阿难的怀疑，就是把我们众生会想到的他先说出来。
所以底下就有解说，把凡人的那一种情念彻底的发挥。之所以执着这么深不是没有原因像我们年轻的男女这个谈恋爱，爱的你死我活，就是这种事件，就是这一种情形。那么佛在这方面多所这个发挥，这个就是眼心，攀缘的心这个是识心，认识的心，是生灭心，是变化无常的，是攀缘的，就像这个青年男女恋爱之中那种甜蜜，深深爱着了。不肯放舍。那么阿难慈悲心，凡人这个这么细腻内心深层执着的原因呈现出来，要我们沉思是否跟阿难所讲的一样？若认同的话要怎么样来解决？就请佛加以发明。说出详细的解决方法，所以这个阿难慈悲能够把那个问题把它点出来，然后佛就回答说阿难，佛告阿难，佛经里面有安这2个字表示很慎重，底下的经文很重要。如今所言现在如前，是意非实。这个佛向阿难讲说，你所说的那个见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显现在你的眼前你这样说是意非实，意就是道理这个道理不是实在，就是你说的不对跟实际不一样。若实如前假如说真的显现在你的眼前，如实的你实在见到，则此见经既有方所，非无指示。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既有地方所在那就可以我们用手把它指点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已经有地方所在是不是局限在一个小角落？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尽虚空遍法界，不局限在一个小的地方所在。了解意思吗？可是各位贤贤，也所有小的地方所在全部都有佛性本体。了解吗？不即不离不住在这个小地方，可是也不离开小地方，这样知道不？所以我们研究不容易了解，不容易透彻，就在这里它不是像我们凡尘两边那么明显。我们凡尘都是两边，对不对？不是白天黑夜就是这个光明黑暗两边非常明显。可是这里它是一个中道不实于两边，可是不离开两边。了解意思吗？这个要多听，然后我们多看多了解会我们会进入那一种很彻了了分明的阶段好，我们会发挥佛性不生不灭本体的般若妙智慧。所以般若妙智慧一发生以后，它就可以融化两边是非变一体的，就没有是非了。没有是非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我们都解脱了。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两边很鲜明的对比
不是善就是恶，是不是这样？我们跟人相处啊，不是跟你好就不好。有没有中道的？怎么弄点的？没有啊，应该有哦，有中道的哦。我们只是没有研究没有显现而已。且今以汝坐取头里，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现在我跟你坐在这个取头里，然后遍观领取，取与殿堂，跟你遍就是周遍来观察这个领取那个士林求拿跟那个取与殿堂以及看到这个殿堂就是那个讲堂讲经说法的地方，以及那个四天王所住的宫殿那个殿堂。那么上是日月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太阳跟月亮。那么前对恒河这个在一个讲堂的对面有恒河。那么今我狮子座前现在呢，你在我的狮子座的前面举手指成是种种相，你可以用手呢指点出来所有的这个种种形象阴则是阴，明则是露这个阴则就是树林那个光明就是太阳，爱则是壁，妨碍我们看不出去就是墙壁，通则是空，能够看出去就是有空间。如是乃至草是纤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指着就是很小的一枝草一棵树那个纤毫非常微细的那个生物，大小虽然不一样但可有形，只要它落入形象，我们就可以把它指点出来所以无不指着。若必有见现在汝前。假如说这一些东西里面有你不生不灭的那个见性，有佛性本体显现在你的眼前，汝应以手切实指成。你现在用手把它指点出来给我看看哪一个是你的见性何者是见哪一个是你的见性所以底下跟阿难讲说，阿难当知若空是见。假如说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见性，那么既然已经成见了，何者是空？那什么东西是空？若物是见。假如说东西是我们的见性，既是见，既然物已经变成见性，那何者为物？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如可微细波这个波披波万象，悉知精灵，你可以很微细的把它这个拨开披波就是拨开这个万象，然后悉知分析出来那个精这个精就是不变之体，灵是随缘之用，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以及佛性的功能作用精妙见远那个清净奥妙，我们见性的本来，你可以把它指点出来让我看看指成是我，让我能够看到同彼之物分明无惑，跟那个所有万物呈现那样子的都能够了了分明，没有迷惑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都能够指点出来。那么前面阿难执着身心个体，故有见性这个呈现在眼前的怀疑。那么佛不即说身心无有二体，
以解释没有这样马上解释，而独说呢，万法一体破之，这个万法一体，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上个礼拜见性无碍我们都一直在跟各位说，这个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往可能都没有研究啦，他会说山河大地就是外物，怎么会是我佛性呢？所以佛就详细说明，这个怎么样生发山河大地？因为有山河大地才有我们这个众生，因为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整个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就呈现，是由我们一念无明生三系而来，所以就是从妄想跟灯木花老相结合才呈现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业果，这个一直绵延不断，所以才讲境界为言长六出，还记得吗？由第一个志向就分别墙壁是墙壁，空是空，那个志向。第二个呢就是相续相，一直延续下来。我们要了解这个万物它都是这个生灭，生灭，生灭。可是我们一看起来它是连的，那个叫相续，相续的形象，相续相。然后呢，第三个就执取相，执着跟取舍，执取相。然后再接下来第四个就是记名字相，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记名字。然后第五个就叫取业相，我们已经取业，为什么取业？迷惑，因为迷惑我们才取业。那既然造了业就业系苦相，第六个，所以境界为言就长六出。那我们了解说一念无明生三系都没有形象了，到境界为言长六出形象才有。那为什么形成？就是我们的妄想，然后跟那个灯木花老两个相结合。所以世界是虚幻不实在，是假的，不真。所以每一次释迦牟尼佛在讲世界的时候他底下一定接着讲微尘。没有世界所有只有微尘，微尘连寂就变成大地，大地呢世界形成，然后大地不碎就变微尘。所以我们了解世界不实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六欲天的最高叫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天呢就是魔王在住了，就是波西，所以他住的就是我们欲界的六欲天最高的天，所以我们很快就落入那个魔王的那个怀抱之中。各位有没有着魔过？没有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热衷于哪个方向，那个就着魔的现象了。比如说很喜欢喝酒，比如说很喜欢做某件事，那个都叫着魔。像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上网，有没有着魔不用睡觉虽然有的也会啦去睡觉，疲倦了嘛，可是很容易让人着迷。那我们着迷那个都是魔在发挥功能作用所以我们也不要落入那个魔王的那个算计之中。所以现在你看那个大众运输
大家都手提一小部的那个叫什么手机还是电脑，在那么左转右转，然后上转下转，有没有？这个你坐在旁边看都看得眼花缭乱，因为它一转，那个画面就变化，一转就变化，因为或许这个老花眼看那个又太小了，看不到他在转什么。可是啊，从一上车到下车啊，他就没有离开了，着不着魔？我们是不是整个头脑都被他控制了？是我们在控制他，还是他控制我们啊？我们是不是颠倒过来？都被他控制了所以我们要保持清醒。当你要上网的时候啊，你就要拟定说我要找什么资料，找到就赶快退出来，不然又被他迷住了等到你想下网的时候啊，怎么已经天亮了？不是刚进入晚上而已嘛？那个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所以了解啊，很容易着魔，因为魔就在6一天的最高。各位学姐，6一天都还记得吗？又忘了啦。这个4天2天在西密山的半腰，忉利天33天在西密山的3点，这2个是依地而举嘛。那再上去夜摩天就依空而住了。再上去呢，我们老子是没有长天板的时候就是多衰天。然后第5个呢，就是热变化天，第6个他化自在天。那摩西首罗天就始于他化自在天的管辖，所以也算是那个异界的最高的天。那我们凡尘50年，10天完天1天1夜啦。我们凡尘100年，忉利天1天1夜，然后凡尘200年，夜摩天1天1夜，凡尘400年，多衰天1天1夜，800年热变化天1天1夜，然后我们凡尘1600年，他化自在天1天1夜，所以我们这个假如说归空了，有福报到他化自在天去那边享福，你去了2天才回来跟你的亲友报告，说我已经去他化自在天。你一回来已经经过1600年，怎么都没有一个认识的，都不见了，他们去哪里了？都被空了啦。所以各位可以修到那个地方去看看，看个2天再回来嘛就1600年过去了。所以我们那个得到的时候，不是有18000超然嘛？才可以几天没有几天18000就够了，那个超然就没了就要落入又是这个因果6道轮回。老师一直提醒我们，有没有？就是要赶快研究性理心法，超出现象之外。没有拿到了，或者有看那边还有修行的墨宝，后面老师就有讲，点到的时候18000得超了，有没有看到也拿回去给那个亲朋好友，让他们也看一看所有殊胜的信息让你们也知道也能够修，也能够呢脱离苦海，很重要了要好心一点对不对？不要这个吝啬自己好了好，当阿罗汉我们要当菩萨当菩萨呢大菩萨。所以佛就讲万法一体
就是凡尘的所有山河大地，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全部都是一体。我们那个老师所写的那个谢米啊，不是也明白的讲吗？原来我们是一体，有没有？所以那一首歌啊，就是老师把最多的道理，用最少的文字啊，把它讲出来。所以开始深信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啊！我说哪有办法一生一世都没办法我们前一生做什么知道吗？都不知道嘞哪有办法到累劫累世啊？累劫就是缘会，累世呢就是六道轮回，我们一生一世也不知道。老师是希望我们研究就会知道，所以就接着要时时心存感激啊。要感激谁啊？感激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带领我们走这么长远的道路让我们呢都能够有机缘遇到大开普度，有机缘呢听到上乘佛法，让我们有机缘回归到本位所以很殊胜的那佛呢尽万法一体来破这个所有的不正确观念，那么有深层的含义义识破就是我们的观念不正确把它打破。见性如果呈现眼前，应同万物是分明可指。那么基于万象之中净是见没有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那见性在。那么非见是可指是见非见两个角度全部都讲出来则是非双绝了无前现前面的形象全部都没有了无没有了，而见性万物自成一体，见性跟万物已经混合成一体。那么以此力来观察观照虽言之万物以见呢丧失一体，而至亲的身心以见性起互为二也就是一样也是一体。那么另一层的意思这个坚持二执就是把我们两个执着这个除掉。我们在凡尘最重要就是这两个我执跟法执因为我们执着身体都是我执很坚强，要破除我执很不容易那我们要从根源知道我们认为的我就是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借我们用的不是我这样我执就可以清除了。然后法就是要我们成就这个法殊胜佛法要我们成佛那我们就从开头就已经进入无法可修。那无法可修就无法可执，我执法执两个去掉就成就了就成道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是不是最殊胜的修持方法？比我们修那个55个位阶来得容易对不对？55个位阶我们修了有成就，一定很高兴，就住在成就的那个境里面，就出不来了然后呢就会想起心动念，想什么？想赚钱为什么？我这个方法很好用，赶快来教人，一教了就要收钱。然后我们很多众生就去学了，对不对？我们又花钱，然后又学到法执
因为有法执啊，就有我相在里面，我执也出来的。这个花钱啊，花得还真冤枉，冤不冤枉？花钱然后学到固执，我们不花钱还不会是不是这样？我们越花钱越固执，所以花越多的钱去学到越多的法门，我们固执就越深。你想要改变它甭想。那么身心是我执之轻易，万物呢是法执啊之显境。所以我们了解啊，身心就是我执，我们依什么？就是依我们的身心。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万物啊，就是法执的显境，显现的景象。那个呢就是法。有法呢，就有那个执着。那么阿难呢，执恐认见啊，必于身心，则我执啊，正自啊自然。这个恐怕认那个见性啊，会把那个身心啊，遗失掉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啊，我执正在很炽烈的那个点。很强烈的，而法执呢，尚有啊，微影还没有呈现又更深的一层。若但说见性啊，身心是一体不分，必将呢更直啊，见性啊，身心合为我体，而以万物啊，为他体。这样呢。这个就越不容易啊，打破这个观念，非为法执啊，不能坚破；二执啊，亦增上。这个两个我执法执啊，越增加向上，越多。故佛总对万法，悉显其呀，无自啊，无他，没有自己，没有外物，没有万象。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回答那个有粉吗？那很重要的我们就是不住身、不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无生。然后我们进入无生法忍，就是阿罗汉。然后呢，根基阿罗汉以后，可以又往上必知佛，往上呢菩萨。往上呢，到妙觉成佛成道，都离不开呢，那个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内容呢，就是或者所讲的不住身、不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就已经是无生了。那我们掌握无生，就进入无生法忍。那么无生法忍是把真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很容易做，对不对？对不住身就是不起心动念，不他身呢不会因为外面的因缘让我们生出念头，然后不共生就是很多的那个因凑合在一起，然后又一样念头来了，然后无因生就是不胡思乱想，是不是都在自己的心上做功夫？都很容易做，对不对？可见各位都还不愿意做就麻烦呢，麻不麻烦？我们都在想这个脑袋瓜生出来，让它不产生念头，太可惜了吧？要用要不要用？要用要研究真理，要用，对不对？要透彻知道要用。
就是要正思维，要用，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不起心动念，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完成事啊，完成的事啊，让我们起心动念，我们很少起心动念啊，就是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很少那样，所以才会造了很多业，受了很多苦，然后烦恼一大堆，是不是这样？很现实我们又不想避开，变成好像养育孩子美丽的负担，有没有？孩子很可爱对不对？可不可爱？这个养孩子的话，是不是感到很安慰？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起心动念要留着，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断绝了，对不对？要成活晚一点孩子还没长大。要知道时间都不等人，很快一转眼，我们还有办法再来一次吗？比如说现在50岁，再来一次就100岁了。现在40的话，再来一次也80了。还有没有还那么长的时间？真的是不敢保证像那个时候各位都看到后面，是不是一下子就瘦了很多？对不对？那个时候只要一口气不来都不在了50天又来了。佛呢显现了那个无自无他，就是没有两边，则二执当然那个我执跟法执全部都没有如灸病者须得其穴那个灸针灸灸病就是要得到那个正确的穴道。那么阿难种种谬执唯此见性在前是其谬本那个谬就是错误了错误的根本。诸佛所导引见在汝前是一回事，符合真理。那么阿难呢，他又讲话了我今以此这个众阁讲堂，眼睛恒河，上观日夜稽首所指这个众目所观指间呢这个观指皆物无是见者阿难他就回答他佛所讲的，所以我现在在讲堂里面然后呢看到恒河那上面呢看到太阳月亮，能够呢用手挤出来的挤手指这个手能够指点出来的众目所观，心所能够看到的，全部呢都是物了，没有我的那个见性在里面。是真如佛所说呢，况我有漏出血按照佛所讲的，那何况我的程度不高还有这个烦恼才呢这个初学者声闻而已。乃至菩萨亦不能以万物向前播施呢经见乃至这个菩萨也不能万物的形象眼前把它分析解剖出来我们的那个经见，也就是见性。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就是离开物以后还有它的本性在。
那么佛就给予认可啦，佛言如是如是，说对你讲的完全都正确，这样的意思吗？这边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做学问的时候啊，不能含糊悟是悟，见是见，他底下在讲的我们等一下就会了解到说，不即啊不离，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即，就是不离，然后到底下就是不离，我们先呢把它点出来，说呢，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在我们日常应用之中啊，是不即不离，这样记得吗？不即就是不住相，不离就是没有离开佛性，不即不离，了解吗？所以这个佛经不容易啊，了解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很一个角度一个方向。微细披波万象，悉知精明，精妙见远，而那以此以能拨出其见，离物皆不能做到，就是能够呢了解到那个物是物，里面没有见性。那以此不能做到的地方所在，不在文字前，没有文字的地方，就是我们修道者所要追求的。佛答如是如是，所以这边那个不能做到的地方所在不在文字前面，不在文理来对，所以没有文字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修道者所要追求。那么佛言这个印证同言如是，是阿难所答，即物无是见可指，离物亦无是见可指，两者皆是，故言呢如是如是，知道了离物跟即物两个都不是正确的。那么量以见性量夸十方，体周万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它的量，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包括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然后体周，它的体周遍圆满万法，它的体呢周遍万法。那么其余万法呢，非即非离，非即就是不住了，非离就是没有离开，一样有。那么为其非即，故能呢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就是脱离我们六根呢跟六尘，身界，我们的身体跟这个18界无干，跟整个世界都没有关系。生死不系，这个生死它都绑不住了，绑不住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众生不达思议，众生呢不了解到这个义理，则混淆真妄，这个把真跟妄把它混合在一起，沉溺轮回，就沉溺在轮回之中。那么为其非离，不能呢成萨普龙，非离就是呢也在所有的万物之中，所以能够凡尘跟佛萨能够普融，普遍的融合在一起，万物一体用密法界，用的话呢密满整个法界，色心不二，色形象跟我们的心没有形象，它不二是一的。众生不达思议，众生呢不了解这一种义理，则成空自己，就沉醉在那个玩空里面，
然后呢阻塞呀，在那个己，所以己啊就是我们佛性的不变之体，然后终止化成，在那个化成呢，它就停止了，不再前进了，不再修持了，不再利益众生了，那个叫终止化成，变化的成事。那么如来自止见之心以来，都从不及之意分真虚妄，把那个真的分析，妄的呢也让我们了解，与觉得，离尘独立，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它独立，这个离尘独立的那个体呈现出来。那么现从不离之意发挥，泯妄合真，泯灭所有的妄，让它复合我们的真见，和不及之角度不同，所以我们了解说不即不离是它的真理所在。那么佛复告阿难，如所言无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这个时候佛又跟阿难讲，好像你所讲的没有那个见性本体那个见经，离一切物还有那个自性。正如所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就是你在讲里面你所用指点出来的里面事物之中没有我们的见性。那么今复告汝，现在要跟你讲，如以如来作起头领，更观灵愿，乃至日夜种种相殊。现在呢，我跟你这个坐在起头领，然后我们来观灵愿，就是那个讲堂的前面有那个士林，然后有那个花苑，乃至太阳、月亮，种种相殊种种不一样的那个形象。那么必无见经受汝所指，没有那个见性本体受你指点。如又发明此之物中何者会见？所以佛要阿难说，你现在要发现明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事物这个里面，那么它何者会见？何者没有你的见性？所以前面一直就是否定，后面都一直肯定，这样了解吗？很难体会头拢直讲唔对，后壁直讲对了，你要相信对要相信唔对，两个都相信就正确的，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住相，不离就是也一样在形象之中，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只要说能够了解说原来是非体，这样的话就进入中道，进入中道就可以到清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是自在两边我们说善我们说恶都不对因为善恶是我们处理的时候才呈现那你还没有处理在原始状态，那个叫中道。在原始状态，所有善恶都在里面，它呈现以后才有善恶，对不对？那我们还没有呈现善恶的时候，那个状态我能够抓得住，那个叫中道，叫做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了？所以就是用心我们用心自然就进入所以佛恐当机就是阿难，恐怕阿难只知见性离一切相，不知见性即一切法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净性不生不灭的那佛性本体，离开一切相，而且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习一切法，就是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我们之前都一再讲的，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把它归纳离一切相习一切法，就是两边都不住离一切相就是这个不急习一切法呢就是不离，不急不离，会记得吗？不要就想说我又住在基隆园，等一下又让我带回去所以佛就如所言，无有见经离一切相别有自性则如所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复告云接着又跟他讲，即是完全无有是见汝在相呢万象之中此系的花明，此事物之中呢何者非汝见哪个不是你的见性？所以全部都是啦那么阿难言阿难就回答，我实遍见，我实在的普遍的看见，此起头领不知中何者非见我实在是看见我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在这个此起头领之中不知道哪一个没有我的见性，就是所有形象都有我的见性。何以故？肉是非见。假如说树没有我的见性，那么云何见树？为什么可以看到树？肉是即见，说是就是已经是我的见性，那么复引何树？那树又变成什么？所以就告诉我们不即不离一再呢这个反复的说明。那么如是乃至肉空呢非见，引见空，肉空即见复引何空？跟上面意思完全都一样的所以不即不离不住在形象，但是也不离开形象。那么我又思维是万象中微细花明无非见者，就是在万象之中很微细的来发现明了无非见，就是所有的微细的形象里面也都有我的不生不灭见性在里面。佛又给印可，佛也如是如是，对了完全都对了。那么当机直答我使遍见一切万象不知呢万象之中何者非我之见所以这个都这个很讲得很这个肯定肉是非见云何能见于树？肉是即见呢，则是即成见复云何这个何者由名为是也所以这个呢意思一再的把它阐明事里面没有说住在我们的见性里面，可是呢我们又看到树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就是见性之道所以不即不离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样了解吗？唔当嫌轻啦，它不是很深，只要我们知道了原来天地是一这样的话问题都解决了全部问题都解决如是呢遍历万物这个指点出来，以至于虚空皆是如此。微细的花明见性囊见万物，无一物呢而非是见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看见都了解。那么佛言如是如是，无一物呢而非见，斯言不谬，就是讲这个话没有错误故从言呢如是正之。那么于是大众呢非无学者
闻佛时言，茫然不知啊，是意呢终始。这个时候啊，大众就是还有很多那个带来的一些菩萨带来，辟支佛带来，然后呢阿罗汉带来，那一些徒弟非无学，就是还有学的，无学就是无法可以学，所以无学都是阿罗汉，程度很高的，不用再学。我们要不要学啊？我们是有学，对不对？在有的形象里面学习，那无学就是已经没有法可以学，那没有法可以学我们就是了解程度已经很高，透彻呢了解真理，已经呢不用再学，已经没有法可以学。所以就没有法执了，没有法执里面我都没有，所以也没有我执，所以他们成就最低都是阿罗汉，然后辟支佛菩萨然后呢到成佛妙觉。那么一时惶速失其所守，这个很恐慌，很惊肃平常呢这个心里面所守住的已经失掉了所有守住的都不对所以那个内心的失落就可想而知。无学无法可学，程度之高就可以想象。所有之法全部都知道非无学就是有学不是无学的呢，就是还在有的那个形象之中学习。那么在有的范围里面学，智力就有限故自茫然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义即无是无非这两义这个没有是非这两边的那个义理，两边的真理就是不知道。那么中则义归去，实则义之由来，两皆不知啦这个义的归去归往去向然后实则义的由来怎么来，两个呢都不知道。那么义之时那个真理的开始，在下文呢如来答之中本是呢净言真心然后妄为色空即稳健根本就是我们清净圆满的真心那个义的开始就是我们的根本，清净圆满的真心。然后我们不用真不用，就用妄，那妄呢就变为形象色跟空间完空即以稳健我们有所闻所看见，这个就是妄所以我们了解不是说见了什么都对了见了反而是错的然后本来清净圆满，那个才是真。那么义之手中这个既曰妄为，即无是非之可指既然讲妄为，就没有是非可以指点出来。那么又此见即言言是菩提妙净明体，即义之手中义之手中就是菩提妙净明体。那义的开始就是那个清净圆满真心。所以这个始终全部都回归到佛性本体回来。那么既是一体安有是非之可言一体就没有是非了，有是非就不是一体。那么正有不知莫衷一是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故呢惊惶速记失其所守，后是后非无可把握
就是没有办法把握住。那么如来知其焚虑变则心生灵敏，安慰恶难呢，即知道。这个时候如来知道呢，我们那个焚虑变则，心生灵敏，就是心里面产生众生实在很可怜，然后安慰恶难以及大众不知道真理的这一些大众。知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无上法王就是佛，无上就是最上，法王，法中自由自在就是佛，法王子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是真实语，讲出来的话不会骗人，都是真实的语言，如所如说，如其所亲证讲真如的话。如说不诳不妄，不诳骗众生，然后也不妄言，不讲那个虚妄不实在的话。那么非末伽里四种不实，手乱论议，不是那个印度外道，那个末伽里就是印度外道很有名的6个里面的一个，那四种不实搅乱的论议。汝地思维无田哀慕，所以这个佛跟阿难以及大众讲，说你要呢这个地思维，就是进入真谛的思维，这样呢就不这个缺少你这么努力的这个追求。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把那个四种不实稍微这个了解一下，亦变亦恒，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这个叫做四种不实。一种亦变亦恒一种，亦生亦灭一种，亦有亦无一种，亦增亦减一种，这样四种四种不实。因为呢我们这个道亲有很多问题要提问，所以我们留下半个小时让各位先生发问。好，请说。老师，这边有浅显开法会的时候，那他开法会第2天在半夜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讲这些话我一人一仙即一魔，也非人非仙即非魔。心无愿成魔，却成人；心无愿成仙，也成人。若成仙不成，必为人；若成人不成，必为魔。若魔不容我为人间，若人间有成，必成仙。三界虚幻，必有我居。我想居，何苦心哀哉？这个开法会第一天半夜有人来跟他讲，那么第2天也是有人来跟他讲一段话，讲的是汝今若成魔，必造就大祸；汝今若成仙，必造就大福。一魔又一仙，必留人间苦，何苦哀哉成？犹如知心中。好，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主权呢掌握在我们这个身上，所以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油粉有一点相类似的内容。那个油粉它就是没有把那个正确的那个真理认识，所以回礼天也不去，然后因为有求道那个地府那个生死簿名字也勾掉了，所以就在凡尘当有粉。那么这个讲出来一人一仙一魔，这个也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握。我们要当人呢，还是要当仙，还是要当魔？
都由我们自己呀、可以主宰。所以啊，这个道对我们就是可以帮助很大。那认识了以后，我们呢去修持，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假如说我们走路那个人事摩擦，那你就会开始就变魔，已经都是用心记。那要了解说平常心的话，假如说我们既不行善也不为恶，那就为人。那为人就在六道轮回之中。所以这个讲出来呢，它就是可以变化，是要成佛成仙呢，还是要成魔，还是要成人？所以了解都是由我们自己主宰，我们自己可以这个立志向，然后达到我们想达到的那个目标。所以虽然他讲的很多呢，意思就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把握能够修的这个时机，能够成就。这样了解意思吗？跟那个有一点类似啦。就是你要回归到理天的话，你就要帮助所有众生，然后呢不记在心上，只要帮助众，你善因缘累积够了，你理天就可以回去了。那假如说要随顺你的意识，我们的那个心意识都蛮强，然后随顺我们的愿意不愿意那个样子的话，很容易就到罪。那三恶道有份那落入三恶道我们智慧全部消失。没有智慧我们要了解说做出来的事都不理想，都是造业，造了业因果定理一定要受苦，那受苦更是迷失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这个在凡尘还能够自己主宰的时候赶快修持。虽然讲的蛮多，可是意思把它容纳以后是很简单的。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慧仙姐姐讲得好。好。或许想请问一下，月菩萨跟月位菩萨是同一位菩萨？月位跟谁？月亮菩萨。月亮。月亮菩萨。月光。月光菩萨跟月位菩萨。那月位菩萨他老的故事，有想知道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这个这个讲到这个月位是我们师母啦，然后讲到月光，好像或许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没有听过，因为名号我们要知道，名号呢都是假的啦，那只是给我们凡尘一个称呼，它都是假的。落入名、落相，都是变化无常。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是没有形象，没有变化，这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不用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修道修持，改毛病气不气。所以有一些呢。我们不要投入心神去研究，因为投入心神研究的话，我们会把改毛病、气脾气的力道减弱，脾气毛病都在，那我们就不容易成道成佛，所以一定要把那一些我们这个真理我们佛性所没有的一些全部都去掉。去掉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恢复光明，恢复光明呢，才可以恢复本位，才可以回归本来。还有吗？不是有那个美欧道今天要问吗？那个思想上
好。那个，这边有请问说，因为琪姐说她的姻缘比较差，收办过程比较辛苦，因为先生不允许说常常跑佛堂，而因为要来佛堂有事或要上课来学习，来佛堂学习，都跟先生说了谎，说每个星期六都有上班而来学习经典。那像这样子是否犯了戒律，就是打妄语的戒律？因此修办是一辈子的事，总不能这辈子都这样子。那有时善良的谎言而造成自己不安，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呢？好，这个很容易破解，就是我们就是诚心诚意。那了解说，我们开法会的时候有立那个众侵犯，然后我们一般呢把众生侵犯解说都错误了，因为或许在老天身边，只要你见老前人，他一定问你说父母亲求到了没有，兄弟姐妹求到了没有。所以那个众圣就是重视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今凡就是轻视凡尘的所有现象，所有现象都是凡事那你只往佛堂跑，你要把佛堂脚倒那个不正确我们要了解有办道了人手够，我们回来这个办道有那个求道的仪式，那个才叫做办圣事那除了这个以外，真的有那么多人这个求道吗？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求道吗？大部分来佛堂在做什么？吃饭。所以一定修天道，人道要齐全，人道要圆满，家里都安置得很妥当，你还呢往这个佛堂跑，那个才正确了。我们为什么会遭受整个社会诟病？就是因为我们家里都不管，所以衍生很多问题出来，整个社会的观感。一听到一块道他的那个鼻孔的气我们都到这个程度了，你看哪可贵？那我们研究心理心法，知道说我们那个法不是这样的，是很殊胜的，可是我们表现出来一点殊胜也没有，人家哪会看重？不然我们可以领导整个世界。本来21个世纪就是中国人世纪，中国人世纪就是由我们中华文化来领导。那我们都没有一个最该发挥的都没有发挥，那怎么样去领导这世界？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自己瞧得起吗？假如说我们家里都不管，台湾话说哩哩啦啦，整个家庭哩哩啦啦，我们看得会满意吗？一定不会满意的啦。那倒不是那样，道士是很圆满的。以后各位都是要坐在供中的。那我们所朝拜的是那一种都不管家庭的那个活菩萨，我们拜得下去吗？你拜得下去他都坐不住了，拔拔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先把家里安顿好，要往佛堂跑才跑。那最重要就是要诚心诚意不用骗，又不是偷，又不是抢，为什么要骗？就是很诚心的跟他讲我要到佛堂去，
因为不知道真理，所以要研究真理。这个很正确的啊，对不对？所以以诚啊来待人，只要诚了，然后呢，这个金石啊为开，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所以要了解那个诚的那个重要性，不用骗啦，用骗的那个都不长久之计。还有吗？那个浅显，同样的浅显就说因为他的先生喜欢喝酒钓鱼，那要如何做才能让先不再喝酒跟钓鱼？要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还是要随顺因缘？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呈现现象啊，都不是一时一刻啦，有的都是累世带来。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朝好的方向来进行，可是完成事啊，这个不如意事十常八九，10件里面呢有8件9件呢都不会按照意思啊，你也不要想说我就是老母，然后呢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可能这样吗？所以随顺誓言啊，我们不是有看那个张守悟道记吗？随顺誓言啊，就无挂碍。随顺的誓言，爱钓鱼就去钓，去修心养性。钓鱼不是在修心养性吗？这个燕子上钩，对不对？各位坐得住吗？钓鱼啊？所以我们不要攀缘，随缘啊，不攀缘。他要好，他要坏，是他本身的事啦。我们只善告，告诉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就可以了。那他不听，我就不用再说。你再说呢，这个叫故人怨。还有吗？还有一个问题，往与方向有何不同？当考验一再出同样的考题时，都告诉自己说下次要考过，但考验一来，总是站不住脚，无名一来都过功了。那请问学长师要如何破除障碍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那个习性啊，非常的强，非常顽强。那我们在这个定下决心的时候就不要犹豫就是一定的要去见。所以在自己啊对自己佛性啊没有那个信心之前，那个整个虚空呢。它不是呢真空，它会变完空了。那完空状态之下，就是我们佛性没有认识，没有把它启发，没有跟空间呢融会，没有到达天人合一所以那个努力的方向，就是基本功观念放下，因不生的要做。做了以后整个虚空它就不是完空了。它是真空，真空空中不空，就是我佛性在。然后妙有没有形象，真空妙有就是真正的实际我们那个实相的状态。那佛都一直鼓励我们追求实相，真实的形象就是真空妙有，就是没有形象，可是可以很切的体会，不急不离。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不急不离，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那个志向，不能说每一次一到了为了某一种这个观念呈现的时候又破功了，它会恶性循环了，然后经过个10年还一样嘞破功，不会进步。
可是只要你熬过，熬过一次，能够呢，不管在怎么样的痛苦状态之下，你要熬过，你熬过一次啊，然后以后啊就很顺遂，就会啊都完成自己啊想达到的那个愿望，所以一定要坚持，真理就是真理，你只要熬过，他没有说不能克服的啦，那个不能克服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不愿意克服啦，一苦了没有利益，不克服他还有既得利益啊，对不对？所以要能够熬得过去。还有吗？没有了可是还10分钟呢。都不问了吗？这个友谊要必问，所以尤其我们研究到《楞严经》啊，各位就可以了解，不是吃豆腐啊，是不是吃豆腐？不是很容易吃这个吃稀饭啊，吃豆腐啊，都很好吃。可是楞严经啊，就是不一样。那个佛讲明心见性啊，就只有这一部经，剩下的都不是讲明心见性。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它的困难程度。可是当我们了解以后啊，它是很容易啊。所以或许都会讲白话，它很白话，我们不要把它复杂化了，能够呢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要掌握住，所以观点那个重点所在啊，我就讲不急不离，不注意形象，可是也不离开形象，就是这样两边啊能够互融。能够融合，这个角度才是比较困难。还有那个山河大地啊，是我们真心佛性啊，这个以往我们都很少去提到。所以认为那个是外法，外面的万法，怎么会是我的真心佛性？所以就障碍产生。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体谅。万物啊，原来是一体。那万物原来一体啊，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心啊，我们就不取舍，没有喜欢讨厌啦，不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它都有那个延续下来的真理。所以我们只要都了解原来凡尘。我们还没有应对之前啊，那一种状态叫做中道。那我们应对啊，是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善，坏的就那就不好了，就是恶。那两边啊，我们容易住相，那就产生了我们的行为啊偏差，跟真理不同。那跟真理不同了，我们就一定在六道受苦。那受苦了，一定迷惑又产生，就这样恶性循环，那就没有办法脱离。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研究，而且我们这边不管 DVD 啊、MP3、CD 啊都很充裕一定呢要看要听，你听久了很困难，也变得很容易对不对？一直听，反复听北部的前贤也是这样，整天连那个阳台都没出去整天就反复一直听听了10几个小时这样连续的好几年都这样，所以现在都出国去办道。我说你研究透彻了出去带人就正确。可以使它呢从内心产生
自己啊相信啊自己可以成佛，而不是希望了。我们是从内心产生说，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一定成，这样才可以哦。不是说希望成佛，希望很渺茫嘛，对不对？所以要从自己心里面产生。那心里面的产生啊，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或许都一直告诉各位，只要你这个精神收回来，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那个放不下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他在成佛的啦，是不是很容易？不很困难嘛，对不对？这个比我们挑100斤容易了，对不对？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是看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因为起心动念太容易了，所以做起来啊就要一点专心，很专注的做。一起心动念马上知觉，他马上知道我在想什么。他马上去研究为什么会那样想，是我内心里面想得到什么。我们把那个原因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改变它，去消除它。那改变消除了，从内心根源做起，就可以清净。一清净就回到佛性本体了。那时时刻刻都回来，那个叫回头是岸，已经到清净的彼岸，很容易啊，对不对？只剩下肯不肯做，还有问题吗？还有5分钟，要问才会哦。我们这边状况呢算很好，因为在北部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要2、3年以后他才会稍微有一点认识了。那我们这边都不用了，或者听这个浅显一说，9个月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大概多久可以啊？各位都对自己信心都不够，到现在都还不敢肯定呢，是不是这样？是安呢。很重要。假如说对自己因为我们那个儒家所说仁义礼智信，信集中。然后统四端兼万善，所以那个信不是相信外面人家讲的话，外面的事情那个相信都很小，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你相信了，它可以统四端，仁义礼智都从信出来，统四端，然后可以兼万善，所有万善都要有信，相信你自己的佛性。你做出来才一道，都是要相信的。可是我们对自己佛性呢，都相信不够。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就是佛。我们敢做坏吗？敢想坏吗？连想都敢想，对不对？一想我是佛呢，没在想这，对不对？你看对自己要求就很高了。我们只要能够按照我们自己那个相信的程度去做，你相信可以成佛，就是可以成。那所有一些脾气毛病都是小事啦，一改就改过了。可是假如说你既得利益不肯放弃，就很难改，对不对？要改掉的话，要跟自己作对，是不是这样？本来都生活都好好的，一改以后都乱七八糟可是了解到了，
痛一时，不要痛一生一世啊，这个不痛的话成不了的，所以要努力，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2分钟，再一个问题，有没有？上个礼拜不是有罗大天要问吗？不见了哦。他那个传真过来说不用问的，我都知道答案的，是不是这样？有时候一讲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都来不及下课。这个都不问的话，反而1分1秒都很难过。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谈师、各位先生，大家好。我学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生给获几位学讲。我们呢讲到第几页了？41的下面吗？41的后面。41的后面啊。翻过来的。小字的。要讲底下的小字的地方。无邪这边吗？佛慈哀慕，讲到那个大字的哀慕在讲底下了。讲底下那个佛慈安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很慈悲啊，安慰厄难呢以及大众，知道呢那个神粉轻便而不安，思虑畏惧而不定。就是以往所知道的、所守的都被佛已经呢破斥了那所守的已经失掉了以后这个身份不安，然后思虑不定就讲说知善男子，汝等呢不必惊疑不畏，就是不要呢惊疑跟恐怖畏惧。无上法王这个佛就是无上的法王在法之中呢自由自在是佛成无上道为知法之王。那么依法能够呢自由自在是真语者实语者所讲出来的话呢都是从不生不灭的佛本体这个生花真语实语实相的语言那个真如的语言如所如说就是呢讲出来呢都是从真如那个角度说的如所如说如则就是依也依佛所证佛呢已经呢修正了真如实理而说，不狂不妄这个不狂妄，不呢欺骗众生，也不讲妄言，非同呢那个外道摩羯里所说的4种不死那个摩羯里就是印度很有名的6个外道里面的一个他的名字摩羯里他所说4种不死他的内容呢就是讲异变异恒1种，异生异灭2种，异有异无3种，异增异减4种这4种都没有这个决定性就是呢两边呢模棱两可所以皆持两可终无决定，是为4种不死搅乱的论议他讲出来的那个观点不确定。
那么金无啊，世见呐，这个灰无灰见呐，这个无世见，无灰见，没有世，没有灰，世跟灰啊，双全，就是没有是灰了，是灰已融成一体。那么启同呢，比呀不实这个论义在，已经呢跟那个不实的论义啊，已经完全不一样。那么此是啊佛言可信，佛讲的话呢可以相信，不必啊惊疑。汝弟呢思维，就是要这个正思维，就是要走入啊那个真理的领域，无天哀慕地呢就是第十，思维啊就是八正道之中正思维。如来呢要阿难呢从稳慧，然后进入啊思慧，而起修之本，能够稳思修，三慧全部都记住，慧教义啊乃用呢这个四心，我们的四心啊就是啊一直啊无常变化，认识的心，那个是啊始以生灭的那个心思这个思量分别，用四心来思量分别，所以我们在凡尘啊运用，那我们走入啊真理世界啊就不这个样子，故加呢一个地，地字啊就是啊表示说跟我们平常所用的不同。那么天则孤护也，无天哀慕啊，就是不要辜负哀心的仰慕。那么事实这个文思势利法王子，法王呢就是佛，法王子呢就是菩萨，那文思菩萨呢悯之示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叫示众，怜悯啊这个示众。那么在大众呢即从做起，这个文思呢这个菩萨就即从做起。那么顶礼佛祖，合掌恭敬呢而拜佛也，就是那个祭祖那个礼仪向佛这个说，世尊此之大众不悟如来花明两种经见色空是灰是义，这个是跟灰这两个，然后呢这个色跟空我们那个经见色空是灰这两边那么底下呢就讲内容，说世尊肉此前眼显现在我们眼前完成的一些景象这个色空等这个等相，这个色呢就是形象，空呢就是空间这一些形象。肉是见者应有所指假如说是见应该呢可以指用呢手把它指示出来。肉非见者应无所属假如是见可以用手把它指点出来，肉非见呢应该我们看不到所以是见非见很鲜明。而今不知是义所归，现在呢不知道这个义理它的归去是怎么样的结果，故有经部所以阿难及大众有这个经部。那么非是仇习他们不是呢仇习就是往习善根呢轻先就是呢善根很少没有累积善根往习善根很少善根很少就是对这个比较深的道理不容易了解，不容易进入。那现在已经善根累积的比较多了所以呢不是仇习那个善根很显那个显就是很少的意思。那么唯愿如来呢大慈发明就是呢把这个里面的真理这个发现明了，讲得透彻。此之物象
以此见经啊，言是何物？这个物象，物的那个形象，跟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见经，它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以其中间无是非是，就是没有是非了，在这个里面无是无非。那么文思的意味呢？大众所以这个皇室失守，只因呢不悟如来两番的审问，特为发明经见之以色空。经见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色空就是外面的这一些形象，是义以非是两义。是义即无非见之意，以无非意是。那么非之意即无是见之意，无是见，无非见。若此色空等相若是见者应当呢有所指。那么因何无是见之可指？就我们看到没有办法这个用手把它指点出来。那么若非见者，应当呢无所足，就是应该是没有看见，看不到。那么因何又见色见空？而今呢不知失意所归，故有进步。那么此众虽然有漏，那么非同从前往昔善根很轻薄，很短少。现在呢又肯回小向大，把那个小的那个心已去除掉，要向那个菩萨发大心向大圣方面努力。那么愿佛大慈安悯，发明物象是以见经言是何物？是什么东西？一中呢即无是见，又无非是见。这个无是非两个。那么佛若发明则大众既知是意所归，而经部自然就熄灭了，就没有了。那么佛告文思及之大众，这个佛呢就跟因为文思出来请问，所以佛呢就告诉文思以及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以其自治三摩地中，就是十方的如来，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么十方的如来，就是说明所有的一切如来，以及呢大菩萨，菩萨一个大，表示他已经呢跟如来差不多位阶了。那么在其自己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之中，自治三摩地。那么三摩地就是正定，在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的定之中，现以见言并所想象，如虚空华，本无所有。就是我们能见以所见，见以见也我们能见跟所见的完成所有一切，以及我们所想象，这想就是念头，相就是形象，我们所有的念头以及形象，好像虚空中的花，本来就无所有，所以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所以我们了解，在我们自治的三摩地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正之中，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没有念头也没有形象。所以这一些能见与所见，念头跟形象，都好像虚空中的花，它本来就没有，本无所有。所以我们看到佛经里面佛都时常用虚空华来表示凡尘的万象万事。我们凡尘的万象万事呢，都好像虚空中的花，它本来就没有。可是我们呢，
都把万象万事啊看成是实在，这样呢是差别最大的地方。所以佛都一再的讲，这一些啊，都是空中的花。那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虚空中的花？就是我们眼睛啊，眼睛有毛病啊。那假如说是清明眼，所看到就是清明空。那清明空啊，就是啊不生不灭的正定之中，什么都没有。那个呢，就已经啊回归到我们的本位。这样了解吗？是有一点深啦，所以或许刚看我们把那个在北部所讲怀海师讲那个顿悟啊法门，已经呢记下来了。CD 啊有8片，然后MP3 啊只有1片。假如说家里有 MP3 的机器就可以拿 MP3 回去听。1片就等于是8片的 CD。那假如说有车子啊，这里面的音响部分呢都是放CD， 那就可以拿 CD 回去听。因为蛮详细的说明。就好像我们那个之前由形而上谓之道。那个内容啊大概有一点类似。那么也是在讲我们完成的万象万事啊，都像虚空中的花，都是不实在的，都是假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住相？就是因为它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很容易住相住相以后就会产生喜欢讨厌。那有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行为动作，有些动作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那我们的受苦都是多余的，都出来的啦，本来都不用。为什么？因为都在变化。那我们住相了以后其实外相已经变化了，可是我们住的相是在旧的形象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住相的相它还没有变化，可现实的形象已经变化，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一观察以后原来外相是无常变化，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努力就是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就是把所有凡尘的妄都已经能够放下。妄就尽了，妄尽真就显所以真显的时候就一念不生。那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呈现所以我们为什么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要使我们的本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整个呈现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说，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的身体就很重要因为善恶都依附在我们身体。那我们身体一口气不来，我们就构身。构身就是又变化一个身，呈现在凡尘。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构身就看我们在凡尘的所作所为我们都行善构的身可能就是气天神仙就是王爷马祖那个陆游神、夜游神，还有山神、土地不是很多吗？现在我们那个都已经起价了。有没有？全省都很疯狂而且都在这个想那个等于是说凡尘的一种循循善诱了启发我们向上向上向善那个心能够启发。可是呢要到我们研究心理心法，要到了解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还有一大段距离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可以说
那个起价里面的大概100万分之一啊，100万人我们是一个，能够研究心理心法大概只有一个，那呢要去跟那个起家的一起，游了很长的路，对不对？要几个县市很疯狂啊，尤其钻到那个神教的那个底下，就好像那不得了了，有没有？有没有不得了？没有啊，我们都知道没有啊，所以在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心理心法的那个过程呢，我们自己就是要很笃定的相信自己，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呢1秒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身心，只要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已经呈现。我们成佛呢，就是这一个真心成佛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有研究心理心法，就不用进入6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不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我们在凡尘的所作所为那个善恶就会推着我们在凡尘的现象。那么在凡尘现象就是够深经过一个身这个老的身生理机能已经到尽点了就不能用了，然后呢再换一个身给我们用，就是又从小孩开始，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假如说有行善那个还理想，可以当7天神仙。那作恶就落入3恶道一进入6道轮回那要了解到心心法那更困难了，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上天大开普度有9道，都已经知道这个道的那个殊胜，道的贵可是我们想一想看一看我们求道者10个里面有没有一个研究心理心法？都还不可能有，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一种错觉，就是在形象很努力，然后以为说形象就可以让我们成道，可以让我们成佛。那我们回观所有的历史，所有成仙做佛的他们的过程，有没有一位仙佛是从事是从相从事相成道成佛的？绝对没有一定要从心从性，从心性心见性，然后呢努力修持，才可以成道，才可以成佛。那我们就已经摸到边了，有没有？有。摸到根能先做佛，摸不到根就瞎修行。老千师长讲这个话，那我们都是摸到根了，有没有啊？有。我们能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很切实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本体，让我们都体会到所以我们一定在日常生活之中尽可能的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尽可能的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把我们那个慈心整个呈现。慈心就是道场，慈心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还要进入身心，还要进入大悲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可以掌握。现在只是对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人口了解，只是了解而已还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把权柄交给佛性本体，是不是这样？是。那我们要自己努力，这个别人帮不上忙都一定要自己努力只要我们时间越来越久，就可以进入身心，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最上乘的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我们都可以回归到本来我们都可以回到本位的只要看我们有没有心，然后有没有实际去行持。这个光讲光听是有用的一定要做做又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很容易的只要心收回来，能够回光返照照见我们自己那个佛性本体，时时刻刻都跟自己的佛性本体在一起，然后跟我们自己佛性本体修道，把所有脾气毛病都去掉。那个佛性本来没有，可是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都养成习惯那个习惯性我们要把它去掉那一些都不要然后我们秉性就是我们在凡尘落入凡尘被五行约束的那个秉性我们要认识，要知道不被那个秉性暗示，不被秉性左右。或许都有讲过说我们假如说早晨遇到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他跟我们讲说我们怎么脸色那么难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然后整天我们都被这一句话影响，然后我就转一转真的不舒服那个叫秉性有没有？会不会这样？然后同样的情形过了一个几天遇到同样的朋友跟我们讲你今红光满面，遇到什么好事本来没事听他这样一说高兴得不得了那个脚步很轻快，有没有这样？这个叫做秉性就是我们不知不觉落入五行的那个约束，五行把我们控制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不管人家怎么样，我们呢都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不会受影响，说好说坏不关我的事，这样知道吗？会不会做？蛮困难不知不觉都会受别人影响别人讲好话高兴得不得了别人讽刺了气得不得了那个都不可以自己没有主宰。那我们一定呢就是要当自己的主宰，能够主宰我们的身心不要当低头族现在不是很流行低头族吗？有没有？你这个坐车的时候或是呢看到人那个手上有那个手机然后那个左撇右撇，然后上撇下撇，有没有？他都投机的有没有？他是不是那个他手上那个机器控制了？我们是在控制机器呢，还是机器在控制我们人？我们是一个主宰者，对不对？可是现在尤其或者在北部做捷运大概这个10之5、610个里面5个6个都低头族了，然后一滴滴的左撇右撇，上撇下撇，很流行他坐过头了都还不知道下车。那个听公司说，
没关系的，你坐过头了哦，下车到对面坐回来不收钱的，坐回来就好了。可是我们哦了解到，我们已经哦被那个机器控制了，我们都变成行尸走肉，有没有？哦，有一点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不要被机器控制，我们要控制机器，这样哦，听话，这个所有外境都听佛性的话，连身心都听佛性的话，佛性在指挥啦。所以当我们一口气不来，佛性就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叫真空妙有，已经天地能够融合成一体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这个一口气不来业力又把我们推到完成又现象了，这样不好？不好又是要一生要错了。那我们回想，我们从小孩子一直长大到现在年岁也算蛮多了，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不好对，我们再来一次不要了都是苦汤受苦的啦，不管是再怎么有社会地位，怎么有钱，一样还是受苦啦看看我们今天还蛮冷的，冷不冷啊？天地热，我们要受热；冷，我们就要受冷。天地煎熬，对不对？我们这边还好啦，这个四季都如春，不像那个零下52度，那会冷死人的。然后热呢，哇，又热到40几度比我们体还热。都要受天地的煎熬，免不了的啦。所以我们只要有现象，都是受苦。那要没有现象，就要像老子所讲，为什么会在凡尘受苦？就是有身体即无身无有何患？就没有灾难没有身体就没有灾难。可是没有身体不能自杀啦。现在很多人看不开都烧炭自杀。那个警察讲说那个烧炭死亡一点痛苦都没有，就是在睡梦之中就走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选择烧炭自杀。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自杀呢，没有把问题解决。我们到凡尘就是来还债你债都没有还完呢，你就逃跑了，你的债务谁要替你还还是你要自己还呢？所以你现在一自杀了，先到枉死城去关到你的寿命到了，才从枉死城出来到哪里到地狱。然后在地狱又看你在凡尘所作所为又要受一层苦，然后苦受完了又要到凡尘来现象，又来还债这一下子这个力上加力那个债务高了，来的时候更苦了因为有那个自杀，就是呢暴力像面对自己来了以后那个性温之中又有那个种子在，又想自杀了，这样呢恶性循环好不好？不好有一生一世他就会丧失人生，就变成三恶道了所以要知道我们要面对有什么问题一定要面对，都可以解决的啦。凡尘事嘛，都是小事，凡尘的事都不是大事
大士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是大士。那我们一定要从佛性本体进入对佛性本体透彻的了解、掌握，要它来主宰我们的生活，不能呢被身体左右，不能被六根这个牵着跑。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六根在当家了，对不对？我们六根蛮厉害的所以或许要鼓励那个我们讲第3的 DVD 3、4、5、6、8都是在讲六根的生灭跟不生不灭。各位有没有这个详细的听啊？哇，无一个甲我用等于都拢无用。回家了以后很忙，做什么赚钱？赚钱做什么？吃饭。吃饭要做什么？生命延续生命延续要做什么？要享乐对不对？对所以一定呢要了解我们六根呢有生灭的一面，有不生不灭的一面。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启发不生不灭的来应对，完成万事万物，这样就已经走入真理的领域。一走入以后，我们会习惯那习惯了以后我们就会把凡尘事看得很淡。那么只要对凡尘事看的佛性就会重视。那么重视佛性它就有力道。佛性可以指挥我们所有的言行动作。那言行动作呢，都听佛性指挥，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解脱了。所以解脱要靠自己不能这个靠外面靠仙佛。仙佛可以把我们解脱吗？不可能这个那个悲就是拔苦。那我们所造的业我们自己要去承受。佛菩萨都不替我们担业他只有告诉我们不要造业。不要造业苦都已经拔掉了。所以只要我们不造，就没有苦可以受了。那我们造了以后要逃避也逃避不了。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只要造了业一定要受苦。要接受果报。所以因很重要，才有说呢，菩萨呢为因，凡夫呢为果。菩萨为即原因我们凡夫做的时候不管3七21，做了以后才这左看右看，会不会有人跟着我害怕果报。所以呢，我们在因一定要注重。所以我们这边呢特地讲说呢见理见言。见就是能，见言就是守，能守。那么能守以及想象好像虚空中的花，本来就没有。所以清明眼看到都是清明空。那我们一眼见空花，一眼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各位有没有看到空中花没有看过或许不是教各位嘛你蹲下来5分钟，然后突然站起来向空中看，看后会看到什么？每一个人看到都不同这个看到满天星满天都是很大的细菌在钻可是记得最大的旁边要有东西去扶着，不然会站不住
所以了解都会看到。那当我们看到啊，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是我看到啊，有啊，就真的空中有花啊。空中会有花吗？不会有啦。可是我们就看到有哦，所以佛都讲哦，说我们完成的万象，完成的万事啊，都是空中花，空中的花都是假的。可是我们众生都把这一些当成真的，他就助讲，哦，他就产生喜欢讨厌，哦，延伸很多问题了。哦，那我们了解，哦，都是假的，如所有，没有啦，哦，没有能，没有所，哦，那么假，哦，就解说啊，正显呢，真心呐，觉知对待，唯是一真。我们的真心呐，没有对待，没有两边啦，没有是，也没有非，没有是非啦。那我们完成啊，在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是非？有没有是非？那我们把是非看成真的还是假的？都是真的哦，哦，都面对它，然后哦跟人家争执，有没有？人事摩擦都从这边出来，对不对？这样我们很聪明还是很愚笨？哦。可是我们哪个承认是笨？越会争执的人哦，越聪明，对不对？都勾心斗角，哦。所以假如说不会勾心斗角，一定被人家笑，哦，为什么那么笨？所以我们台湾那个俚语啊，哦，讲得很好，这个很愚蠢、很笨的话哦。就能够当神了，对对，然后呢，你太聪明哦，很奸诈，就要当鬼，对，所以我了解哦，我们那个台湾俚语啊，都是那个老一辈的经验谈，因为啊，很憨厚的人啊，他就是不会害人，所以呢，他接近了那个神的那个地位。当气天神仙，能够当呢王爷妈祖，当土地公，是不是他们都心地很好，才能够当啊，都有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个福报，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都是守的本分，所以我们了解说，真心啊。没有两边，没有是啊，没有非，觉知对待的，唯是一真，就是一真法界，以明啊无是无非，没有是非，若有是非呢，则非啊为真，就不是真心了，真心没有是非，然后十方如来已经证悟啊，极果。就是佛呢就极果，已经到达顶点的果位啊，佛并极大菩萨。那么由此大这一个字啊，非但呢二圣啊，结分，就是二圣没有他的份啊。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了，了解吗？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的程度啊就比较低，所以他们没有到达那个呢那个自治三摩地，就是还没有到达不生不灭的定，就是佛性本体的正定之中，所以还没有份呢，这样了解吗？然后我们呢知道说这个楞严楞严经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经典，讲的度都很绝对，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就要很那个恭敬的心来这个探讨，来了解因为它带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本位，带我们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即前教菩萨呢，亦所不能。那个前教，前就是方便。那前教菩萨呢，就是他有菩萨的名，可是还没有证悟到菩萨的位阶，叫做前教菩萨。这样了解吗？只有朝那个方向在努力，可是还没有证悟，叫前教菩萨。那么显示佛及圆顿菩萨的境界，圆顿，圆满顿教，从凡夫地直达佛地。所以或许有拿那个淮海禅师的那个顿教法门，顿悟的法门有拿那个资料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在研究楞严经就没有机会讲说它的内容。他在北部或许有讲，他有把它录音下来，就已经记下来了。等一下各位下课的时候可以带回去听。有 MP3 呢就拿一片了，MP3 的。他假如说没有是只有 CD， 那你就拿8片，1、2、3、4、5、6、7、8片，CD 有8片，都很多，或者都鼓励都会拿。我们这边呢可以说这个得天独厚了，我们侯老师对这边特别偏爱，所以我们要资料都有。只要我们肯研究都有。是六祖坛经，是 DVD， 是 MP3， 是 CD， 是道德经，是金刚经，是楞严经，全部都有。是希望各位也拿回去给亲朋好友，不能吝啬啦，不能自己好了就好，自己好了就好，就叫阿罗汉。就叫必知佛啦，那个叫做二圣。那我们要当佛当大菩萨就可以在那个自治摩地中就可以清明眼，然后呢见到清明空。那么自治三摩地中即是自觉圣智，自己已经觉悟了自己就是圣人。就是有圣人的智慧圣智。那么常住于首楞严大殿。首楞严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叫首楞严。我们住在首楞严大殿。所谓的罗伽常在定，罗伽就是龙，龙定就是最大的定。龙能够兴风化雨，有很大的变化。差别呢，就是龙在修持时候不守戒律它的功夫很大，所以那个罗伽定，无有不定时，时时刻刻呢都在定中。那么此定非同前小，就是前教菩萨以及小圣有出有入之定。我们定有出定有入定。有没有听过？入定了，然后出定了，有没有？我们凡尘一打坐以后就进入入定，然后呢你在他的耳边那个手这样一敲的时候，他就出定。怎么看大家都愣住了？所以你在人家已经入定的时候你要请他出定你就在他的耳朵旁边这样会不会？会不会？会这个就请他出定了。有出有入那个就不是大定了。大定在行住坐卧全部都是定，行住坐卧都是定不用也不用出是以耶自住，自己住在这个本地风光
即自治本地风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假修为造作，那个假就是戒啦，不戒的修为造作，所以我们了解它本来就有的，自性之中本来就有。那么见与见也呢，并所想象，如虚空华本所有，所以自此定中呢，内脱身心呐，外移世界，就是我们这个里面呐，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呐，已经都脱离了，脱根脱尘，离身离见。或许有带那个如是我闻，有那个书面资料，还有讲解，有没有？那个就有讲脱根脱尘离身离见，有没有？我们的佛性就是这样，脱根脱尘离身离见，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存在，很超然，所以叫不可思议，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议论，不可思议。那之前呢，我们有讲说不可思议怎么体会，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也不着亦空，不着非有，也不着非空，那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啦，讲不出来了。确实那都有讲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个就叫佛性的奥妙。佛性非常奥妙，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去思想的，不是嘴巴可以讲得出来，所以不可思议，所以内脱心外移世界，把外面的世界都遗失掉了，全部都摒除了，身心没有，外面世界没有，所以根尘世六根六尘六世个不能为碍，就是不会障碍了。我们的佛性就那么的奥妙。见即能眼见分，见眼即手眼六尘的相分，有能见有所见。那么病则就是即，想就是六识的妄想，相就是六根的真相。那么此三六18界一切的知法，凡人外道，内执身心为实我，外执万法为实法，记住我法二执，我执跟法执两个，那个全教菩萨以及小圣法执坚固，他执着法非常坚固，乃至实有身心世界。那么佛及圆顿菩萨了知遍计本空，依他如幻，比喻如病目所见之空华。我们有三个，一个遍计执一个依他起。那么遍计我们就是看到形象以后就是计谋。遍计它本来就空的，那依他起就是因缘际会都是幻，所以有一个叫做缘成实，缘成实性那个才是真的。遍计执跟依他起都是假的。所以佛就讲病目我们眼睛有毛病了，所看到的空中的花从缘而有，它没有本性所以本无所有，本来就没有的，非作故不是有所作为才没有，本性
无故，本性本来就没有，本性之中都没有这一些片剂呀、依他都没有，都是缘成实。那么灰带呢？病愈花灭才无，不等待我们眼睛的病已经好了，然后空中的花已经消失了，才没有，不是。即正当呢病也见空华的时候那个华本无有，那个华呢就花，在经典里面这个花就用华来讲。那么此即当体即空，就是万象。我们看到万象时候万象的当体就是空的，不真，都是假的。那么佛说此段呢，前世知圣圆观大定，就是所有的成圣的那个圆观圆满的观照整个佛性本体的大定。那么修行人切悉研究我们那个真心，若能常住此境念念不昧，成佛何以？绝对成佛了，不用怀疑。那么此见即言，言是菩提妙境明体，因何于中有事非事？这个能以及手，此见即言，本来就是菩提妙境明体，就是我们能见的以及所见的，本来就是佛性本体它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为什么在里面呢？有是非呢？就是没有的意思，没有是非。所以达妄即真，我们通达所有的妄，妄全部都通达了，就已经进入我们佛性了，就是真。了达能见的见分，以及所言的相分，能守当体即真。所以这个又进入一个比较那个绝对的那个部分了。所以能见跟所见，能见所见都从佛性出来。因为能见的就是佛性本体，那所见就是佛性所呈现的万象。那能见跟所见是不是一体？所以达妄，我们通达妄，全部都是真，这样了解吗？很不容易对不对？因为前面一直都给我们否定，可是到后面一些肯定的，所以要了解说佛讲经说法的奥妙，先让我们不住相，不住相了以后很容易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进入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万象，原来都是佛性本体所生花。那既然是佛性本体生花，那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哇，不敢回答，这一下回答说真的不对，说假的又不对所以就是了解到达妄即真，就是融相为性，融化，万象都融化，都变成佛性这样了解吗？万象都融化变成佛性，这样万象是真还是假？都真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开始修的时候，把万象当成真，可不可以？就不可以因为还没有到程度不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有层次啦。之前或许来讲，说我们
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那直心成仙，然后有身心，有大悲心。后来不是有讲，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有没有？那我们开始讲司机而龙现，我们能够体会吗？完全不能够体会，对不对？可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身心大悲心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司机而龙现？司机就是在家里面安居啦，龙现就是神通万物啦。我们可不可以神通万物？当我们身心大悲心的时候有没有神通万物？都是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就是已经有程度了，有程度以后我们在家里面安居，我们神呢，可以通达万物，万物都是真心，是我们神通万物，这样了解吗？可以淹没而雷声，淹没呢，淹就是生烟，没就是静默。不讲话，为什么会打雷的声音呢？就是你表现出来全部都是不生不灭不现本体，那一种德性很感人，就好像打雷的声音那么震撼，所以淹没而雷声，这样能够了解意思了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听到这个的时候可以说菩萨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听懂了懂了没呀？就了解意思。原来有这么深的程度让我们追求。我们可以进入慈心、身心、大悲心，可以到达司机龙现，淹没雷声，神动天水。那个神动就是我们意念一发动，天理都跟着。我们一进入到身心大悲心，是不是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天理跟着？有没有？我们现在就可以体会说原来有这样的含义在。可是我们刚听到的时候完全都不了解，对不对？现在已经虽然不是很透彻，可是已经有轮廓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要研究一定要努力连续的听，只要你听熟了都很简单很容易啦。那为什么说很深？都没有接近没有研究，就会觉得它很深当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的。各位浅浅成佛容不容易？只要我们有心都很容易，对不对？所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心了，都很容易的。假如说我们只有听一次就不再听了，那就很困难，因为不熟悉就不会去实行。那不实际的去做的话它不是我们的一定要实际做了。实际做又不是很困难，对不对？或者都讲要我们去挑担子100斤可能真的很困难，对不对？要我们万缘的放下真的很容易，是不是这样？那个很轻松了，万缘放下，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不复杂了。我们平常都使自己的头脑很复杂，越复杂像越聪明。
可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假如说头脑越复杂的话，离佛性啊就越来越远，它越简单的话，就越容易接近了，一清净了，就恢复到本来。所以达望啊，即真，了达能见的见分及所言的相分，那个见即相，见就是能，相也就是所，能所，当体啊即真，全部呢都是真，前面呢让我们明了，万象啊皆妄。故啊，比喻啊，好像空中的花。那么这一段呢，明了一性啊，言真。我们这个因法界，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一性呢，言真，故曰菩提。我们的佛性就是菩提，就是觉。那么此能见之见经啊，即所言之物象，所以无是无非者何也？为什么无是无非？焉是菩提妙境明体，不假修为，不借着我们修为，不修，它当下就已经是了，本来自妙。我们性本体本来自妙，不用洗涤本来自净，不用洗，它本来就很清净的，很干净的，不但呢，楷模本来自明，灵光呢毒药，我们那个佛性灵光，毒药，很光明的，既是一体迥绝是非。就是没有是也没有非，都已经呢跟是非这个说再见了。故还显之曰：允何更有事件以非事件也？就是没有没有事件，没有非事件。此即无事无非之所终，谓之相终归于一线。把万象万事全部都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十方显见都是要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显现出来。先开始让我们都不想了解真理，然后后来才以这个性来融讲，融化所有万象。所以佛又跟文殊讲说：文殊，吾今问汝，汝闻思更有闻思是闻思者，谓无闻思。这佛跟文殊菩萨呢这个讲说，我现在问你，好像你文殊还有一个是叫文殊的吗？还是没有？没有文殊。这个地方各位了解意思吗？不了解这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对不对？我们有姓有名可是我们知道姓名是给外人叫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身体他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然后取了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我身体？名字跟身体一不一体的？是一呢还是二？所以我们了解身体是身体，名字是名字啦。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讲说，我现在问你好像你文殊这个身体这个本体，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文殊的吗？还是没有一个叫文殊的？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就是这个名字跟身体已经分开了。
文师啊，就是我们称呼那个智慧第一的，对不对？啊，他有一个本体在，然后我们在讲文师的时候，是不是啊？在称呼他的名字？啊，是有一个叫文师的吗？还是没有一个叫文师的？有没有？还真不容易回答哦。有一个叫文师，那是外人在叫了。在叫的时候啊，代表说这一个人，而他不是啊那一个人的本体。这样就比较了解了哦。那个名称啊，就是一代表，不是他的本体。所以文师啊，他智慧第一啊，听佛这样一问，他就回答说如是。如是啊，就已经知道佛的意思啦。是真我真文师啦，我就是那个文师的本体，没有一个文师啦，没有一个叫文师的，这样了解吗？不容易哦。像我们有一个名一个姓名嘛有没有？那我们的姓名跟我们的那个身体呀，合不合得起来？我们在生活之中好像把它合起来了，对不对？可是在真理之中啊，身体是身体，名字是名字啦，它是两回事，知道吗？是两回事啦。为什么？因为我们前一生前一世啊，一定不是这个名词。那我们下一生下一世啊，一定也不是这个名词。可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轮回啊，前一生前一世有，下一生下一世也有，都有这个身体的呈现。那名字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来了解，说名字跟身体啊是两回事。安尼听有无？好像本来就清清楚楚，和你讲一个无啥啦。所以文师呢，就回答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真文师啦，我就是那个本体。然后呢，无是文师啦，无一个叫做文师啦。所以故若有四者啊，则二文师。若的话就两个，文师就变脸，就变两个文师。然我今日啊，非无文师，无是无非。”这样了解吗？没有是非啦，文师就是一真，然后呢，名称啊，就有是非啦。再讲下去更不飒飒了，所以点到为止，这个点到就好了，所以呢，这个疑中呢，实无啊是非二相，这个结论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没有是也没有非啦，没有是文非，没有非文师，没有是文师非文师，没有这样的。借文师呢，为比喻啊，以明啊一真法界本无呢，是非二相，没有是非呢，两个形象。文师呢，比喻啊一真之体，一真法界啊，就是只有一体。那么更有文师是文师呢，这个手是剑啊，跟挥剑，一真啊。没有是非，那文师呢？是一个大智慧啊！一听到呢，释迦牟尼佛一讲了，就能够领悟啊！所以就回答：我本呢一个真文师，以我真文师的份上呢，并没有那个换作是文师者。若有一个换作是文师的话，则成两个文师。而一真体就不能这个成立。那么一显这个意思就是显现，
一体的分散呢，更不能收拾收灰。所以此事非对呢，非收拾即对本体来讲，若说有事则有对待，而非结待。结待就是没有对待了，结诸对待。然我今入非无闻之，疑中呢实无是非二相。真如之体之中不胜一法，不少一法，就是没有剩余也没有缺欠。那我的佛性就这样，没有剩余也没有缺欠，无余然后也没有缺少，了解吗？我们在讲说，我们只要呢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那个就是讲一体一真之体。那一真之体里面呢我们了解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没有。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有过去心，然后有未来心，有现在心。因为有三心我们就被三世摄受。过去是有我的，未来是有我的，现在是有我的，要不要六道轮回？都把我们摄入六道轮回了。那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没有，三世摄受我们就摄受不住，没有我可以受了，要不要六道轮回？不用了，没有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就要我们在生活之中努力，别人帮不上忙。我们想过去别人可以帮得上忙吗？我们想未来，计划未来，别人可以帮得上忙吗？我们想现在，别人可以帮得上忙吗？都不能。对，所以这个要靠我们自己不要有过去心，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在心，三心都没有，三世摄受我们就摄受不住。那既然三世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六道轮回就没有份了，这样了解吗？最顺的，对不对？这个法就是不容易领悟了。我们都会想过去被人家欺负，有没有？还记得蛮老的，搞我记的你给他欺负，有没有？要不要记二度伤害，对不对？过去就让它过去就不要想了。不管是风光或是被人家欺负，都过去了，对不对？拉不回来，拉不回来就不要拉。那未来也不用策划，因为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那策划身体要用，佛性要不要用？佛性不要用佛性不用策划，你策划都是有为，有为如梦泡影，对不对？我们进入无为，无所作为就不用。那现在呢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2秒，现在又过去2秒，对不对？很快就过去了，它不住了。既然三心都不能在我们生活之中呈现，那我们想它干嘛？就不要想了，对不对？说三心没有，三心没有就没有四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作者相。那我们在文字比较不容易了解，那或许都用比喻啦，说那个四相。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落入能手，都是四相。我能看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那手看一定差别重生不是只有看一个相，看很多嘛，那个叫众生相。我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是不是四相都来了？然后我能听，我能做，
我能闻，只要落入能手都是实相。然后我们没有三心的，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是不是已经呈现在眼前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万年一念一念万年，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中，就在我们当下。当下具备了万万年，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心理心嘛？就是能够让我们进入我们的本际，本来的地方所在。那我们佛性的本来地方所在，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呢，都是我的法身；整个虚空呢，都是我真空妙有，都是佛性本体。那这样还要分别吗？要不要？分别心没有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是不是不造业？不造业是不是受苦？是不是已经解脱了？所以我们自己努力的啦，这个别人都帮不上忙，要自己努力。三心去掉，容不容易？大家共同，为什么不容易？一定会想，过去未来、现在，都一定会想。只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把三心都去掉。过去让它过去拉不回来，未来不用策划，因为这个我们的身体要用，佛性不用。那现在又不住，三心没有了，三心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就活在当下。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我们不是在讲十四古今不离当念吗？对不对？那个十四十个世，十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各有过去、现在、未来。就已经9世了，再加上我们现前的一念，就10世。那10世的古今、古时候跟现在，就是在一念之中，所以一念就万年，万年一念，在我们一念之中万年也在我们现在的一念之中。各位浅显，300年前跟3年前，跟3个月前，跟3个小时之前，跟3分钟之前，跟3秒钟之前，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有啦，文字差别啦。都是文字差别，都是过去，对不对？300年前也过去了，3秒钟前也过去了，是不是都过去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活在当下，当下呢具备万万年，我们要把这个万万年，就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会不会发生人事摩擦？会不会有头份的事情发生？都不会的，对不对？理不理想？就很理想我们修道就是要这样嘛，很快乐的，快不快乐？晚上睡觉盖着棉被有没有偷笑？要偷笑才对不能翻来覆去这个哀叹气的那个呢就是不如法已经跟真理不相合了才会唉声叹气已经住在形象，烦恼才一大堆了。那我们要了解烦恼有没有体性？烦恼有没有体那我们烦恼是从哪里来我们自找的我们自找烦恼，聪不聪明？很聪明会找烦恼来烦恼。不聪明的话不会找烦恼来烦恼所以我们够聪明的，因为够聪明所以才会走入六道轮回。
很笨哦，就会回归本位，成仙做佛了，对不对？所以要做笨笨的，安守本分，把本来没有的脾气毛病啊都去掉，本来我们落入凡尘的秉性啊，也能够了了分明，不是说去掉，了了分明就好。人家说我们好，不见得好了；说我们坏，也不见得坏，对不对？所以不要管他，是不是这样？不要人家一说了自己就受影响。我们都是那样，受人家的那个语言的暗示，那要了解不要检讨别人。你是在嫌我们这个课太沉闷了吗？加一点音乐。所以这个真如体中不胜一法，不少一法，就是无欠无余，没有缺少，也没有剩余，刚刚好圆满圆同胎虚圆满跟整个胎虚空都是一样无欠无余。那么佛就讲此境妙明，宜之空尘亦复如是。就是我们的见，我们那个生不昧那个佛见本体妙明，妙就是不变之体，明就是随缘之用此见妙明，已知空尘，跟凡尘空间所有凡尘的景象亦复如是，也是这样。是妙明本来就是有体有用，妙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无上菩提净圆真心，都是无上菩提无上就是最上最高的，菩提就是觉最高的觉净圆真心它很清净很圆满，都是我们的真心。然后呢，妄为色空，即以稳定这个妄就是落入现象色跟那个玩空虚空之中那个已经都是妄了就是从真起妄，从我们佛性然后呈现有万象，以及有虚空，跟我们的稳健那个用两个稳健来代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用稳耳朵，用健眼根，用两个来代表稳健就是已经落入那个妄，好像第二月第二个月亮，我们看天空看的都是第一个只有一个月亮，可是我们眼睛把它压了眼睛看了以后就变两个，像我们现在看形象各位呢可以往上看那个我们天花板，你把眼睛一压，然后你看会不会变成两个？可以试验看看，你眼睛一压，然后呢看灯会不会变成一个灯变两个灯？然后有那个莲花，一个就变两个，有没有？那个叫做第二月，是了解吗？只你放手了，全部都是一可是你眼睛一压了以后它就两个就叫第二月。那第二它不真也不假，这样了解吗？假如说是月影，月已经在水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全部都是假，月影就全部都是假。那第二月它不真也不假，这样了解吗？
所以佛就比喻好像第二月，第二月呢，就是我们压眼睛看的时候呈现不真也不假，不像那个水里面的月亮全部都是假，所以如第二月。那么水为是月，又水非月，这个第一个月，什么人是真，然后什么人是假？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两个全部形象都一样，那两个之中哪一个是真呢？哪一个是假？所以这边佛就用这个来比喻啦，文思但一叶真中间自无是月非月，只有一月是真，一个月亮是真的啦。那么一个月亮之中它没有是非，没有是月，没有非月，是于如关键于尘，种种花名名为妄想。所以佛跟文思讲，所以你现在那个关键，就是能观看见完整的景象，种种的花名，就是你发现明了，名为妄想，就是我们在凡尘生活之中一切都是妄想。那么不能于中出是非是，不能呢在妄想之中呢把它呢讲说是还是非，就是我们的妄想之中没有是没有非，已经都是妄了，了解吗？我们凡尘所生活的一切全部都是妄，在妄之中没有是没有非，这了解吗？说了解才奇怪。这个佛一讲就是让我们透彻的知道，说一真法界一真之中没有对待，全部都是真，只要落入名落入相都叫妄，这样了解吗？这个了解就有道理了。那么由是真经妙解明性故能令如痴子非子，就是因为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有那个妙解明性，所以才能够让我们把它指点出来这个是业还是非业，这样了解吗？结果我说不回答才对了，真的大家都不回答。然后我们还剩下还有25分钟，就留给各位呢这个提问。好，请说。好，请说。先悟后悟有前后，性理心法如普经。色教虽有声有色，还是要归于无声色，维护本来。就是开始是性空缘起，最后还是归于缘起性空。请问性空缘起与缘起性空意义为何？那个这个缘起我们就是了解到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的来源都叫缘起，因缘的起头啦。像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凡尘，就是一念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只有一念我们就落入这个凡尘。所以这个呢很微细的一念无明它内容就有3个，一个是业相，一个是转相，一个是现象。所以很微细那个叫因缘的起头。那么开始只有一念，一个念头而已，非常的微细，这个叫缘起。那因缘起头它本来就没有，所以我们知道
哦，那个虽然已经有3个哦那个内容了，哦，那个业相、转相跟现象，它还是没有形象。虽然有那个哦文字啊，可是在这时候啊，哦那个业相，我们念头啊，就是已经啊，哦业已经形成了，我们造业已经形成，可是这个业相它没有形象，没有。那既然已经啊，哦有一个头开始了，哦业相已经造了，那业相既然造了，它就转相。那个转向啊，就是要让这个业相，就是哦因果定理，造了业啊，一定要受果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它的转向，就是把本来的我们智慧之光，就是本来的般若，就转成啊，哦那个能见之见，哦，那能见之见啊，我们都很喜欢，可以自己掌握。可是般若妙智慧啊，那个是佛性本身所具备，哦，那才是奥妙。可是呢，那个能见之见啊，是我们众生呢所能够掌握。那般若啊，它呢，因为是佛性哦生发，所以不容易啊去发现，不容易启发，所以我们对那个转向，就比较在意。那我们到那个现象，就是结案的为色，结那整个啊，那个啊毁灭，我们迷昧的那一种内容，然后呈现那个形象出来。这个时候啊，业相、转相跟现象都没有形象了。那我们就是硬要看，硬要了解，我们到底呀，那个业相是什么样子？就是瞪目发老，就是眼睛都不眨眼，然后一直看我们那个业，那看着业到后来就真正的呈现了4大之首，就是三而大地。所以我们一念无明啊，生3气啊，那个是缘起现空，因缘所起来的，它没有没有那个本在。全部都是空的，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凡尘受苦？其实都是很小，由我们的那个起心动念来，起心动念，念就是业，那业已经形成，我们就是要落入现象去接受果报所以有三而大地以后啊，世界形成，世界形成以后，我们众生呢，就落入现象所以那个时候啊，是境界为缘，然后长6出了6个那个联系下来的那个真理。一个呢第一个就是智相，那个智不是智慧，是我们能够辨别灯是灯，天花板是天花板能够辨别，那个叫相。然后第二个叫做相续。本来我们要了解到或者都讲，我们看电影那个1秒钟它走过16格的底片，有16个底片，一下子1秒钟16格，那16格都是独立的。可是我们一看的时候它16格联系一直下来，这个叫相续，相似相续，相续相。那我们看了这一些相似相续，我们就有执着跟取，执取这样是第3个境界为缘长6出的3个，叫做执取相。然后呢，第4个叫做记名字相，就是已经漏现象就有名称了，所以我们记名字记名字相。然后第5个就是我们已经迷惑就是造业就是起业相。然后我们既然造了业就被业绑住了，业系受苦，业系苦相，就6个智相、相续相、执取相，然后记名字相
起业相跟业系苦相。所以一念无明，然后生三系，然后境界为眼就长六出，所以就有世界、有众生、有业果，这样就相续不断。所以那个缘起性空，因缘所起来有完成的三恶道，有众生，有业果，那个呢，原来都是空的啦。那个缘起性空。所以我们了解说，开始的时候本来是什么都没有了。要知道说，清明眼看到都是晴空，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眼见空花，眼睛有毛病才看到空中有花。所以他问这个呢，导师还问得蛮深的。就是要了解说，缘起因缘的起头都是空的。那我们面对凡尘，万象万事的形成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因缘聚会它才产生因缘消失它就没了，都是假的啦。那我们不要把它当真，只要不当真它很快变化。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缘起性空，因缘所起来的都没有本性各位这样听懂吗？因缘所起来的没有本性，所以性空。好，再问。山河大地前世妙明真心众物，请问朝代的更替、时间岁月的叠积，在真理世界是不是没有存在？时间是不是虚幻如梦？这个问这个呢，都是蛮这个根源，所以我们了解到，在真理世界之中这一些现象跟这一些朝代，全部都虚幻不实，都是假的啦。那我们要知道说，因果是定理，只要造了因一定接受果报，所以才有我们那个朝代的延续，一代接着一代，从前面延伸到后来，这样一直连接下来，都是假的，不止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受苦也都是多余的，多的啦，本来就可以不用受苦。那为什么受苦？因为我们不研究真理，不了解到真理世界，所以我知道我们佛性它没有生，也没有灭有生有灭是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又住相，住在形象，对身体非常注重，对不生不灭的佛性都忽略，所以我们了解我们把佛性拖着让它一直六道轮回，是我们拖着佛性接受六道轮回，受苦都是我们现象在受苦，也都是假的，都不真真的什么都没有，本无所有。我们呢不不灭的佛性本体中什么都没有，很奇怪我们现象这么实实在在痛就是痛，各位浅显假的啦，生灭所以我们呢在修持的过程之中是要去掉生灭，去生灭守真常。那身体的所有一切我们遭遇都是生灭，所以不要看重，我们看重身体一定忽略佛性。那忽略佛性我们造了业佛性要来就是承担，就是一定呢也要跟着我们在完成现象。好，请说。真心是道场，为何还区分身心不心？这个我们要知道说在凡尘的所有一些那个呈现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执心
直心哦，是真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哦，所以啊，这个直心呢，就是道场。那么道场那个道就是佛性本体。那么佛性本体的场所啊，非常宽广，就是整个宇宙空间，整个宇宙空间呢，都是佛性的场所。所以哦，那个直心呢，就是道场。然后直心了以后，我们又研究，就可以进入身心，哦，又可以进入啊大悲心。啊，进入到大悲时候啊，那个大悲心叫菩提心，才可以啊恢复到本来我们本位。那我们直心只是啊认识一个不生不灭佛性的轮廓，一个轮廓出来，整个轮廓出来，我们并没有掌握。没有掌握啊，我们一口气不来，没有办法恢复到说我们佛性来主宰我们整个身心的言行动作。那么要到身心大悲心的程度啊，才可以我们有办法用佛性来主宰我们身心的所有一切言行动作。所以我们知道要恢复啊，返妄归真啊，要经过修持。不修的话呢，就是啊，我们会从真起妄，越来妄就越，那妄我们会这个迷惑，那迷惑啊一定是起业，那造了业啊，我们一定要受苦，受了苦啊，又会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呢？不是别人？他不知道说业是谁在造？是我们自己在造。所以受苦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受苦。所以才有那个身心，才有大悲心。好，请说。《金刚经》有讲“一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和“事来则应，事去则尽”有何差别？那个导师对浅显，这个很重要了。应无所住啊，就是我们心已经都不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心啊都无所住，无所住很宽广。那因为无所住很宽广，怕我们整个变成这个渺茫，变成失掉了啦，就是忘掉它了。所以那个耳生其心啊，就是在无中然后生有。所以那个应无所住啊，就是真空。耳生其心啊，就是妙有。那空中不空，妙有不有，没有相。所以那个耳生其心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无之中，我们要保有那个有，就是那个老子在第一章所讲的那个常无，然后我们观妙；常有我们观想。然后常无跟常有是两者同出而异名，同之贤，贤之又贤众妙之门，有没有？那个常无跟常有，那个常无就是应无所住，常有就是耳生其心。所以常有跟常无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不是说耳生其心都是起心动念完全不是而是说我们不落入完空，我们应无所住会落入完空，可是耳生其心那个妙有就出来。你有真空有妙有，真空妙有刚好两个合起来就是中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很玄之又玄，这样了解吗？好像又是第一次听到，还有吗？沃恩斯在美国辞世，不承认崔老人是就是不承认前人大德真君，不承认前人大德真君就是不承认我们恩师，所以以摩里道普禅师是否天命在？
我们向比昂斯顶礼是顶他的天命，若有脱离到比昂斯回来，我看法，大家是否要向这位人士叩首敬礼？这个呢各位先生，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一直在标榜这个天命啊，那我们念中庸啊，就有很明白的记载，天命之谓性，所以天命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天命，是常住不迁的天命。那我们现在要了解到，我们现在的天命，那个就是我们佛老师掌道盘，这个时候呢，所有在办天事的人，一个暂时性的名称。就像我们一个团体里面，不是有执行官吗？那执行官他执行的时候啊，是不是掌握那个发号施令的权柄，对不对？当他不执行的时候，他有没有发号施令的权柄？就没有了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天命我们所讲的这天命啊，就在我们佛老师掌道盘的时候所应用。那我们假如说有点呢是他已经发生人事摩擦，已经就是说不合办了，自己离开了，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他有没有天命被收回去呀？我们从佐证旁边的一些就是会有事情的显现。那么看他呢这个所表现出来的上天有没有对他的天命肯定？假如说有，他能够办；假如说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办。所以我们从佐证旁边的一些那个事情去推敲，他到底天命有没有被收回去？因为或许在老千身边有看过老千在处理这个点恩师的天命，有人像这个老千人就是检举某某点恩师怎么样，然后老千都很慎重了，他不会说你讲了他就相信，他要去调查你讲的有没有事实。假如说你讲的是事实，是真的，那老千会把这个点恩师天命就是收回去，明白的跟那个点恩师讲你不用办到了你没有天命的把礼本收回去，很明显。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他已经离开办道行列离开了，可是他办呢又能够办得开，表示他天命还在了。那我们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一样我们是看天命不看人他既然办得开，表示他天命还有那我们尊敬呢这个时候办的天命。那我们刚才不是有3个愿望吗？有没有？那个各位就要了解到，我们佛老师讲说我们都会经过挫折，经过某一些练，那么经过挫折磨练，他还有心想办想修，要不要拒绝？我们就一样要接纳。所以那个就讲到人的那个含量问题。我们就是要有修养，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都不是大事是小事。那假如说他办不开了自己已经很消极了，那不用我们说了，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对不对？他要回来都不好意思的。好了，请说。以脱离道场多年的道心回来佛堂，是否只有点传诗集才需要烧表接经线？
其他回来的道心都不必烧表接金线。这个我们佛老师导有明确的指示啦，说一般的道亲啊，他能够回来，表示他回心转意啦。受到挫折啊，受到那个人事摩擦都会有那个不对的行为，那都可以原谅的。那可能是因为比较这个众人仰望了，所以那个比较慎重，所以等于是就这个烧表说他要归队了，要回来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办道。那个比较慎重，导师比较需要。好，请说。脚踏2条道心，在办道时候可以交心道心3法吗？那个可以，因为我们要了解他脚踏2条船是他个人的修养问题。那个人的修养问题我们要了解到，道亲他行功立德。会不会分给我们？他造了罪我们要不要去承担？所以就不用去检讨他的脚踏2条船，他要踏4条船，那是他的功夫了。他功夫够了他要踏几条船都让他去踏，那个没关系的。还有吗？脱离境界道心，若专心研究心理心法，也可以有机会成佛。这我们要了解到，只要他能够研究性理心法，那对所有的凡尘现象，他知道都是尘垢，凡尘的污垢了。他自己假如说研究性理心法，还不知道凡尘的事都是尘垢，那研究什么性理心法？你能研究，你就可以弃掉所有凡尘的事。凡尘事都是小事啦，所以只要你进入了我们真心佛见本体，那成佛是绝对无疑，绝对可以的。你要这个外表跟你的内心是2回事的话，那你就不叫研究性理心法，你要骗人，那你骗你自己都骗不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性理心法不会骗人的，所以你要研究性理心法，最重要的起点就是诚，要真诚，要有天地的诚。你看天地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一直在运转，非常的诚。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那一定都是从诚出发。从诚才可以成就了，不然的话，你骗人你骗不过自己，可以骗别人绝对骗不过自己。还有吗？还有3个问题。脱离境界道场也有跟师父仙佛灵谈培训文，请问有哪些的见解？既然仙佛都肯灵谈肯批信文，表示他办的还可以入流，进入圣贤的末流，表示在办的还正确那我们不要否定。还有吗？不少人在脱离境界的反求道，这些新求道者并不知情，请问他们求道哪天认可吗？因为或许有讲过，看那个魂表，只要他魂表的时候表纹在2根点燃，放在八卦炉，一股气往上冲，表示3观大帝来接，那个叫有效。那假如说你魂表纹就这个在那个八卦炉挥不起来，表示3观大帝没有来接啦，你那个求道没有效，办了就没有用。你只要说带道亲去求道是这个样子，那你要再另外再带到别的佛堂去求，那个没效了。好，请问道场应该如何上对待回来佛堂，以脱离道场多年的道心，
了解他们回来的真意是什么。有的是来胡乱鼓吹、混淆视听，有的草药合办，有的是包谋探视佛场近况，有的要来讯问，有的要来请讯问、请书以及参加法会等等。请问如何对待他们才恰当？是真诚啊，真诚守志啊，金石为开。只要你以诚来待人，他再怎么冥顽不灵啊，都会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人啊不可能不变的啦。只要你真诚待人，一定所以我们诚就能够感动人。诚很重要。下课。各位点恩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我写三道天师德、天堑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天贤给获取机会学讲。我们呢上个礼拜呢有天贤问到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可能呢我们会对那个后面那一句而生其心会不太能够体会那里面的含义，以为呢说这个耳生其心就是我们起心动念。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跟起心动念完全都不搭上关系跟起心动念没有关系。那跟我们在研究的这个真理很有关系。老子那个《道德经》的第1章他以那个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侥。各位还记得吗？这个处两者同出而异名，就是那个有跟无，常有常无这两个它同出，可是名称不一样。同出而异，不同样的名。那么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跟老子所讲的这一段意思是完全一样，甚至于跟我们现在研究的《楞严经》也一样的意思。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为心里目今何所在？”那个心里目今何所在也就是在讲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各位能够连得起来吗？连不起来那或许呢，把那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讲解应无所住就是空，然后而生其心就是有。所以老子所讲的常有亦观其侥，常无亦观其妙，已经是同样的意思。那么常有跟常无，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无没有，就是一无所住。那无所住就是真空，然后而生其心就是妙有，有没有形象，常有，有没有形象，这样连得起来了吗？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圣人所传的证悟以后所传的，其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我们的真心佛性各位就是要了解，它是始于真空，又始于妙有，有没有形象，然后空中不空，就是真空妙有。所以用出一些语言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也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佛性非常的奥妙，是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所以我们对这个呢一定要了解。无所住了，因为我们在凡尘
身体有形象，所以啊很容易住相。那我们都无所住啊，不住了，不住啊才能够回归呢，到佛性本体回来。那都不住了，又怕我们落入顽空，所以才接收而生其心。生心不住，住生心，这个才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而生其心不是起心动念，是我们了了分明的知觉性。我们的那个知觉，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不是有一个放不下的吗？有没有？万念放下以后我们再怎么放，那个知觉性都在。那个知觉性，就是佛性的本体，是我们认识我们那个佛性一个轮廓的最初开始下手的地方所在，是很浅，很容易就知道。所以我们只要万念放下了，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我们佛性就出来了。那成佛就是这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在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可以启发我们那个知觉性出来当家做主，发号施令，来指挥我们身体的所有言行中。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启发，我们佛性我们就会被我们六根这个支配，就六根当家了。那六根当家呢，那个喜欢讨厌很强烈，那我们就会造业，那造了业就要受苦，那受苦的当下又迷惑，又造业又受苦，恶性循环。我们启发我们那个佛性出来当家。那佛性当家不会造业了。佛性它纯善无恶，全部都善，是一体的，天地之间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唱那个善歌谢谢你，我们老师就讲说在天地造化之中原来我们是一体，本来是一体那是一体的话就没有分别心。那心不分别，我们就不会产生很强烈的喜欢讨厌。那既然不很强烈的喜欢讨厌我们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用受苦就解脱了。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个解脱一定要自己了解真理自己解脱自己可以离开这个烦恼世界。我们的烦恼各位浅浅从哪里来？从佛性来佛性生发出来就烦恼了。我们的烦恼是从住相来，住在形象，我们都不住相就没有烦恼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一住相了，就烦恼。所以烦恼是从住相而来。那我们形象都不住了，烦恼就消失了，没有烦恼。那我们了解，我们生活在没有烦恼之中就像天堂一样那烦恼都是我们自己找的，自己很聪明，找烦恼来烦恼，所以我们要把它去掉。这样各位了解了吗？一无所住我生其心，了不了解？那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在哪里？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知道的知觉性，
是在哪里？各位先生，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就是没有形象，所以要把它拿出来拿不出来。可是我们的知觉性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有真心，对不对？知道说有真心，可是就是没办法把它呢这个拿得出来，没有办法呢这个指点出来。那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因为这么奥妙玄之又玄所以我们才要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那我们呢从大乘佛法里面就了解说，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没有内外也没有中间就是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真心甚至连整个山河大地也都是我们真心所呈现。那所有的万象万事也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可是我们都会把那个心认为就住在我们身内，然后呢身外那个万法都在身外。就因为这样那个我们的观念念头就已经呢差错，就已经不对了不是这样。各位都了解吗？尤其我们研究呢楞严经，佛就明确的讲说，心假如说住在我们身内的话，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敏的知觉性灵知它有灵知的作用。那假如说心的所在一切均能分别了知心在哪里都能够了了分明。那假如说心是住在我们身内的话，我们身内有五脏六腑，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五脏六腑吗？有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看到，对不对？知道有，可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我们的抓生法掌抓就是真感法呢头发头发跟指甲都在生长，我们有看到吗？没有，都没有看到。所以佛就讲心有灵知的作用。假如是在身内的话，那你都能够了解看到那为什么没有？所以住在身内是错的。那离开我们身体来找心，有没有？一样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住不住在这个身内。不离就是不离开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一样就是有佛性的存在。那本来呢我们用这个构造来说的话，身体的构造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的啦。而且所有风土有知觉性。那现在我们身体有知觉性，那身体的知觉性就是佛性那身体的所有风土那个天地的物质它本来就无知之物，没有知觉的东西，它现在变成有知觉所以我们就会被有知觉的身体大部分时间都被它这占据引诱所以身体我们看得很重，然后呢这个佛性因为没有形象，所以我们就忽略就没有重视它。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身体有一天终归要还给天地那我们那个灵敏那个知觉的
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呢，它是永远常住不迁，不会生，它也不会灭，所以没有生死。可是我们对没有生死的佛性啊，都不加以认识跟这个培养所以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被这个业力把我们推到了这个现象界去现象。那我们了解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形象，那么这一些它就不会脱离这个业推我们来完成现象的这个六道轮回我们就永远持续下去。那我们一直在完成都是受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纵然有很大的福报，一样是在受苦。像假如说各位有时间，这个时间你到北部是很冷，那个穿的那个很厚的那个外套还很冷，可是到我们南部来就很热。所以我们了解只要有形象，我们就要接受天地的煎熬能接受冷，热接受热狂风暴雨一样要接受天地之间的所有这个形成的现象我们都要去接受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能够回归呢到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我们能够回归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超越这一些现象。现象之中呢都是受苦啦所以我们不要贪恋不要贪恋这个凡尘。那刚好我们现在能够呢这个得到上天大开普度都能够得到，这个很不容易啦。以往呢都是要3000功800果功果圆满才可以得到，他现在我们都得了以后要努力修使我们的这个佛性能够主宰，我们已经呢可以进入真空妙有。那进入到佛性本体以后这个现象身体的现象就回归给天地四大所有宏图就回归给所有宏图都已经身体跟佛性没有关系了。那没有我们没有研究没有加训练这个身体与佛性关系就很重要因为业力会把我们推到现象来现象。那我们有现象以后各位就是了解到我们要给他吃要给他穿，要给他享受，对不对？要不要？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一些要吃要穿要享受还不能违反自然这佛都讲，我们有那个长寿的命，可是一定要有缘来配合。长寿的命是因然后我们要饮食的缘。很长寿的人他不吃饭能不能够呢让他很长寿？就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有长寿的因要有吃饭的缘，因缘配合，他的长寿才能够呈现所以我们凡尘呢都是这个样子要现象能够呢这个在凡尘能够立足能够呈现一定呢要有它的那个背景因素。然后我们在凡尘就是适可呢而止，有的吃有的穿，然后呢有个遮风避雨就可以了。再追求的话就无底深渊我们都不会满足的那等到一口气不来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得走。那我们辛辛苦苦打拼
赚了很多东西啦，很多财产，都带不走，要怎么办？要怎么办？留给别人，对不对？都要留给别人哦。那我们何苦来哉？那么辛辛苦苦啊，到时候拱手让人呢，很不甘愿哦，甘不甘愿？所以我们了解到，凡尘啊，虚幻不实在啊，都是假的。那最实在啊，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很实在。我们就要活在当下，不要有三心呢，不要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就不走入六道轮回，这个三世啊，都摄受我们不住了，那我们呢，就可以逍遥自在。所以我们一般呢都认为啊，那个心经这个观自在菩萨，是最容易的，最简单的，只有260个字。不知道呢那个心经呢就是最深，它是呢般若的法。那般若啊，释迦牟尼佛在凡尘讲最久，有22年。22年啊，讲般若，就是讲妙智，讲最久。那讲方等经啊，大乘佛法还讲这个6年的时间，没有讲22年那么久。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般若啊是最不容易进入。那我们只要呢，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状态下。我们能够持续，用呢，这个加以这个做万念放下的功夫啊，一直深入，就可以启发我们呢，那个般若妙智慧。那般若一有了以后啊，我们是了解到般若所生发的没有里边，它都是一个绝对。所以那个答案啊，就是最理想。普通呢，我们在凡尘啊，都是两边的，一定呢有两边才能够呢呈现呢，这个现象，没有两边呢就呈现不了。所以一进入到呢这个佛性以后啊，它就是一个绝对体，一体的。那一体了以后就没有两边的，没有对待。所以这个理呀，我们平常也都很少接触了，很少接触这个真理。因为有这个上个礼拜有先贤问应无所住，不生其心。那或许听了问的口气我就了解说，他对那个耳生其心的那个意思已经这个错觉。也就是错误的领悟了解，已经认为是起心动，所以或许才会在开始的时候就先讲，说讲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重要性，跟那个老子的道德经开头，跟我们研究年经的里面的含义都是互相呢。融通的，这样各位通了没有？通了就是真空妙有，佛性的本体就是那个知觉性，没有形象，可是确实存在，我们都肯定它确实存在，所以我们只要能够从内心生发相信。信这个集中，然后统四端呢兼万善，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东西南北，所以我们了解信是最重要。那信不是相信外面，而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哦，所以一定要相信，哦，这个我们都可以肯定的啦，绝对相信，相不相信？哦，相信自己的佛性啦，不相信的话就活不下去，哦，所以一定相信。然后我们呢，这个回来这个讲《楞严经》，哦，我们讲到第几章了？43啊。是从无上菩提这边开始吗？好，这个讲完了。讲小智的吗？好，小智的。那么佛也，佛在讲此见经啊，以物相呢，但为一体，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跟所有物象、万物的形象，但为一体，就是呢，全部啊，都是一体，没有分别的。所以无是无非，没有是非啊。这个呢，我们也都平常认为说有是非。那么佛呢，在这边他就发挥真理。在真理里面我们佛性本体里面没有是非。亦复如文思一样，但有一个真的文思。没有是文思与非文思，这两个没有。那么一知呢，无是非，乃合二妄成一真，就把两个相对待合成一体，就是是非合成一体。那明妄言是真，我们明了所有的妄。不真的，它的来源也是佛性出来，只是呢，它呢功能作用，所以称为妄，那本体就称为真，所以明妄言是真，那么一真呢，总欲而总合，归真即无是非，归真了以后就没有是非。是一体的。那么经推呢，是义之首始，这个义理的开始，义教也出是非这个方法，乃从呢一真起二妄，从真起妄，明妄本一真，那个妄为什么会存在？就是因为有真。有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妄才能够存在。那么以真妄这个别喻而别合，就是个别的比喻然后呢跟真理来相合。悟真呢方出是非，领悟到真了以后那个是非才能够呢脱离是非。妄为色空即以稳健，所以有色形象以空间跟我们的稳健，闻这个耳朵跟鼻子见也跟有色空跟稳健，这个此名呢从真起妄，从我们的佛性然后起来。那个妄就是功能作用，那真呢就是本体，为本是一个真心体，就是本来就是一个真心体，由最初性觉必明，因为我们那个性本来就有觉知觉在，那我们加一个必就是要落入有为，要使它光明，将来就变成妄了，就妄为明觉，所以性觉必明就变妄，妄为明觉，那转妙明而为无明，本来呢很奥妙的、很光明的，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我们日常所用的那个无明，就是已经丧失一真之体已经丧失就是走入无明，不了解真理了。那么转真觉而成呢不觉，本来呢是真觉，真觉没有两边了，然后呢我们那个不觉，不觉就有两边了，有觉有不觉，那变成呢两边，那么就起为业事，就已经呢造了业。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都是很微细的那个转变。像我们起心动念，念头就是业，那我们呢都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就已经在造业了。假如说社会人士呢，我们跟他这样讲，他说哪是怎么会起心动念就是业呢？他不知道呢，在真理世界里面已经造业下来。本来就是没有念，没有念就是正念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彻底知道，没有念头就是正念，没有念头就是佛知佛觉，佛的知觉那有念头就变成有为，那有为它就会生灭，就会变化，这样知道吗？很微细这个地方呢，转折地方呢都很微细所以就有业事，然后呢变呢现见这个变现这个见跟相两个分别了，见跟相有形有相，然后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有意识了以后就会变现见跟相两个分别。见就是能见，那既然能见就要有所见，这样了解吗？能见我们能见假如说我们已经呢这个起心动念，各位浅显，我们起心动念就造业了。那我们想看业相，业的形象，业没有相，没有形象。然后我们强要看我们的业相，然后呢就会形成结案为色，就是把案件变成适当所有宏图那个形象呈现。又很微细，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根源来源为什么有山河大地就是因为我们一念无明，起心动念，只有这样然后山河大地就形成了。那我们再怎么想也想不通了，为什么念头会形成山河大地，对不对？因为本来在我真理世界里面没有念头，那我们有念头就已经呢形成有，知道吗？有跟无有没有一样？绝对不一样无跟有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有，三个有就是内容全部都是有。那我们在三界里面来学叫做有学。那有学的程度高不高？不知道那无学呢？无学高不高？无学就是无法可以学那个无学就是他已经没有法可以学。然后我们有学，就是呢有为法。那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有印象吗？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有三有。那我们在三有的世界里面受苦，那要怎么样才不苦啊？就是全部都没有，全部没有叫做无学，没有方法可以学。那没有法可以学，要不要法执？要不要我执？全部都没有了哦，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成不成佛？已经成佛了哦。所以最起码你到无学啊，就是阿罗汉。那我们在有里面学啊，你看就是很微细的起心动念，一念无明啊，生三系，三个很微细的业相成业，业相转相跟现象。这个时候啊，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三个很微细啊，都没有形象，没有。可是已经酝酿。我们起念头以后啊，各位姐，起念头以后会怎么样？会促成我们的行为。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行为之前由什么开始？就是由念头开始了，对不对？有念头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有行为。所以行为的前兆就是念头。那念头的前兆呢？念头之前是不是没有念？那我们为什么会起心动念？是不是无明？就是不觉啦。在觉的佛性之中啊，已经起不觉，所以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以后啊，促成我们行为，对不对？就是这么微细呀。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能够推敲这个真理所在。我为什么会起念头？我为什么会有这一种行为出现？行为的出现呢，一定有前兆。前兆呢，就是生发念头。那念头的生发，一定有外在的因缘。那外在的因缘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先了解，了解了以后问题才可以解决，对不对？我们说跟某某人就是这个不投缘，一看到就生气，一生气呢就想跟他吵架，有没有？有没有个情形？那我们就要往那个还没有发生这个吵架之前，怎么形成这一些念头？一定有因因呢我们要抓得住，把那个因能够消弭消失，让它呢归于无，已经没有。进入无才能够进入真理世界。那我们在有三有，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欲界呢，我们了解有14个有，然后呢，那个色界有7个有，无色界呢有4个有。那或许把那个内容稍微跟我们提一下，这个呢有6欲天，听过吗？欲界有6欲天，最低呢是天王天，然后忉利天，忉利天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33天啦，那个布袋戏最常说的33天天外天，那个呢就是第2个忉利天，第3个呢夜摩天，第4个多帅天，第5个呢乐变化天，第6个他化自在天。那他化自在天有那个摩须娑罗天，就是呢
魔王在住的地方，他也实以第六的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啊，这个魔王住在欲界的最高。那我们就在欲界的这个管辖里面有六欲天，就6个，然后有4大部洲，就是我们人道啊有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跟北俱泸州有4大部洲，然后有4趣。趣啊，就是我们有兴趣那个那个趣，也就是阿修罗，然后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6天4大部洲4趣啊，加起来就14，那就14有，都有，有因有果，都叫有。然后呢，这个色界啊，有7个，就是呢。初禅、大梵天、2禅、3禅、4禅，跟呢5净居天跟无想天7个，然后呢无色界有4个，叫4空天，总共呢就是25。那25就是呢3界的详细分啦。那我们讲3有跟讲25有。它是一样的，都是有因有果，我们都要呢6道轮回的，这样了解吗？我们要超出了，超出就是要无，这样能够知道吗？那我们各位先生，我们心中啊，是不是时时刻刻啊都拥有？有的时间比较长，对不对？所以无是最理想。这个啊时时刻刻你都讲无事，没事啦，有没有事？没事。没事啊，就是啊，已经呢回归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了。有啊，我们是不是烦恼？所以啊，3有3界都是烦恼。那无了无学了，没有方法可以学，就是阿罗汉，已经到达那个最基本的我们走路修到轨道的一个初步功夫，所以要无。各位浅浅，这样永有好呢，还是永无好？容不容易做到无？我们都会想依赖，对不对？我们依赖有呢，还是依赖无？依赖无。依赖无的话假如说我们吃饭都没钱，怎么办？都没了，都无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无就是从心境上，真正的就是已经呢回归到真理，全部都是无，都是呢真空，一真空呢妙有就呈现了，真空妙有就是佛性本体了。所以我们完成的财富完成的现象不要有没关系，我们佛性能够掌握，能够呢使它发号施令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呢要从佛性呢这个启发。我们现在呢是被佛性呢主宰，还是被根主宰？慢慢的我们把权柄要交给我们佛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身体就归还给这个天地，身体跟佛性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很自由自在了。假如说我们不这样做，
那我们会被业力都推到现象来，有现象。因为现在的人孩子生得少了，所以本来都是抱孩子现在都抱宠物。所以这个坐车呢，时常都看到这个人家在抱宠物就像抱那个孩子一样，这样好不好？或者都讲，我们修道不能养宠物为什么？因为你养宠物的话，你还要使你的宠物成佛，这样是不是自找麻烦？我们自己成佛都很有问题了，对不对？还要来使我们宠物成佛，还要等它转世当人，然后当人了以后又不一定听话这个等到他修成佛的时候可能都到下一个缘会去了这个缘会来不及来得及吗？来不及了所以不要找自己麻烦那既然养了，已经有了，之前就养了，就把它养了把它好好的送终送它过一生那个不会漏入说要等到往后使它成佛所以我们了解在凡尘我们的那个使命任务很重要。现在重点就是要亲朋好友，我们自己的亲人以及我们熟识的人要他们能够求道修道，又能够研究性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心明因果不昧，见性成佛无疑绝对可以成佛所以起业事以后就会变现那个见跟相两个方向见就是有能见所见，然后相就是形象落入形象以后我们就会住在形象所以就有业然后转然后现，业相转相现象都是在没有形的里面。那么色空即所现之相分，那依报世界这个物象，即以我见即所现之见分所以有相有见是不一样的这个相形象，那见就是能见。那我们在凡尘我们用的那个见闻觉知那个能见那个不是正确。那么正报六根分相皆实以妄为正报就是我们的身心，依报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叫依报正报就是我们的根身以及我们的心六识心。那么这个全部都是妄为本非实有，本来它不是实在有的。那么虽非实有，宛现恶相，虽然不是实在有，可是宛然呈现这两种现象则是非身不是真正的身如第二月水为是业，又水非业那个第二业我们就是了解眼睛一压，它就形成两个形象那一个是真一个是妄可是它离真不远，不像那个水中的那个月亮全部都虚幻不实，所以第二月差一点点文殊但是得业为真则为一体我们认识那个真月只有一个那个就是独一无二
就是没有分别的。那么中间呢，自然没有事业非业这个缘。我们讲事业非业有是非的话，那已经呢，就是我们凡尘已经呢从真起妄了，真已经不见。那么如今呢，关键已成，我们来观察我们的见性跟凡尘，那么研究起来任从种种发明无非妄想。我们种种的发明，全部都是妄想，都已经不真了。真呢就是本体，然后妄想就是功能作用，那全部呢都是功能作用，本体已经不见。那么上面佛对文殊说，此汝今呢，关键呢，是对呢阿难和大众说，上面佛对文殊讲，这个地方呢，对阿难以及对大众讲，见即是见经，成即是呢内之身心，外之万物，所以我们了解说，关键已成那个见就是呢我们的佛性本体，成呢就是形象，身心及万物。那么成上呢，汝今不悟妙明真心，这个佛这个对阿难讲说不领悟妙明真心。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明就是随缘之用，我们有体有用，那个真心，故关键已成，不了就是不了解，言是何物？言就是本来，不了解本来是什么东西。任从汝种种发明，如对呢这个万象而言，因何知是我真性？对万象来说，要怎么样知道说万象是我的真性？那么对身心来讲，见性使我而身为我，这个呢就是已经呢错误的领悟说见性实在是我，但是身体呢不是我，说是说非，这个都在是非里面，总是以分别嫉妒，就是分别心一直在想，名为妄想，依他法上呢，起偏计执，这个依他起就是因缘际会，依他起，然后偏计执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认为是实在的。那么纵然呢收到断气亦不能于中超出是与非，一定呢在是非里面，那个就不是真理。那么由是从这个地方返迷归悟，那个迷已经消失了，能够回归到领悟，会妄归真，领会所有的妄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归到呢佛性的本体，会妄归真，了知见已成言是一真，就是了了分明知道，我们佛性呢跟凡尘的万象本来都是一真法界，是一真，则能呢超出呢是非之外，就可以超出是非，是非是一体的。那么真经者无妄离垢之体，那个真经呢就是已经无妄离开凡尘的尘垢，离垢之体，妙觉明者圆照法界之显，能够呢圆满的那个照遍整个法界，整个虚空法界那个佛性。那么悟持体性呢，则能远离他起性及偏计执见，就会
归到圆成实性。那么则六根六尘六识这三个无非呢圆成实性，全部都是圆成实，就是佛性本体。虚无自他之别，没有自己，没有他人，没有你有他分别，安有是非之何止？没有是非可以指点出来。故能呢，令如痴子非子者，这个此子这一个字以前佛问阿难，既有方手非无此事，这个呢这一句相对。既然有地方所在，就可以把它呢指明，给它指点出来。若悟一真法界见跟相，这两个即实于空法，空中法，万物见性本来一体。这个万物跟我们那个佛性本来就是一体。故能呢令如超出是非。因为是一体就可以让我们超出是非观。那么起伏于万物之中，何者呢是见可止，何者非见可止，就没有那个是非那个见解了。那么亦如呢，但是业真，则忘记全消。我们那个在呢想东想西，所有言辞全部消失了。何此此何呢？是得真业是非自息，是非自然呢就休息了。那个比喻那么可见迷悟真妄唯在一念。若一念迷则心境纷扰。心跟境纷纷扰扰的这么多呈现。是非风起，这个讲是讲非。那么若一念悟一念领悟则妙觉湛然。我们那个妙觉湛然整个呈现我们眼前，岂容是非以其间哉？不容的那个是非在这个中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研究这一段是属于这个第8显见不分，就是没有分别见不生不灭的佛性跟万物万象是一体的。那么底下呢就讲这个显见这个超情超过我们法情。阿难呢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这个绝语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呢生呢。以先梵志娑毗迦罗所谈的明谛及头等之外道中，所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所以这个阿难呢就问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呢，那个印度外道那个娑毗迦罗他谈那个明谛明出主谛跟他们修那个苦恨苦行那一些头灰那外道所说的那个真我遍满十方佛说的外道说的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而那里问以后我就会回答以后呢，我们就会了解差别所在。那么先梵志呢是古来的梵志，那么其人呢自谓自己说自己幻天的苗自身呢幻天就是那个初禅的大幻天，
及呢婆罗门种。娑毗迦罗呢印度啊有6位很有名的外道之一。那明帝呢为明初智帝，是外道25帝中的第1帝啊。那么为此明帝最初而有之法性，为生万法之主因。从明帝啊然后生大，那从大呢生我心，那我心啊就生出5微，5个很微细的色声香味。那5微啊生5大这个水火风土空。那么5大呢生11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口手足男离以及大仪。大仪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呢叫做大仪。如是明帝啊为能生，23法呢为手生，能受用此23法者，名字叫做神我。那么正知啊此理者为涅盘因，此乃外道那个颠倒迷灰色灰空而生之邪见啊妄执。他们不是从那个真理呀来讲的，是他们自己生花他们这个生花的念头啊，就把它当真理，所以那个不正确。那么阿难呢问佛，佛所说的真理和外道所说的道理啊，有何差别？不一样的在哪里？让佛说明啊其不同的地方。那么头灰也有讲涂灰，有时啊以身呢来头灰，就是那个用火烧过的那一些灰。有时以灰来涂身，而修呢不易啊这苦集苦恨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比丘那句语啊各位了解吗？比丘的句语，身口意业不作恶，莫恼世间之有情，记不记得？然后3句呢？对，那个最后一句啊，无益之苦啊，远离，就是针对他们印度外道修的那一些方法，说那一些都无益，对自己没有利益，然后呢对所有众生也没有利益，所以那一些不要去修了，修都是多余的。受苦为多余的，对自己没有帮助，对别人也没有帮助，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修就是要有功效然后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习性生蒂固，要改过呢都很不容易。然后我们修一些受苦的一些那个动作，那个是要改掉我们那个不好的习惯性跟外道那个无益之苦是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吗？可能我们没有了都没有修一些呢这个受苦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坚固习惯性，有没有？应该是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趁钱都袂有啊，够用人去受黑所以都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为什么会讲比丘句语最后一句无益之苦呢，当远离。那么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或及25地最后呢末地最后一地之神我。那么阿难请佛说呢有差别这个就很重要。那么世尊亦曾以楞伽山
为大慧啊菩萨等敷衍施意，彼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一言非彼境界。这个阿难呢跟释迦牟尼佛讲说呢，这个世尊也曾在楞伽山，那个楞伽山啊，就是那个底下很小，然后上面山很大，没有神通就是上不去呀。那要到楞伽山去听讲经说法，一定要有神通才可以到达。那阿难呢，因为是佛的侍者，奉侍呢释迦牟尼佛，所以被佛带到呢那个楞伽山去。那么在楞伽山是大慧菩萨为当机啦，就是所有问题都是大慧菩萨呢提出来。那我们要了解到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就带那个楞伽经4本，就是传给我们中国，就是楞伽经。那到第5组的时候把楞伽经就改成金刚经，因为楞伽经太深了，那个是对菩萨讲，那金刚经呢对我们一般的这个众生来讲，所以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后来我们看的大部分也就是金刚经，那个楞伽经那个4本的原本也就比较这个沉寂就是没有广为流传。那后来有传这个楞伽经呢，也大概都是有10卷的，不是那个原来的4卷，不一样的。那么楞伽山底下解说下呢小，上面很大。那我们翻成中文就叫做不可往，非有神通者呢不能到，没有神通到不了那个地方。那佛依此山而说楞伽经，表华殊胜，非二圣所能及。二圣呢就是声闻跟缘觉，声闻呢就是修苦集灭道，缘觉就是修12因缘，那叫二圣。那大慧菩萨呢是楞伽会上的当机，都所有问题呢由大慧菩萨来问。那么佛在此呢广遍内教与外道不同之意。达摩祖师老水还朝带来中国阐扬的就是这本楞伽经。传到5祖时候呢，5祖亦广为教化，才改成了金刚经。因为楞伽经意境太高，是菩萨的程度，末法众生呢虽然研究未能了解，也就无法实践，所以从浅近那个地方入手比较实际。那么彼外道无因认识，即一切物无因无缘，自然生自然灭。如彼句云：水开河海为3月，水消荆棘化兽禽，一切无有能生者，是故我说为自然。这个就是那个外道他所讲的那个句。那么此则呢拨无因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做呢把因果都拨开了，就是全部都没有因果。那这样的话，我们行善呢作恶都没关系，那个跟真理就不合了，所以他们外道必修正那佛说因缘以破之
收因缘来破这个外道所讲的那个波无因果所以讲说我说因缘非彼境界所说的因缘不是呢外道所讲的那一种境界如楞伽经呢颂语这个释迦牟尼佛讲那个楞伽经歌颂楞伽经的那个内容，我说为歌手，歌手呢即是因缘，其相连不断之也那个12因缘名称呢叫做12歌手。那么离之外道过外道的过错都已经离开了。若离开眼勾手，别有生法者，是则无因论就是不落入那个因果里面无因彼坏勾手意就是破坏那个因缘勾手就是因缘破坏勾手那个义理因呢为种子亲因缘为呢自发助缘那个帮助那个助缘外而百谷等物悉种子为因，水土为眼方生养才会呢生养。那么修道呢需要借着树生的善根，种子为因，如来教法为眼，方生呢守正之果。大意义比外道所说，故曰呢非彼境界跟那个外道所讲的境界完全不同。那么阿难呢就讲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希望颠倒，是非因缘以彼自然允而开示不入情节或真实心妙解明现这个是阿难呢请求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把他的详细内容能够讲说因为阿难的观呢我们觉性自然那个非生非灭觉性的自然已经远离一切的希望颠倒好像呢不是因缘，那么跟外道所讲的自然怎么样能够呢这个开示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开言明示不入情解不进入那个不对的那个角度里面，能够呢获真心妙解明现这个最重要。所以阿难讲说我今观此觉眼见想亦成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的希望颠倒，是非因缘及自然。那么允而开示呢不入情邪。凡人呢在生活之中很多道理不是呢不知，只是知的内容呢很含糊含混，没有确定的目标，所以会模棱两可起惑迷惑了就造业，因业了就受苦，恶性呢循环。那阿难慈悲呢要佛开示明显的目标不含混内容，要众生呢得到利益。那么允和开示分别令之具则不入情邪，顿后呢无细论之真实心。所以我们在凡尘佛就讲我们所有的谈说都是细论就是那个戏台上那个演戏的台词都没有利益啦，那个不真实的。而正呢妙解明现之前提大用这个很重要。那么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犹未悟就是已经
讲得很明白了，可是呢，你都还没有领悟，后为啊自然，迷惑呢，这一些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是始于自然。然后底下呢，佛就讲，阿难，若必自然啊，自然真明啊，有自然体。假如是自然的话，你一定要了解到自然，你一定要真明它有自然体。那么如且观持，妙明见中，可为智。所以佛要阿难呢说，你来观察我们呢那个妙明辩之体，随缘之用，那个见解之中，以何为自然？是用什么呢？当成自然。此见为护我们的那个见呢，是用以明为智，以暗为智，是用明为自然体，还是用暗为自然体？那么以空为智以晒为智，是用空为自然，还是用晒为自然？所以一定呢要有一个明确的那个指示。而那若明为智应不见暗。假如说是明为自然体的话，那应该我们见不到暗。那么若复以空为智的话，为智体的话，应不见晒。所以它底下呢有很多呢都省略。那个明底下还有暗，暗就没说，就讲空。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讲的说法也都是很活泼。那么以空为自然体的话，那应不见晒。如是乃至呢思暗等相以为自然体的话，则以明时见性断内，隐而见明。所以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都不会含糊。所以我们看经典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他所讲解的内容要表现的是什么。那么此段所言是要我们把前面之八番简见深入其中了解那个含义，不要呢在这个语言文字做功夫。这段呢经文很长，含义却很白话，种种浅巧方便，无非呢将一真实相之道告诉我们，就是一真法界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实相。把那个实相之道告诉我们。若将此绝缘周遍不动，性为生灭，以为是自然者，以为是自然体的话，那么自当呢真明白有一个自然之体方才可以。那么如且观持妙明见中呢，以何为自然之体？什么才是自然之体？只要进入其中一境皆有死角出不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所有的讲出来的明暗通晒那个生灭，所有你只要进入一个角度然后呢就出不来了，对不对？因为他楞严经的本来就是蛮深入了，要我们能够了解所凡尘的所有一切对待都是妄。那各位浅显，妄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真就是佛性本体。
那我们能够先把这个确定了以后，我们就了解，再讲妄无常变化，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无常变化？就是因为有本体，它才能够无常变化，这样了解吗？所以它也是实以佛性的，会讲说会妄，然后归真。我们领会所有的妄，然后就归到真。我们领会所有功能作用，然后就归到本体。还有他了解不？很沉重的。因为我们这个从出生以来，所听到的、所研究的没有这样的真理啦，就是从来都没有接近，所以听起来会很生涩。可是假如说我们已经听得很习惯，各位可以带回去这个听，听得很习惯以后你就会了解说，原来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个众妙的门被我们抓到了。所以或许刚看有那个禅师的那个顿教法门那或许这个刚从那个高铁坐车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在听那个讲说了因为我们这边那个场地呢不适合再来讲那个枝叶的我们就直接讲经了那个另外有一些修持法门呢在北部那个小佛堂讲，可是我们都有录音把那录音然后做MP3 做 CD 然后记下来各位有拿回去听吗？没有的话那个后面还有那个淮海禅师呢跟那个普愿还有那个智障三个同时拜七祖马祖马道一为老师。那他们那个时候的修持都是很努力很认真。那淮海禅师一篇那或许一看呢，就像我们的万年放下的内容，就好像告诉我们什么样万年放下然后或者就讲说婆婆妈妈的讲得很详细就各位都一定可以听得懂可以进入一进入了以后我们就会感到很亲切了一进入真理世界就回归到本来了，那本位就可以到达，那成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肯来研究，然后肯做，一定就可以到达我们要的那个成道成佛不困难的，一次修可以一次成。所以或许在讲说呢，都会找那一种顿教法门，不要经过55个位阶啦那个不知要修到当时才会到个很容易住相我们一有成就了以后就很高兴了，就住相了，对不对？住相以后就出不来了这个出来以后又要苦了，然后呢那个成就很高兴，又会退回去又走回头路所以这个顿教从凡夫地一下子到达佛地最理想可以让我们成就，而且努力的那一种这个用心差不多是一样所以那个渐修跟顿教是差别大那所有差别呢，或许都觉得在认知啦，认知上面我们一认知错误了，我们行为一定错误。那认知很正确了
行为啊就正确。那我开始就进入无学，无法可学。那你想要法执啊，都不容易。那没有法执，没有我执，我法这两个执啊去掉了，就成就了。这个我们时常现在都看到有两个字啊，叫好康。这个讲成国语好康，好是好不好的好，康是健康的康，好康好康，好像要讲台语就比较这个能够把那个意思啊传达出来。所以我们修图方面也有这么好康所以呢，底下阿难言，必此妙讲性非自然。我今发明啊，是因缘生；心犹未明啊，咨询如来，是欲允和合因缘性。这个阿难很慈悲啦，他呢这个故意啊，就是又来讲，既然不是自然的话，那就是因缘了。让这个因缘自然啊，两个都由释迦牟尼佛口中呢说出来，它的差别地方在哪里？这样呢，让我们众生呢就是有脉络可以追寻。那么引我们了解佛性本体超越自然，因缘等细微真理所在。知道呢其无上的奥妙，自然讲明之后呢，转入因缘，所以因缘跟自然两个。那么此发明不是呢真自啊发明真理，乃是对待发明。故心有未能明悟啊，必须要咨询如来。就是询问因何复合因缘性，怎么样呢才复合那个因缘性？那么佛就讲佛言：汝言因缘，吾复问汝。你在讲这个因缘，然后我来问你，汝今因见见性现前，现在因为用眼睛来看。然后呢，那个见性显现在你的眼前，此见为护因明有见，因暗有见。现在呢，就讲那个因缘，你现在呢能够看得见，是因明有见，还是因暗有见？各位姐，我们现在在这边一样都能够看见万象，对不对？大家的面孔也都看得见，对不对？是因明有见还是因暗有见？就是因为有明，对不对？所以这个因缘，这个阿难一挑起来以后，真的就是有那个因缘，就是因为明，然后我们有见，暗我们就看见了，所以这边就是那个景的内容跟我们现实的那个现象。那么因空有见，因散有见，我们是因空有见呢，还是因散有见？我们都是因空有见，有这个空间才有这么多万象所以呢这个因空有见所以底下呢佛就讲，若因明有假如说因为明才有有这个因缘性，应不见暗。各位先生，我们现在因明有见见不见暗？假如说暗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看得见暗象吗？一样看得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它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依明有见啊，只能够依赖明，就不能够依赖暗。暗的时候啊，就什么都看不见，这样才是跟那个阿难要问的意思啊相符合。这样对吗？不是像生活之中明来就见明，暗来就见暗，对不对？我们那个明来见明，暗来见暗，空来见空，赛来见赛，那个是已经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真心所在，才有这个功能作用。那个叫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在用是众妙之门，是玄之又玄。你知影无？知道吗？所以跟佛讲的角度已经不同了哦。佛说我们因缘依赖明的话就不见暗，依赖通的话就不见赛。可我们全部都不会不会阻碍，不会阻塞，对不对？那个不会阻塞就是已经发挥我们佛性的功能大用，已经全部发挥了。那佛现在在讲，是讲因缘有因缘的脉络，自然有自然的轨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在讲的内容，它的含义，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就讲若因明有因缘我们的佛性是因为明才看到万象，那应该呢不见暗，暗的时候就不看到那个暗象。那么如因暗有，假如说我们佛性是因为暗然后才有应不见明，应该呢不会见。如是乃至因空因散同以明暗。像这一段经文了解意思了吗？很白话了，不要把它呢想得复杂，就是讲得很粗浅加浅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明就是只有明，因为暗就只有暗，因为通只有通，因为赛只有赛，不是像我们现在全部都可以，全部都可以叫做玄之又玄，已经进入佛性的奥妙，这样了解吗？很沉重那么复次阿难讲下来，此见为复眼明有见，眼暗有见。上面是因，下面是缘。他把因跟缘分开讲。这样了解吗？上面是因，因明有见。那么底下这边呢是因缘有见。所以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明跟眼明，有没有看出它不同的地方？把因跟缘分开了，有没有？上面是因明，下面是眼明，有没有？意思是一样的啦。若眼空有，应不见赛。所以这个都减那个眼了。上面是因，下面缘。眼空有见眼赛有见。底下呢又讲说阿难，若眼空有，应不见赛；若眼赛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眼明眼暗，同以空赛。那么当知如是精绝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这个把所有的结论答案都在这边讲出来。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呢它呢不始于因，也不始于缘，也不始于自然，也不始于不自然。
无非不非啊，无是非是，全部啊，你只要讲出来都不对了。就像我们之前在讲那个不可思议啊，那一种状态是一样。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我们着什么？就是不可思议呀。这个地方就是把不可思议的内容啊，全部呢用文字讲出来。所以呢，非因非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然后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开一切相了，所有相都离开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一真法界啦，即一切法。安尼有了解无？所以一定要详细进入这个真理世界。那么汝今云何呢？于中错心。为什么在这个中间呢？这个这个菩萨法乱七八糟中间然后错心，就是用心那个都用错心了。以知世间的心细入名相而得分别。用世间的戏论，世间的凡人都是演戏的台词，那个所有讲话都是那个论调都是在演戏那个名跟相也都是假的。我们为什么在假的里面呢？在分别，而得分别，就是在分别。如以手掌触摸虚空只要自饶，虚空云何随汝直周？虚空可以抓得住吗？可不可以？所以佛就讲我们用手掌来触虚空，就是要来抓虚空。我们呢旨意自扰，自己疲劳了。虚空怎么会让我们抓得住？抓不住就是讲我们那个玄之又玄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可以领悟，可以体会，可以觉知可是却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这样了解吗？这样不烂上段呢要我们超越自然，那么这一段呢要我们超越因缘。经文虽然很长，内容呢却很白话，很白话了，又和破自然内容相同。那佛不厌其烦一一说明，志向者呢都能知道答案。那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呢，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以比丘先说？见性即是种言。所谓因空、因明、因经、因缘，是欲云何？这个四种言就是要有空间，要有光明，我们要有心，然后要有眼睛。这个四种言我们才能够见，才能够看见。这个还剩下20分钟，是要给各位提问呢，还是要再讲？可以有问题吗？要问呢才会知道答案。好，请。非常好。好。或者想问一下，因为刚刚有讲师有讲到说，我们没有念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叫正念。那这种说法，跟我们一般在解释八正道行的时候，可不可以一并套用？说它八正道行里面的正念、正语、正命、正精进、正思维，它又是另外一种讲法。好，请坐。这个问得很好，就是让我们了解说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念头都不起心动念那各位要了解说，我们不起心动念，不表示我们没有念头。我们念头是非常多了，
只是起而已，有。那我们了解那个八正道，就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它有让我们一个真行的一个轨道，是啊，正见，正确的见解啦，这个正见。所以假如说你有认知了，没念头就是正念，这个叫做正见，正确的见解，正见。然后正见以后要有正思维，正思维就是你的思想里面是跟真理相应，不是呢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所以那个就是正思维，这是使以我们要进入真理世界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听到人家讲的，然后我们要去思索，的时候这个就属于正思维的范围，因为要进入真理，而不是要进入世间的名相，完全不同。所以那个正思维，我们呢第一个正见，第二个正思维，第三个就是要正念。正念就是不能我们有自私的念头，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那个我们要了解已经造业。那我们不起心动念的念，那个念就是我们那个佛性里面所具备的叫佛知、佛见、佛知见。所以我们的正念就是要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是没有念，那没有念它灵敏度是最高。灵敏度最高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念，各位就可以想象一有念就一定会缩小范围。在我们念头的范围里面它就没有尽虚空，充满整个虚空，没有。我们要了解，要充满这个虚空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念，没有念才有办法尽虚空配法界，整个法界都是我们的正念，都是真心佛性所以那个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正念都非常重要了。然后我们从这个正见、正思维、正念发挥出来正语，正确的语言，就是你要讲，要跟人说，一定呢要符合真理。所以那个很重要。我们很多呢在凡人的语言都叫戏论，演戏的台词那佛都会讲，那个对我们都没有帮助所以不要说所以我们就是要正语。然后呢我们接着呢就是要正业。正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都是要正。我们所有的善恶业都从身口意出来。那我们假如说归于正，那身正、口正然后业正那这个我们就已经可以走入真理世界正业。然后呢我们要正精进。这个精进就是要了解到不能那个起伏有起伏它使以生灭。那我们的精进要走路不生不灭。那个不生不灭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是平常心。我们要知道那个平常心能够平常。平常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说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物之间平等，物与物也平等。那这样呢我们德性就能够建立。
所以六祖才讲说见性是空啊，平等是等。那我们呢，就是要有那个平等心。那平等心一出来以后，那个就叫正精进。你是一直往真理的世界一直在陷入，那就没有起伏没有生灭。然后呢，我们就是了解再接下来是以正定。那正定呢是从我们的那个佛性出发，因为我们在凡尘那个打坐修下来的定那个很难成，很容易破坏。我们做老半天只要一个声响，一句话，我们那个定就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从佛性出来的定，那个才叫正，才不会呢被外界破坏。还有一个呢，各位先生，还有一个什么？不是七个而已嘛？正面这个正面呢，就是正确的职业啦。我们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符合那个真理的那一些钱财我们不取，所以或者都讲有什么这个上看9亿或者是那个发票不是会中奖吗？那我们要训练那个我们身外之财那些都不要，纵然送到我们面前来，我们也不要。大家说你想管上来我一定给退。那我们要了解到，本来我们寿命有80岁你拿了这一些钱结果变成60岁了，促成我们早死。所以还是不要了慢慢的使我们的那个寿命能够到达一期的终了所以那个就是正确的我们取财方法那我们要知道戒的神明那个佛家1文钱大士须弥山，我们要知道说这一生我们有看到那个五官不全四肢残缺，那个都是用佛家的钱在生活。那下一次就会有那一种现象呈现。我们不要去当人家的面说了，人家都已经残缺了，你还讲残忍，知道意思吗？咱知影啦，知影讲他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现象的呈现，就是不是这一生这一世是上面前生前世那个钱财的来源不清不白所以就会有那一种那个五官不全四肢残缺。这样解决问题了吗？还有请问首先后学也是生物，后学也是不鼓励养宠物但是有讲就是说养宠物就要养到它成活，它的理路来源是什么？因为有人说我们小孩都不可能保证说要它成活，那养宠物也要保证它成活，那我们可能就不敢养小孩了。所以它的理路来源是什么？没有宠物就不要养到它成活。那有讲师曾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以前不知道那养就好，那如果以后又知道的话，那我们还要继续养的话，那要养到它成活。那这个理路为什么以前不知可以续，那现在知了我们讲的就一定要履行，这样子就因缘与理路是。好，请说。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很多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说养小孩不一定要他成佛我们才可以成佛。那养宠物为什么要使宠物来转世当人修成佛我们才可以？因为
宠物哦，它没有智慧。宠物有没有智慧？它有没有头脑？我们是讲它跟人有没有跟人一样的头脑？他知道要修道吗？所以在这一种情形之下，之前不知道养的时候那已经是不知道的因在前面，我们就他一生把它养到他这个归空就过去了。那你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你还要再买宠物来养，要不要使它成我？这样理路知道了吗？因为他不会用头脑，他没有人的头脑，他不知道要修道他不知道要修道，你要养他，你要负责。那小孩子他有头脑他要不要修他的事他有他的因果那个不能混为一谈的，那个理路很清楚明白。就像佛在讲的这个自然就是自然轨道，因缘有因缘的它的来源，那我们都要分得很清楚明白。那宠物它不会去辨别你要养它，你就要负责到底。现在了解意思了绝对不是用那个霸道。我都按你跟你讲，你都按你相信，不是那样的，一定要有理来贯穿，有理才可以那个理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不会不会辨别不会修道你既然要负责的话，你就要负责到底，你还要等他啦。等他来转世当人，当人了以后你还要教育，要促成他修道，所以这个是自找麻烦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所有人都不养宠物，会有宠物吗？所以当所有人都不吃那一些鸡鸭鹅会有鸡鸭鹅吗？都你爱吃所以人就去吃，吃的太太的，最后要给谁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理的所在贪口腹之欲所以那个弥勒如巴我们不是都有看吗？他说我们多活着一天多造一天的罪，入地狱唯恐不深，受罪的时间唯恐不长。所以按照弥勒如巴那样讲，是不是叫我们赶快早一点死对不对？较早死的较少做罪你少造罪那受苦就减少了。可是我们可以改变对不对？我们可以改变不是说一定要吃那一些才能够活命我们这个粗茶淡饭一样可以活命，而且活得很健康。或者都讲老年人吃的很少了，因为或许跟老年人生活的时间蛮长。那个白饭差不多7分满而已就吃那么一餐一点，然后菜呢也是一点点，汤也喝一点点，3餐都这样然后呢过的生活都是很这个平淡。90几岁了健步如飞了，我们跟在后面要半跑步才跟得上你吃得好坐轮椅你要吃好还是要吃那个比较清淡的
我们都会说啊。还有吗？没有了。好，请说。没有，就是请问哦，我们众生是众念重生嘛？在佛经里面说一念一轮回啊。但是我们修到以后啊，尤其现在有人修到，他一定回归无极体天嘛。那这样子一念一回的这个理路，请于老师说明一下。好，请说。这个因为啊，我们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就是那么一点点，我们开始落入凡尘啊，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啦。我们那个黄母性子十戒啊，收三山坡，我们在洗澡，然后先医先血，老母都回去，那是说的好听啦。其实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只有一念，一念就落入凡尘。然后我们到凡尘啊，本来那个业我们所造的业不多了，一点点而已。以那个现象来讲，差不多5毛钱，这1块钱都还不到。可是我们要来还这个5毛钱却被这个现象迷惑了，结果欠了5块。还5毛欠5块，然后为了5块我们又要来还了，这个为了5块糟糕，追下50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这个5亿都不止了。他欠的多我们就赖皮了，不想还，跟他这样还没了就不想还。可是这个因果定理他不会说你不想还就可以还是要还。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宿债，你的宿债就是要还。那我们了解说一念一轮回告诉我们不要起心动念，所以我们是有念才落入凡尘，要回去就是需要无念。那无念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断了，一直到达我们所有的念都可以完全都自己掌控了，声相就静，声音断了，声相静，我们就不落入凡尘，凡尘就没有我们的份了。我们讲受苦也没有因要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一念一轮回，就是讲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念它没完没了了。各位姐姐，我们是不是一个接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一天之中有多少念头有没有算算看？以后拿了一个那个码表，它不是可以按嘛现在7个了就按1嘛然后搁起来搁一个搁按2，到晚上看看大概有多少念，很多都忘了按。所以那个一念一轮回就是告诉我们说，不知不觉我们都起心动念只要你是不知不觉起心动念，你永远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讲的严重点，一念一轮回。下个是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天神，大家好。我写占道天师的老天前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神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也要讲这个楞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了？45。讲到这个已知世间细论名相，而得分别，是这样吗？是不是这边？
小智的这个上一段呢，要我们超越自然，那么此一段呢，要我们超越因缘。因为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呢不是于因缘，也不是于自然，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是离缘独立它自没有这个依赖。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自然呢，有自然的轨道，那因缘呢要有因有缘，那个呢都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生灭变化。那我们佛性呢都超越，超越自然，超越因缘。那么经文它虽然很长，内容却很白话。讲出来就是好像我们日常这种对谈一样，佛讲出来呢还是讲白话。那么又和破自然内容相同，那释迦牟尼佛不厌其烦一一呢加以说明，使我们志向者都能够知道这个答案。这个是讲上面这个第九。这个第九那个显见，第九番显见超情，超越所有的环境，显见超情。那么到第10番呢，这个显见离见，那个就已经呢进入这个全部都是佛性本体的，已经呢自己本体也离开。所以是非常呢这个殊胜。那因为我们呢这个可以说研究心理心法时间也算蛮长的时间。那因为我们呢可能都还有一些呢都还没有很透彻了解。尤其我们之前时常会讲，凡尘呢都是眼积则生眼散则灭。我们听的都很熟悉啦，都是因缘际会，才有万象，才有万事。那我们在之前曾经也有讲过说我们在凡尘要来观察这个衍生的道理。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呢，即是见佛。还记得吗？没有印象？知道里面的内容吗？因为我们凡尘万象万事都是因缘际会，因缘际会才有万象，然后才有万事。然后假如说我们进到因缘际会的前一刻、前一段，我们呢就已经呢见到衍生，因缘所产生那见到衍生呢，就叫见法，已经见到法。若见法，即是见到佛，已经见到佛的本体。所以或者就讲，这个本来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在心理心法来讲，却很不容易了解到里面的内容。所以或者就用比喻我们种子为因，然后水土为缘，因缘，然后种子我们把它埋进土里面，有阳光又有水，它会怎么样？会发芽，对不对？那我们见衍生呢，就是种子跟水土，种子跟水土它有因有缘，可是它还没有发芽，就是因缘已经汇合了，汇合了还没有发芽。各位浅显，我们见到什么？我们叫什么？我们看到什么？什么都没看到了，什么都没看到。
可是呢，我们假如说能够去守住它，去看，看那个种子跟那个水土已经汇合，它一定会发芽，对不对？那个发芽已经是呈现现象了。那呈现象那个已经就会落入无常变化。那么在之前就是种子跟水土，种子跟水土这个呢我们见到了然后呢见到这个演技因缘际会已经看到了。那看到以后还没有呈现现象。那没有现象这个时候各位会不会呈现现象？一定会，对不对？时间要够久一点，对不对？一定会呈现现象。所以呢，这个就叫见到它衍生，见到因缘所产生的。那我们各位先生，见到衍生因缘所产生。假如说我们每一个形象，每一个事情我们都肯用一点心来了解到它为什么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就叫见到衍生。那能够见到衍生呢，就是见到法。那见到法就是见到佛因为整个空间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这个能够见到佛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见到。那我们要知道说，假如说形象已经呈现，那我们见到了那个是实已成昧，那个就不是呢常住不迁，就不是呢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见到衍生因缘所产生，一定要发生现象或是发生事情。可是还没有发现现象，还没有发生事情，我们已经见到，这个就叫见到佛。这样对佛有没有更了解了？很奥妙还正在念，正在想，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完成所有万象、万事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就灭。那因缘际会已经会呈现现象，会呈现事情。可是还没有呈现之前那一段我们呢都很忽略。那我们修道呢就是来观这一段呢还没有发生这个现象，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的那一段情形那个因缘际会还没有形象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衍生你知道往后一定会呈现这个形象跟事情。可是现在还没有没有那个时候你能够去见到就是已经见法了见到法就见到佛佛就是呈现这个现象以后，我们要了解之所以能够呈现现象是不是佛让它呈现，对不对？又是在想是不是要有我们要有那个决定性了以后它才会呈现。然后呈现以后我们是看现象看事情，就不看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因所在。那我们呢修持就是先了解到它背后的原因所在。那我们能够见到背后的原因所在，我们对自己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那个佛性就会很透彻了解。
各位有印象了吗？可能还要再不听了哦，要听熟一点了，它才会呈现。那凡尘的不管是万象万事呢，都是这样，都一定有因，然后有缘，因缘际会啊，事才会呈现。像我们这个心理心法班也是一样，老师呢有意思要开，有那个因，然后呢各位想研究啊，有那个缘，因缘际会了，我们才呈现，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了解事情跟形象都是一样，都是背后啊有那个因素在，那个因啊，那个我们就是要去探讨了解，各位同学，我们这个班的成立啊，那个因从哪里来？能够见到啊，那个能够成立啊，这个心理心法班的因能够知道，那个就见到衍生了，因缘所产生。那见到衍生了以后啊，我们又见法了，见法了以后啊，就见佛了。有菩萨啥不？会不会？应该不会啦因为这个有脉络呢，可以追寻，可以追得出来。那么底下呢，我们就讲这个第十番的显见啊、离见，这个十番显见啊，就是显现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离见啊，就是已经呢离开啊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呢不在现象之中呢，去注重的，已经呢全部都进入啊无形无相的佛性里面，所以我们开始呢来探讨这一段。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啊，非因非缘。这个阿难呢，听到释迦牟尼佛上面所讲的以后啊，他就向佛呢这询问说这个世尊一定我们那个妙觉性啊，妙觉妙性呢不是因不是因缘，不是自然非因非缘。云何世尊呢？常以比丘呢先说呢见性啊具备了四种缘。所谓的因空因为有空间；因明，因为有光明；因为心，因为我们有心意识；因为眼睛四个眼是因何这个呢意啊是怎么样这个请求释迦牟尼佛讲。那么此事十番显见是最后一番，叫做呢显见离见。那么此见乃指见经自体，就是我们能够见的那个本体不是前见之见我们凡情的那个见解不是。那么见经自体真妄合，真的跟妄合在一起耶义按照真理来讲，可分为真妄两个见。那并非呢真妄个体不是呢真有一体，妄有一体，不是的。但耶见经呢爱妄时则名妄见，那么离妄时则名真见所以妄见真见两个见。如人呢在做梦的时候则名梦人我们呢在睡觉呢做梦在睡觉的时候梦人；离梦的时候则名醒人，已经醒过来了梦人醒人同一个人没有两个人。真妄真见妄见无二见没有两个见，是一个。那么今言离见者先离开这个见，
即增加离自己中一分的妄见而已。就是把自体之中一分的妄啊，已经呢也撇开了，故名为显见啊，离见，即远离啊，依他起，依他起性啊，当下呢即是啊严成实现。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所用都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因缘际会啊，然后形成这个事，形成相，依他起，然后呢我们就忘记执啊，就是执着，然后我们把两个依他起，忘记执都去掉，那么当下呢就是啊原实。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了。那么当机所以当机就是阿难，阿难呢它所以乃眼根中呢眼识啊，我们眼根中的眼识，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是生灭的眼识，是实以生灭六识里面呢都全部啊是生灭那我们假如说用呢根性啊，那个就不是灭了，然后阿难呢都还着重呢，在眼识，他所问的部分呢，都用眼识为出发点，那阿难呢，他慈悲要带我们众生呢，末法的众生来修道，所以呢，他表现的都比较程度啊低一点。那么如为首显是眼根中的见性，所以眼根中的眼识啊，跟眼根中的见性，各位填写一不一样？因为眼根中的眼识，就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心呐，那个叫生灭心因为那个会变化。然后呢，那个眼根中的见性啊，那个是啊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心理心法，或者呢就千叮咛万交代，一定呢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那不生不灭的心呢，就是眼根中的见性，就是唯一没有两个，就只有一个那个即心即佛所以这个很重要了。那假如说我们是用生活之中在用，生活之中用是用眼识，是认识的事。就像我们遇到人跟人家呢这个问候那个盘旋，那个叫那个日常所用的都是眼识在作用，都是有识啦，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用识，不用根因为那个呢，我们已经六道轮回久了，用的习惯，都把那个六识心拿出来用那个时候呢，六识心虽然是生灭，可是我们用也没有过错，没有不对啦只要我们知道它是呢佛性的功能作用就好，就可以，是实以生灭的，我们日常用那个六识，那个是实以生灭心，四心的生灭心所以我们很多浅显都会用这个六识心来修道，因为六识心也有真心或者一直比喻说青年男女到达适婚年龄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对眼了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那个心都是真心，因为真心才能够付出那么多啦。可是那个是建筑在世心上面，因为时过境迁一定会变化，然后变化了以后我们原来的心，原来那个为他生为他死的心不见了，跑到哪里去找不到，不见了，所以
我们的六识心啊，一样有真心啊，所以我们拿来修道说我用真心在修道也一样啦，没错。可是建筑在事心上面，有一天啊，在那里来，发生大的变化，那个要修道的心啊，不见，不见了啦。然后那个时候啊，这个发生大灾难啊，死的死，然后残废的残废，哇，这个吃的东西都没有，那个时候啊，各位姐姐，那个时候，假如说有东西不是自己可以主宰，肚子很饿啊，想不想吃？会不会去拿别人的来吃？会不会拿来吃了就会活命啊？不然是跳跳了，要不要拿？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显现出来，那个世心的真心啊，跟真心的真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心啊很重要，因为它不会变化。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呢，它都不会变化。可是我们的世心啊，虽然是真啊，很真，那个可以对发誓，绝对是真心，很真呐，那个跪得像上天啊，这个说我绝对真心在修道，是假吗？都是真呐，没错，都是真。可是遇到考验啊。那个真就受不了了，就会变假啦。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发心的心啊，到底是什么心？是六根尘相对，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是那个心呢，还是我们根尘全部都去掉了？剩下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心，已经呢，全部的心都没有了，剩下就是真心啦。那个心呐，即心即佛，用佛来称，用真心来称都可以，那个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不会搬家啦，不会迁变，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将因果一致，才会成道，才会成佛。所以这边呢就有把这个标明说阿难用眼识啊，那么如来显现眼根中的见性，那个就生性了。那么眼识是生灭变化，那么见性是常住不迁，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把它标明，说这差别非常的大。那么可是呢，知道却非常不容易，这个没有在此事辨明，修道呢不知标，所谓的摸不着根瞎修行，所以没有找到呢不生不灭的真心都是摸不着根，那个瞎修行眼睛看不见的在修道，道路坑坑洞洞会摔下坑洞的。那么前面前来世真乃托见经以显见性，就是我们我们眼根可以看到万象，把那个见性托给眼根，然后呢我们把佛性呈现出来。那么意令正入妙解明性，而得全体大用，要我们那个佛性的全体大用。那么今反认见性为也是，何以将彩虹把它当成山鸡彩虹可能我们都没有看过了，那个是很大的山鸡，有看过吗？
那个大超100倍啦。山鸡呢，佮有法度大到100倍的碧彩凤啦。那个彩凤啊，那个一张开它的那个很漂亮。现在啊，我们完全没有这种动物啦。那个孔老夫子的那个朝代啊才有有那个彩凤。那么是钻石啊，为顽石。这个石头大家都知道嘛，它选旧嘞，知道吗？大概都是听说了没有去摸啊，没有去看。真的有人拿这个真的钻石说这个几克拉，那我们也不知道它是石头还是钻石啊。各位都知道吗？可能不知道的多了因为那个比较贵重的东西呀。那个一点点就这个好几万了可不哀哉，把那个钻石当石头就很悲哀了。那么大圣显示啊9缘9个缘才会生，因为这边只有讲4种空明啊心缘只有4个而已啊。可是呢，大圣有9个，空明根呢就是眼根，境啊，境呢就是形象空明根境，然后周易分别染净种子根本这个9个缘就具备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9个缘具备以后啊，就在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那么小乘法中呢，列举4个缘缺一啊就不可以就空明啊心缘4个，为缘呢得生之缘并未曾说呢是缘啊生妙觉性。那么经说从因缘生啊物之圣就是讲的对了那个来缘根缘不对。那么佛言这佛就讲阿难，我说世间的因缘相非第一义这个讲世间的因缘相不是第一义。佛告阿难，我习入说是缘生缘是则是缘生是啊，乃一时前变说世间的知因缘相，引诱呢小乘学者免中外道之毒，彼外道忘记自然。我说因缘以破之，非同今日所说第一义修正了义之法，何得起彼而难辞也？不可以拿那个时候跟现在相比。阿难，吾复问汝：知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明见？云何不见？这个时候，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世间人说我能见，那个世间人说我能见，那个云何名字叫见，那云何不见？阿难就回答说：世人因以日夜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若复无此3种光明则不能见。所以能见就是有日夜灯这3种灯光。假如说没有这个光明的话，就不能见。所以能见不能见阿难都回答了。那么辩经所说不同习入因缘，故问之曰：知世间人说我能见是以我为能见物为所见有能见有所见此乃一切众生共执共同执着。那今结以云何明见？这个诘问，云何不见？唯但其戒言不戒言，
借着一年还是不借着一年？哦，答以因以日月灯三种光明，乃能有见。无光呢，即无见。正系其必定戒言。要借着这个言。此虽单举名言，以含空心言三个切意不见。此习路之权巧方便，是方便法门。那么阿难呢所系数固定，然今入所说呢是第一义如第一番显见是心呢，盲人主暗以有眼人处于暗室所见无异见性偷根偷尘灵光呢毒药又何借光明？此即前此不同。前就是方便现在是讲实相所以我们不信不用借着一些外在的言，这样了解吗？我们很少研究到这么深入了。你看我们见性偷根偷尘，不用我们六根也不用六尘，我们的佛性能够了了分明，这样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么的奥妙，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以研究才会知道。那么底下呢，佛就讲，而那若明时就是黑暗的时候，明不见者。假如说没有光明的时候，就是黑暗名字呢叫做见。那么夜不见暗，应该不见暗。若必见暗，假如说暗一定可看得到，那么此但无明呢，云何无见？了解意思吗？这个够静的嘞。所以我们了解佛在讲其实也是很白话的，白不白话？很白话此但无明云何无见？很白话了。我们假如说这个已经是晚上的时间，灯也全部都不开，很黑暗我们看不看得见？真的都看不见没有看到黑暗吗？看到黑暗不是看见了吗？只是那个外境不同而已对不对？一样看见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第一番的时候那个盲人有见那个阿难跟佛子真好说盲人没有眼睛怎么能有见？然后佛就讲说盲人见到黑漆漆一片跟我们有眼睛的人处在暗室，就是黑暗的房间里面一样是黑暗暗对不？跟前面同款然后佛就讲，假如说这个时候那个盲人，我们给他移植眼角膜，他能够看得见，对不对？这样叫什么见？这样叫眼见因为给他眼角膜，眼睛有了眼睛看见了眼见，对不对？然后那个在暗室里面有眼睛的人，我们现在开灯，他也看见了，对不对？那个佛就讲，那个叫灯见。为什么？开灯开灯看见不是他眼睛看见，是开灯看见，所以叫灯见。那佛就讲，灯能有见跟你什么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不对？所以那个前尘眼前凡尘，前尘之暗，见何亏损？我们的见性没有一点亏损
啊，所以我们就是不用见，不用眼根啊，可以见。见明是见，见暗是见，明来见见明，暗来见暗，我们都见啊，见不见？暗来的时候见不见暗？一样见啊，所以明来见明，暗来见暗，所以叫透根。然后呢，主暗有见，主就是看，一看啊，一样看到黑漆漆一片，有啊，我见性就看到黑，这全部都是黑漆漆呀，所以不用还尘，不用六根，不用六尘，我们见性啊，脸独立，离开所有因缘，它独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佛性的奥妙，就是这个样子。不借因，不借缘，不用因缘，也不落入自然，自然有自然的轨道，不落入自然，它是超然，超过因缘，超过自然。所以那个之前禅师那个不堕萧然机呀，还记得吗？还记得啊？能够从头到尾背下来吗？或者起个头，一起忘所知，对，更不加修之。第三句呢，动龙古路，不堕萧然机，不是刚才我们讲这边吗？不堕入啊，萧就是因缘，然就是自然，不堕入因缘，不堕入自然，不堕入这一些机缘变化，然后处处啊无踪迹，找不到，声色外微语，你的声色啊都是表现在外，知方达道者啊，显眼上上机，有没有？一念的听了太多，有印象，有错，对不对？有没有？有。因为那个智贤禅师啊，就是智慧很高，那个龟山和尚呢，他说你还没有入胞胎之前，你讲一句，我要记你，就是要受记的，要使他成佛。他讲出来龟山和尚都说不对。后来他没办法的时候，那师父你讲给我听。龟山和尚说我讲是我的啊，你要讲你的啊。然后他回去啊，所有的书一找啊，都找不到答案了。柯浅浅可以找到答案吗？那个答案就在我们刚才讲的，若见本身啊，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所以我们在讲他回去了，他是行礼啦，说我要回去吃稀饭。这个修道已经没希望了，没有办法成道了，他就收拾行李回家，然后在整理环境的时候啊，拿那个镰刀在砍杂草啊，那个镰刀尾巴去砍到小石头，小石头飞起来去碰到那个小竹子啦，小竹子就发出一个声音，噔。然后这个智远禅师就领悟了啦。因为他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讲一即啊忘所知，就是这么一即他不知道他那个动作会促成小石头飞起来。也不知道会去打到那个竹子，也不知道会发出声音。所以这么多的因缘，这么多的因缘聚会在一起，所以他就讲一即忘所知。因为我们在凡尘，我们都是能所，有能知啊，有所知。他一即以后就没有能知，也没有所知啊。就已经进入一体了，这个叫做见衍生，因缘所产生。他已经见到法，
啊，所以见到法就是呢见到佛，所以他见到佛了。还没有入胞胎之前呐，就是这样了。啊，所以他来讲说，更加修治，没说啦，我已经到呀，已经到家了。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若见衍生啊，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所以啊，我们不是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常住不迁。我们见不到啊，你要怎么见到？你就是要见因缘际会之前那一刻，那个前面的那一刻，因缘际会，还没有现象，还没有事情，那个前面那段你见到了，你就是见到那个衍生的方法，因缘所生的你已经见到了，都是见法了。见法就已经见佛，佛法生呢，它是连体。所以佛说法成佛，成佛以后讲法来给僧修，僧听了佛所说法来修成佛。所以你已经见法，就已经见佛，知道吗？知不知道？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脉络可循，可以去追寻得出来。说原来就是这样，不很深深不深？说深不深难回答了，说浅不浅呢？只要我们肯用心了一定可以进入。所以我都讲，心理心法绝对没有办法骗人。你说我知影啦，你嘴巴讲出来，你修到什么程度，听的人马上知道，对不对？不懂就不懂了，理就远就是这样的。你能够进入佛性，能够入法性，一听就知道进入了入性，进入佛性，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引导所有这个众生成佛成道，就是一定要有把握，成佛成道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是这个在成的，这个没有启发，剩下都不用讲。你讲的变成事跟相，那自古以来没有从事，没有从相成佛的啦，没有从事从相成道的啦，没有，一定都是明心见性，见性你才能够成佛。各位天贤心明了没有？不敢应了，可以大声一点，明了，最起码无六识心嘛知影，对不对？最起码六识心根尘相对啊，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也是心啊，那个我知道啊，知不知道？透彻啊，知道这个知道，可是我们修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录不生不灭的真心，然后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就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自我勉励的，这个别人没办法帮忙，咱拢无爱做叫别人你较骨力的，你修修给我，可不可能？不可能的要自己一步一脚印，要自己做自己修，然后才会到达，而且不很困难，困不困难？又不敢回答。或者都讲假如说要我们去挑担子100斤那个60公斤
那个真的我们有困难，人家大概都差不多了哈，拢倒，要挑那么重的担子哦，可能挑不太起来。可是要我们在心性上做功夫，那个都不着力的啊，唔免出来的对不？做会到未？就要做哦。一定要有心想做才可以哦。这个都是从心地，我们心地啊一发挥出来，力道就有就可以啊去行持，那做出来就自然而然，都不会感觉到很这个劳苦啦，不会也不会疲劳，也不会呢这个厌倦会很高兴。各位有没有觉得说我们越修越高兴了？有。晚上睡觉有没有偷笑啊？这个或许当时一了解到那不生不灭佛性的时候啊，真的是睡觉都会笑到醒过来啊！我哪里笑到气很高兴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容易接近呢这个上乘佛法因为我们啦再来看这个所有一些啊这个经典所有讲解呢都那个层次啊都不是最究竟的没有像我们这个讲得很透彻很究竟，做的又是很容易看我们愿意而已啊。愿意成佛，就要努力我们立定的那个志向。我们讲到哪边了？真见即离自体中一分妄见，而不堕在妄中。如人结梦呢，梦变不殆啊，即已离梦中矣。这边嘛，什么我讲到都袂记，也拢袂记啊。哪边？中间的大字原来我是看到那个46页去的啦。讲了是蛮用跳啊紧。这个阿难若无明时，名不见者这边嘛，原来是在这边。若必见暗此但无明，因何无见？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那么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所以佛在讲经说法呢，他都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方式。明就是明，暗就是暗。我们见明就不见，见暗就不见明。不是像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能见暗暗来见暗呢，明来见明，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呢，我们假如说在暗时不见明，在暗的时候看不到光明，名为不见。那么今在光明的时候不见暗相还名不见，一样叫做不见，叫看不见。如是二相呢即名不见。若复呢二相自相离躲那个暗跟明它两个自己互相领躲这个明的时候来暗相就没有了，暗相来明就没有了自相呢领躲，非汝见性于中暂汝，不是你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在这个中间暂时没有如是则知二即明见不管是明不管是暗，两个呢都叫见，云何不见为什么会
讲不见。是故二难，如今当知啊，见明之时啊，见非是明；见暗之时啊，见非是暗；见空之时啊，见非是空；见塞之时啊，见非是塞。所以有跟呢二难讲，所以你要了解到如今当知啊，要智慧来知道。见明的时候，看到光明的时候啦，我们的佛性啊，不是明；看到暗的时候啊，我们佛性啊不是暗；看到空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佛性不是空。然后见到塞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佛性啊不是塞。那么显光明之时啊，不是无见。若如谓无明时，即谓呢无见者，应当呢并暗呢亦不见方可，谓之无见。若无光明时啊，必能见暗者，此但是无明无啊而见不无，只有光明没有，见还在。因何汝说无见啊？若复明暗二相呢，自相亲邻侵夺。明来暗去啊，暗明昧，明暗呢二相时有时无，非汝见性呢，于中呢暂时后。须知明暗啊有生灭，见性啊非有无。明暗啊有生灭，我们见性呢不是呢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们见性能够明来见明呢，暗来见暗。正显见性啊常住，不生不灭啊，不借得因，不托得言，不借因缘，之间呢常情啊，唯许见明有见啊，不许见暗成见。全教啊一悉啊具足空明悉言四个言，方能呢成见。那么此经为了义啊之全，但其啊暗中有见，故曰如是则知啊见明见暗啊，二即明见，云何不见？是则暗中之见呢尚不用言，何借啊空明啊及分别之心也？是则显暗中之见啊，则是言啊既过于。是故当知见明之时啊，此之见经啊非是因明所有；见暗之时啊，此之见经啊亦非因暗所生。见空见塞啊，可以立之。按照这个比例就可以知道，则此见经不是因缘已经很了解了，我们透彻知道。那么是以成就呢如应之啊，见之时啊见非是见，见有离见啊，见不能起。何复说呢？因缘自然及和相，汝等声闻啊狭类无事，不能通达精进那个实相，吾今回汝当善思维啊，无得疲态啊，妙菩提路。所以这一段呢，这个佛呢做一个结论。显见离见第一义即显妙精明见性。比喻呢好像呢天上的真月。那么此段呢较上面呢更深一层。这个四义成就者，以成就呢离言第一义，尚有离见第一义。汝复呢应之，若呢悟见体离言而谓见体，尚非呢言悟圆融的领悟。亦呢见体离见，乃真见见体真正的见到我们那个见体，不以离言为例做比例。那么见之时见非是见者依第三个见字是成真无妄本体这真见，即呢妙精明心如地月。那么第二个第四个见字呢，是所带一分的无明妄见，即见精明圆如第二月无始时来此之真见常堕在呢妄见之中
不能呢健忘，好像我们人落水了不见乎水，已经呢这个衰落在水里面已经人在水中啊看不到水。若观行力养偷年啊内服，福归呢元真，花本明耀，则真见呢现前真见啊显现在眼前，其能测见呢妄体。正当呢真见啊忽见妄见之时，真见啊即离自体中一分的妄见，而不堕在呢妄中。如人呢觉梦梦呢便不在，即已啊离梦中矣。那么此之真见啊非是在妄之见非是啊即不堕入的意思。见有见啊见不能及，良以有妄见时啊真见啊全部都隐就隐退隐藏了。极致啊气生灭守真常，常光呢现前，即真见呢现前的时候啊则妄见啊已经空了，故曰呢见经所不能及，前面都是真见。因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和相？那么此则责备阿难，其执印执着印色啊，往路所写的不肯放舍以往所写的那些都觉得很好，不肯把它放掉。那么今离见啊第一义啊尚非离缘第一义所可习，何况世间的细论因缘自然那个凡尘因缘自然都叫细论演戏之中的台词。那么即和合相不和合和合呢就是因缘一类，不和合呢是自然一类何以允和复说来责备那个阿难？那么此第十分呢显见离见啊，显其自相啊义离，转入成真无妄佛勉励啊其微小向大，把那个小圣的心啊转向大圣，无得疲怠啊妙菩提路，不能够疲怠那个啊妙菩提路就是一定呢要继续啊追求。所以这一番呢第十番啊显见离见就是最这个殊胜地方啦。就是我们平常一直在跟各位讲说这个应无所住啊而生其心那个无所住就是真空，生其心呢就是妙有真空妙有。那我们一般都会把我们的心认为是在身体里面所以呢都有所住，然后呢也有所这个误解不知道呢它的真理所在。那我们呢看这一个这个第十番显见离见呢，我们就更能了解说我们那个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各位浅显，我们的真心在哪里？所以各位浅显，显见离见所以我们的真心只要说你讲得出来，指点得出来，就表示你都还差很远。你只要说讲不出来，可是了解讲不出来，那已经就是这一番显见离见了。自己的性本体都已经能够离了，那个就是第一义了解吗？一个不傻傻，而且不是说嘛那个
我们研究那个《道德经》老祖讲第一章常有欲观其徼，常无欲观其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贤。贤之又贤众妙之门。所以常有是常住的有，常无常住的无。两个把它合起来，常有跟常无。常无就是真空，常有就是妙有。真空妙有两个合起来，是指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对不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它是尽虚空遍法界，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不管什么地方所在，都是我们的真心，都是我们佛性。我们本来都是佛，所以你能够见到了因缘然后产生见到那个眼际因缘际会然后你就见法，能够见到法就见到佛所以是一个完全都没有形象没有形象你若咧真搞该一点没出来，表示你还阁差足远的，你还只走在有形有相那个距离是一个真理还有一距离，就是地狱你还不透彻。那你假如说透彻的话我们要知道那个佛性虽然说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可是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我们的佛性无所不在，就尽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以整个虚空都有我们佛性在所以整个虚空我们要了解到都是非常的奥妙。山河大地也在虚空之中生发，万象万事也在虚空之间生发我们看到了那个衍生之法，因缘所生法，我们看到了，就是看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就已经见佛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不是那个勉强的，而是真理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切入。它不住在我们身上，可是也不离开身上。你说身上在哪里我们就是要知道，可以讲的就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有形象我们能够把它固定化吗？可不可以？不能把它固定化。假如说固定化的话，佛性就太作用太狭隘了，就是因为它不能固定很宽广。然后我们很宽广这么大的心量，可是我们在日用之间我们为什么都把它缩得很小？小不小？是我们喜不喜欢跟人家计较？喜不喜欢？当我们在计较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是大还是小？很小我们都知道说跟人家计较那个心很小。所以往后我们了解说我们的心这么宽广所以时时刻刻要使它能够跟天地能够合一这样天人合一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业？就不造业了，对不对？要不要受苦？就不用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生活上人事上的摩擦，那个都是心量太狭隘了太自私了，有没有？
所以我有研究了以后啊，就要把它呢，整个推广，让它呢冲晒整个宇宙虚空，到达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有没有？我们之前就先预告，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状态，那个司机啊，就是在家里面没有出门啦，静静的在家里面住，然后龙现啊，就是神通万物。那为什么我们能够神通万物？因为啊，万物啊都是佛性生发，那我们会不会让它神通啊？就一点勉强也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司机然后龙现，能够神通万物。天地之间什么事情呢？那所有的事啊，都在你的佛性之中所以你这个佛性的全体大用就呈现出来了，一点不勉强啦，都是自然而然，可是呢，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啊，一定朝真理方面下手修，不能呢一下子就想要神通了。想要神通的话，那个偏了。神通只是我们佛性的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啦。我们不用呢去追那个，自然就有，都会具备。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呢所研究所追求呢，都是很殊胜。见有离见啊，见不能及。良于有望见时啊，真见前隐。即气生灭所真常，常光呢就会现前。即真见啊现前的时候啊，见啊就已经空了。所以见经啊所不能及。所以这个底下我们呢这个刚才就有练过一次了。那么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就比较程度比较低的，先说因缘即以自然是和相呢，与不和心有未开呀，而今更稳啊，渐渐灰见啊，同增呢迷闷，那个因缘自然都要被解决的，个今嘛渐渐离见渐渐灰见呐，都要更增加呢那个迷昧啊，跟呢那个胸闷。那么福焰呢弘旨啊，知大会目，开示我等啊，决心明净，做事语啊，悲泪啊，顶礼承受圣旨。这个阿难很慈悲啦，为我们末法众生呢请佛来详细说明。那么仔细是呢迷闷呢为世尊为我等辈啊先说因缘自然，心有未开呢，还没有开悟，而今呢更闻渐渐灰见从真迷闷此理未明急于求是。福愿如来发大悲心示我大慧目，开示我等决心令得明净，做事请示语悲伤流泪心有感伤，伤及沉迷不悟顶礼则求是迷闷故离神敬力求受佛之圣旨。那么尔时世尊临悯难呢，及之大众，将欲敷衍大陀罗尼。这个大陀罗尼就是总持知三摩提妙呢修行路，告阿难言：汝虽强记但亦多闻，以奢摩他为密观照，心犹未了。汝今呢谛听。吾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将来知有漏者获菩提果。那个有漏就是有烦恼这个漏精神的外惑漏有烦恼。
将是妙物呢，妙修令得圆正。以当机呢，闻说渐渐挥见从真迷闷，故以尔时呢，佛身灵敏。那么既然未开圆悟不能汲取妙修，故佛将敷衍大陀罗。我们翻成中文叫做大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即如来密因之理，即众生呢所具备的圆湛不生不灭的见性。总持之法，即大圣呢起信论，所说的心为大总相法门，辉特呢尽迹根中，实则掩开万法，那个该就是包括，即所能言王大定呢，总持百千三昧，自然自性天然本定。是名呢妙莲华，圆融无碍之理为大总持。那么知三摩提来摄解，能够了解了所起自利之行，即25圣呢圆通法门。那个25就是6根、6尘、6识以及7大。加起来呢25妙修行路来依行所立之位，即55位，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实地，实地呢就是菩萨，然后等觉、妙觉，真菩提路，就是呢修持方面的。真正的道路，乃双摄定慧所修两利之行。自利也有利他两利。有定有慧定慧。此则通指信愿行。告阿难言：汝虽有强记之力，阿难的记性很厉害，只要听过一次他就能够记忆了。不管再难的那个文字他也一样听过一次就能够记得下来。但增益多闻而已。佛呢说你有强记的那个力道，可是呢增益多闻。以奢摩他自性本定之理，所起微密观照，朗然照体之真智心中犹未了悟。所以这重点他还没有去抓到。人家所说的能够记得下来呢，那个对自己的帮助并不是很大。那么四者呢，真智未开，不能呢记事妙修，必先呢开圆解为当务之急。所以那个圆解。圆融领悟了解为当务之急。观照即称真理所起之真智，开解照了自性本定，非同自心分别结观诸苦故曰微密乃是呢离妄结相，照体独立。离开妄没有形象，照体独立。阿难但知见性之真，而不知所以真；不闻见性之妄，而不知所以妄。称自己迷闷。佛亦以迷闷是集，先为开始，令得广开圆解，方为呢起修之本。故简之曰。汝今自当呢谛实而听，依教观心，有言呢达理，吾当呢为汝分别真见、妄见，开示呢奢摩他微密观道之意，亦令将来之有漏者
得到菩提果，获呢菩提果。但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恶颠倒，分别妄。当处发生呢，当夜轮转，这个佛呢跟阿难讲，说一切的众生啊，我们在世间轮回，就是世间过去、现在、未来间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世间轮回世间就是两个颠倒，分别见妄。然后当次发生呢，就轮转了。那么因何二见？一则众生别业妄见，二则众生同分妄见。一个是别业，一个是同分。那同分都叫共识啦。你认为对，我认为对，我们一起去做，结果它不是真正的对，那个叫同分。那此中两种众生呢？即此一人而言，言一人皆具两种生死，即分两次生起。从依他起性起自然不和颠倒妄见，不动言和而生呢？即别业妄见。从偏计直性起因缘不自然颠倒妄见，即同分妄见。那么此两个呢，总由分别实相而成，无有实义故名妄见，都不是那个实相的。那么当处发生呢，当夜轮转，随其所分别处当若善若恶发生其业，随其善恶业而轮转六道。见就是惑，分别境界就是业。然后随业轮回即是苦，后业苦三个一直轮转不息。大半的人生呢，就在这三个字之中包含惑业苦。我们迷惑了，然后造业，造了业了受苦，就是这样啦。我们一生很快要过了，一生之中归纳就是这三个啦，惑业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真的都是很无奈，一落入现象了无家都没使对不？所以佛就讲我们有寿命的因一定要有饮食的缘，因缘汇合我们的寿命才能够延续，对不？我们有寿命的因你都不爱吃。会安那气跳跳，会跳起来，对了，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要有因要有缘，因缘配合，然后我们很无奈了各位天贤，上天给我们生命，天命为性对不对？既然给我们生命，为什么要我们自己去维持有没有想过上天给咱生命对不？那会爱咱家己去给他维护，上天给咱有好干唔好，好不好？记得你运好就要努力修道。你努力修道了，是不是真的恢复了？都不用烦恼了，对不对？慢慢吃，慢慢喘气，慢慢去烦恼讲无啥人请，这个季节要变换了，对不对？要不要再买衣服？有啥提出来帮请所以呢，我了解说，这个后业苦就包含我们六道轮回整个人生。那么别业妄见呢？我们就是了解有众生一念不解起分别见，所造之业变异生死所以上次这个吴讲师问说一念一轮回是吗？是不是这样？一念一轮回。那我们了解我们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起的时候
是不是生？我们下一个念头来啊，上一个念头是不是灭？生灭有没有？生灭灭就死啊，是不是一个念就一个生死？有没有？或者还说了肉肉等，等一个想法买暗面呢，简单啊吼！你起心动念就生，转念头，下一个念头来了，上一个念头没有了就灭，生灭，一个念头就一个生灭，就一个生死了。我们一天之中啊，有几个念头？好多年也不是说拿个码表把它按，这个起一个念头按一个，再起来再按一个，然后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看看有多少，一定很多都忘了啦，忘了按。开始的时候啊，头啊兴兴，尾啊定定，开始的时候一个念头按一个还会啦，很规矩。可是到后来忘了，不知不觉了，会不会？会不知不觉所以我们讲不知不觉就是无明，对不对？真的就是无明，这样害我们的，都是无明害我们，所以我们把那个无明的那个去掉，无啊去掉，留下一个就好了，明，留下明就好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别业妄见啊，就是别人拢无跟他你想出来，那个叫别业。那同婚呢，就是拢共款啦，那个上看9亿大家嘛想要去买来看会到的，有没有？没有啊，那还不错呢没有那个额外之想。所以底下呢就讲那个同婚妄见呢，都是四心，由众生呢于别业境上呢起嫉妒分别所造之业，分段生死呢六道轮回的凡夫啊皆同，故名同分。那么所言之境啊即根身器我们的身体及外面我们所用的环境啊，所有一切东西。那么此两种见呢，皆于真体上啊妄生分别，如空花水月空中没有花啦，水中的月亮也不实在，虚而不实啊，故如皆以妄见称之。那么以种性上呢起分别，以小圣啊修偏则世所稀有，故以一人比之。以根身器界呢起嫉妒，其六道凡夫啊早有相者啊，众生皆然，故以一个果来比之。见性呢就是呢这个第7识，眼心只有第6识。那么7识随性分别眼种相故以眼影来比之。那么6识嫉妒分别眼差别相，故以种种不详来比之。又同分见即6识眼6尘，人人皆然故名同分。所以这个讲比较也是根源的地方了。别业妄见即6识还原自性以6凡，故名别业。那么允何名为别业妄见？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什么叫做呢别业妄见？那如世间人目有赤神，就是眼睛已经有毛病了，有赤神眼睛生病。夜见灯光，别有眼影五色重叠。这个倒是不用这个怎么样？就是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假如说有那个玻璃，我们从玻璃看出去外面的路灯，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路灯的外围就有一个圆圈，各位有没有看？都有一个圆圈，然后不同那个灯光的颜色呢，跟圆圈的颜色不一样。
有没有？这个佛就是做这个比喻的。他说五色重叠，有那个眼影在那个灯的外围啊，有五色重叠。次神用是逢异，眼有异故啊，夜见灯光啊，有五色的眼影，和常人呢，这个不同，这个一人独见啊，故名别业。目啊，就比喻正智；声呢，就比喻见经；灯呢，就真如。那个影啊，就比喻啊大种性。那个大种性啊，就是水火风土。因为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称为大。我们看到大呢，都是摩诃啊，那个梵文叫做摩诃，摩诃就是大。因为大到整个虚空全部都是，所以才可以称为大，才可以称为摩诃。那么佛就问阿难：于云何？此夜灯明啊，所见的荧光，为是灯色，为当的见色。这个地方呢，佛就问阿难说：我们看到那个路灯啊，那个所现出来，那个一个圆圆的五色重叠的那个圆光呢，是它灯的色呢，灯所显现出来的五色重叠，还是我们见性里面的看出来五色重叠？各位姐姐，是路灯它自己出来的，还是我们见性出来的？见性出来的那活菩萨没有呢，活菩萨看不到五色重叠呢。清明眼啊，看到青红就没有五色重叠哦。那么问前影为从灯有是灯之色也；为从见有是见之色也。若有所从来，则名实有；若无所从来，则名妄想。那么此意真如取大种性，虽有风土空。那么此种性无而忽有，唯从真如来也，唯从无明来也。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稍微这个留意一下，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这个问题。阿难，若此灯色则非生人何不同见？而此眼影为生之观。所以这个地方呢，佛就讲说影若是在灯的话，当人人可以看见。那为什么为生则观之啊？那可证那个影不在灯，那个灯不会显现五色重叠的眼影。那么这个比喻真如本无大种，这生比喻我们众生。那么非生人比喻诸佛，因为诸佛他看没有没有那个五色重叠的影。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生人名为何等？那个影若是在见，是在我们见性的话，那么见已经有眼影了，那么不应该呢再见到眼影。那么今见眼影故可证影不在我们见性里面。那么这个比喻见性本非大种，那么见性是能见大种之人，可以见到那个大种的人。复次阿难，若此眼影离灯别有，则何旁观？假如说这个眼影那个在灯外面的五色重叠眼影是离另外有的，那我们从旁边去观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个屏障呢鸡眼有眼影出假如说离开灯另外有这个更不合真理了啦。所以这个讲我们就是了解到佛所以要讲的透彻明白。那个影若在灯，舍灯呢而观呢那个屏上之障满机下之宴席，何有影出今离灯外更无有影，可证呢影非不在面
那个影啊，就是有灯才会有眼影。那么此欲啊，种性虽非真如，而又呢不离啊真如也。那么离见别有，应非眼足，因何生人呢？目见眼影。假如说离开我们的见性，另外有那个眼影，应该不是我们眼睛看到。那么因何生人，就是我们眼睛有生命的人会看到你那个眼影。影若不是见，则言不应见影。今生人自见眼影，余皆不见，可证呢影非不在见。这种比喻呢，就是种性虽不是见性，而又非不是不见性也。虽不是啦，可是又不离啊。是故当知色呢实在灯，那个色就是在灯。然后呢见病为影，就是我们的见已经有毛病了，才会看到眼影。那么影跟见俱生，看到影跟我们的见性全部都有生病。那么见生非病看到生的本体就不是病了。终不应言是灯是见，以是中有不灯非见。假如说能够离开呢，知一些这个问题所在呢，我们就会很清醒的知道，清明眼呢所见就是清明空。那我们看到有颜色，是自己那个见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五色眼影实在实是呢在灯。比喻大种性实在呢这个真如。见病呢为五色之眼，比喻我们心起而生相，眼影与见俱是眼生。比喻大种呢见大呢见大之见，即是呢心病，全部呢都是我们的心不正确，有毛病。那么见眼生之见非病，比喻觉心病之觉非生，就已经能够了解了。自己的眼睛生病，自己眼睛看得不正确，这个就已经呢知道。那么知道以后就离开了，离开呢这一种生的那个病里面。中应眼是灯是见，这个不应该去讲它是五色的重叠眼影是实于灯呢还是实于见？不该这样讲，这样讲就已经不对题了。那么比喻呢不应眼绝病之心是大种是见，于是中有非灯非见，比喻这个是色是心中，又有非色非心之觉性。见影之见是意言故名生，见生之见是净言故非病。所以见生之见已经清净的言，所以没有病。病言比喻己心，然后净言比喻正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段是在我们看起来比较会生疏啦，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近过。然后底下呢佛就讲说如第二月非体非影。第二月就是我们眼睛捏了以后它影像重叠，它不是本体，可是也不是那个影子，那个影子就全部都是假了，那本体就全部都是真了。那第二页不是本体，也不是影子，所以不是真，也不是假，了解是吗？拢我讲个迷迷糊糊等下佫讲落去，我全拢困去所以这个佛就讲说何以故第二之观内所成。第二页那个第二的观就是我们内目，然后才会呈现两个重叠。那么知有智者不应说言，此内根言是行非行，离见非见。有智慧的人就不应该说我们把它捏那根源是行非行，离见非见，你不要捏就好了嘛，不要捏都没有问题了。
那么此如是木生守成啊，金玉明水，即嘛就是安尼，目睭有病啊，所以形成那个五色重叠的原型都是安尼。啊，即嘛要改用什么名称来号，拢唔对。树灯树，何况分白灰灯灰键，都不对题的啦，都是我们叫做细论。那还剩下20分钟了，留下给各位提问。有没有问题要问啊？应该是要了好，你说。第一个问题，楞严经讲，色身山河大地是妙明真心中物。圣经创世纪说，神创造天地在6天完成，这个部分是否有冲突？神说。圣经上说的啊。神创造天地在6天完成。呀，因为我们在所讲解的这个《楞严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很特地的讲说呢，我们整个这个众生的来源，以及山河大地形成，那我们所有众生的业那个业果怎么样缘起，那佛呢就详细的就全部讲，唯有或许已经呢看了非常多的大藏经了，可以说那个都算几百部了没有像楞严这么这个详细透彻的讲性心法，要我们见性要我们能够回归大部分在心性着力的就只有这一本楞严经了。那在楞严经的部分呢，它有很多呢都已经是讲到那个菩萨的那个修持方法了，就已经呢我们要接近就比较困难。那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之前这个很多的这一些这个经典它也会稍微点一下，只有这个大部分说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境界为缘长6处了，然后很详细的说明，说这个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真心之中呢所现东西就只有楞严经明白记载，所以只要我们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一些经典，他假如说前面有讲世界底下一定会接着讲微尘，所以世界不是实有，实在有实有的就是微尘，实在有就是微尘啦。微尘也不是实在有，只是一个名相。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凡尘一切都是叫什么真空妙有。那我们在凡尘的一些修持所体会的都会讲到一半说万法皆空，可是呢它后面没有接空性即是佛性没有接这一句话所以我们一般听到以后我们会说万法皆空，以为说什么法都是空，都是没有，都不要去着意不知道它后面所接的那个才是重要万法皆空，那万法是从我们的空性生发，所以空性即是佛性所以这个才是重要了。那圣经所讲说这个天地然后造人，然后吹一口气，然后我们人就降生各位假如说以这个真理的角度看的话，我们相信的程度会多还是少？就不是很这个容易去接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经过实际的去实践。那你怎么会教授？你个念
了较侪土王啊，你个个安那个笨哦，你都是土王啊，对不对？我们不要讲那个了，你再问下一个。华严经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离众生无否，离佛无众生，离心无众生无否，请详细解说。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哦，这个心佛跟众生呢，哦，三个都没有差别啦。哦，心就是佛，心就是众生啦。哦，我们在完成啊，只是那个名哦不一样，名相啊不一样啊。其实它的内容哦，因为会成佛的也是我们的心啊。然后会成为众生的，也是我的心。看我们的心是要成佛呢，要成众生，哦，都是由心来主宰。所以我们呢了解到心佛众生三个啊都没有差别，那三个都一样，都是相同。所以我们呢，就从我们能够入手的地方。就真心，真心一进入了，就到佛了，然后呢，我们成就成道了，可以度众生，所以心佛众生啊，它本来就一体的，是一体的啦，这样了解吗？一个唔敢应，要讲了解个无，要讲无了解个有欠点啊，安尼，还有吗？没有了。那还有人要问吗？还15分钟。好，请说。那个若也是今天啊，这个女性啊，这个就是说对今天来对这个情况，有一点难。刚有讲，这个比如讲这部分能量，高能量。有，这个能源间是有规律。有。这个变感通，其他通。对。听到就好。因为就差不多2个月手术很大。打有用。感觉听这个能量，手就动，跟不会修。这个不是迷信的，怎么讲呢？这个有的来讲点比如讲你评估情况，你行会算会烧，是不是？对。这个力量长大，你就袂看。这是讲外在的力量引发你内在的力量的崛起。换是真法，你听到这个不但法力充满，而且会洗你心爱啦。洗咱的业的呢。所以这部那年间这个刘讲师真的是很棒。无气量。我你那年间无咱很了解，对吧？你看你听，或者是知道，但是唔了解得最清楚。你这部那年间我都讲是这个是开悟的啦，是绝对是开悟的。所以讲，以后若变那年间的班，绝对袂使缺席，缺席交这个是啦。交接了，咱今仔日咱修的修道，咱就是真正讲知影这个世界就苦啊。知影苦的人，有经过苦的人，伊才会晓要出离哦。另外的人，伊唔知好心，有苦的人，咱要出离这个苦。但是你要出离这个苦，无门啊，唔知要怎出啦。就是这个人间认真听，认真摸，认真等你就会让随发现好过呢，安尼才有好处。对呀，所以给我们信心的，给我们了解，我们研究呢是最殊胜的、最上乘佛法，没有错的，都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状况。还有吗？还有10分钟而已哦。有人要问无？有疑呢要必问
不能留在心中，留在心中哦，就这个阻塞了哦，耽搁了，就不会这个成佛了。好，请说。有讲师好。我想请教有讲师一下，那个你讲说五蕴皆空，那空是要自然去观，还是说要超度的方式去观？好，请坐。这个五蕴皆空啊，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就是形象啊，就是我们的身体，然后受想行识啊，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啊，受想行识。那我们这个要了解到说，这个身体呢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呢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的啦。所以我们在还没有还给天地之前啊，一定呢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使我们的佛性跟整个宇宙虚空呢融为一体。那么这个时候啊，当身体还给天地的时候啊，我们佛性就可以主宰自己呢要到哪个佛世界了。那所以第一个是空的是要还给天地，没有人可以拥有一定要还啦，早还晚还，一定要还。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就是借假来修真。第一个色先了解说空的，然后呢受想行识啊，最重要的呢就是那个受，就是我们在完成感受，我们对感受就是很强烈。那佛呢就讲说所有的受我们要了解是我们前造因，然后接下来的果报，之前的因留下来的那一些缘，因缘所以我们呢就是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见，要呢对凡尘所有的受都不让它进入我们心中。因为假如说我们凡尘一切都不受的话，那我们就不会产生呢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我们就不会取舍。因为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我们就造业。那我们这个已经不进入心中，所有的受呢都在外面，我们怎么应对事来则应，就应对就好了，事过就抛开就则见。那这样呢全部都不进入心中，心中呢全部都是清净，所以受没有就不产想，受想行识那个下面的是从受而来，有感受，然后再产生念头想，然后想了以后我们就行，然后有行了以后留下印象是，所以受想行识最重要就是在受。那我们一切完成的一切都不受，不接受了，不是说排斥它，而是说事来则事去则见。事情到了该怎么应对有一个刚好的角度我去应对，应对以后就抛开所以这个受都不进入内心，不进入内心我们就没有喜欢讨厌，不喜欢讨厌我们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我们就不受这个苦了。所以一定要了解到因为我们所接受的受它是空的，所以第二个受是空，我们全部一切都不受。大概最难做就是这个啦，我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一切的接受都当成真的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当你了解到这个受是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体会害你最惨的就是你最亲的人。
因为你想修道啊，你最亲的人把你拉住，买啦，反正较好佚佗啦，咱来佚佗，是不是最亲的人？啊，你会受影响，是不是最亲的人？啊，你要脱离苦海，他不让你脱离，是不是害你最惨？对不对？哦，对哦。那我们要不要？可是凡尘都很好玩啊！哦，现在发明东西都很新奇啊！哦，你看现在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哦，你时时刻刻啊，你就看到低头族啦，都在玩这个。哦，所以或者就讲，是我们啊佛性主宰在控制机器啊。那现在哦，发明那个大概是很便宜啊，所以大家还有，哦，又可以照相，又可以玩那个哦，那个是什么？啊，电脑、哦，哎呀，就是哦玩得不亦乐乎啊，他连要上车要下车都一直在玩啊，那个司机要拿票哦，都拿臭给他，所以就被他控制了，那我们人就变成奴隶啦，奴隶，对不对？啊，我们是主人呢，是不是主人啊？是。那变成他，那变成那个是主人的，哦，这样好不好？不好哦，所以我们要跟我们那个亲朋好友讲。说我们主人来控制啊，那一些机器，它是帮助我们的，不是害我们的啦。那你只用它就害你啊？有没有害它？着不着魔？那个就被那个波形波形很高兴了，呵呵，你看已经是我的徒儿徒孙，是不是？无囝无孙啊，对不对？哦，较歹听啦吼。不过有一点那个很像啊，那个再玩下去啊，我们要知道那个那个尿酸的主释啊，各位知道多少吗？3.6到7哦，那一些在玩的啊，那个晚上都不想睡觉，都已经飙到15了啦，再下去会怎么样？要洗肾了，严不严重？哦，很严重的。啊？好，请说。要是请问我们所谓的关照，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理上面怎么做才合乎圣贤先佛的心意？关照。好，请说。这个都很重点所在，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能够呢关照，所以啊，佛也跟阿难讲对奢摩他微密关照，你都还没有领悟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奢摩他呢，就是领悟圆融的道理。那我们呢，就是在日常之中欣喜这些理都能够圆融知道不会呢阻塞的，都能够通达能够了解。然后呢，我们关照的时候最主要都是回光返照，就是把我们的心收回来，因为我们会不知不觉被造化引诱以后我们就变成不觉无明了，然后会时常这样，然后我们假如说那个关照已经变成习惯性，只要你一有空一没事你自然而然就回光返照了就会因为要把重点放在我要成佛，这个时候注意力就全部会回到回光返照了。你看外境很好看看风景到处去观光，那个就贪念烦了
啊，你想脱离苦海，又想能够成仙做佛，有这个事吗？可以的，等到你成佛再去观到处观光了。那个时候那个不用买机票，你要到哪里就哪里可以去呀，那更更容易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回光返照，把注意收回来，就是回头是岸的，回头不要把精神外放就是众生，收回来就是仙佛。所以关照就是回光返照。你只要你回光返照了，守住啊，你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守住了那个没有念啊，可是我们了了分明。那个了了分明，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时时刻刻呢都觉知，都知道，那个叫微密观照，奢摩他微密观照。这样呢，我们一段时间绝对有功效，你就会了解说，真的完全是啊，放开了，都呢心清了。不然的话，我们不是修了很久了吗？对不对？我们在座10-20年都有了。我们想想啊，求道之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下课。各位点和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我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呢给我学机会学讲。有吗？有声音吗？听大声了我们讲到哪边呢？几页？48页旁边嘛。49页呀。48。讲到48页底下小字还没讲哪页？小字的啊。对了。完了啊。讲完大字的了。看到字的而已。小的不要讲到小字的了。8页第1。没有关系，我们再讲一次。有听过的再听一次也没关系。这个第2页呀，即见性，非体啊，非言，言见性呢，非政治啊，非妄心。那么解集啊，非真非妄之意，了解到非真非妄。因心动呢而实相呢有2，如因内目而天上之业，就有2个业。那么有智者啊，和这个见生之人，这个见生呢，就是看到呢眼睛啊有毛病。那么此内根源，就是呢我们把眼睛啊稍微压。就可以看到呢，形象啊变成2层。那根呢，即6根，缘位呢，生之时，又起啊这个见性，为6事啊的本源。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6事啊，我们在第8篇的时候。是不是有讲那个我们6根
有生灭的跟不生不灭的，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或许那个时候有这个要求各位说呢，一定要听得很熟，因为我们六根有时候是用不生不灭的，有时候是用生灭的。那我们在应对完成的一些假如说这个礼貌上的那一些都是用生灭的啦，那个没关系，生灭的是我们佛系的功能作用。那用不生不灭是用本体。那或许有特别是记得说，像我们舌头嘴巴的舌头它是不变之体。然后我们吃到东西呢就知道东西的味道，那个是随缘之用。可是我们吃东西不可能说都吃同样东西，然后每天吃啦，一定都会变化。那么吃不一样的东西有不一样的味道。那不一样的味道我们都了了分明。可是东西当吃完的时候我们又摄用就归体，又把那个用搁在一边了。那个叫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有没有听得很熟？就是这样，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静，那个用是没心而已。可是我们不生不灭我们虽然这个没有明显的在表明说我用不生不灭的心，可是它都在。像我们的舌头什么东西都不吃的时候各位先生，舌头在不在？什么味道？没有味道了。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吃的话都没有味道显现。可是只要我们拿东西来吃味道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叫不变之体。那吃东西叫随缘之用，就是有体，然后有用，吃到东西了，吃了以后，像我学讲说，拿花生来吃就是花生的味道，然后拿梅子来吃就是梅子味道，吃饭就是饭的味道，吃米粉就是米粉味道，对不对？当我们吃过了以后那个味道就消失了。消失以后它又回到我们不变之体的舌头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根六根。那之前呢我们也有讲说这个满眼本灰色，还记得吗？文殊常触目，就是我们眼睛一看这个文殊文殊就是智慧第一啦。然后我们用眼睛来看万象的时候假如是用文殊菩萨的智慧，那我们就已经用不生不灭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没有用文殊菩萨的智慧，我们看到形象就容易住相。那住相了以后我们就有喜欢讨厌，那喜欢就想拥有，讨厌就排斥，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想拥有叫取，这也叫取不管是想拥有或是想排斥，我们都有行为动作。那么这个行为动作下来，我们业已经形成了，造业就已经形成。那形成因种的果报就在后面。那我们生活之中都是这样，所以绵延不绝，不会断绝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因果之中，就是六道轮回。那我们要知道说，完成的万象万事它不是无常变化。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不动的。
那我们呢，做观点放下，一念不生啊，就是把整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的佛性啊，把它呢，启发，就是呢认识。我们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认识。认识了以后啊，我们尽量在日常生活之中呢，请他当家做主，不要给六根当家了。六根一当家我们一定造业，业造一定要受苦，我们都是很冤枉啊，对不对？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六根当家的时候造的业还造的不知道，有没有？知道自己六根当家在造业吗？知不知道？有体会了有体会了，在我们心中都会知道，说六根当家，因为六根有很强烈的那个感受。那释迦牟尼佛就曾经讲，说那个凡尘给我们的受，它是空的，都是空的，无常变化。可是我们把受都当成实在，那我们当成实在去应对就产生喜欢讨厌，就造业，就这样在六道轮回。那我们请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当家，那么请佛性本体当家，不落入喜欢讨厌，因为我们强调了平等，心性之功啊，平等是等。那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物与物之间平等，人与物之间也平等。只要一平等了以后就不产生喜欢讨厌，不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归背了没？你较早嘛安尼讲有没有？有没有？听起来都很熟有没有？所以或者就讲这个性与心法它本来就不很深只是我们平常都没有接触，没有接触就变得很深深。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听得很熟，把这个佛音在我们84田中都能够种下佛音成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假如说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真心，不认识佛性，不生不灭本体都不知道，那修道想要成道，那个是妄想。你经过几十生、几百生、几千生都不会成。要成一定要明心见性。各位明心见性了没？竟然没有一个回答了，都还不了解吗？承不承认自己不了解？承不承认？还承认那无猜我讲2年外，连都一直要我们明心见性是不是？明了没？对啦，就较早说这个不了解的话，我们一定不承认的说有了解，只是还不很透彻。这样而已差在没有很熟悉很透彻所以我们就是要有空的时候时常拿来听有 MP3 有 CD 可以这个看的时候看 DVD。那么是行是非行。何事灯非灯？离见离非见？何事见非见？是行即体，非行就是影。那个影子就是了解，全部是假啦。
哦，像说水中的月亮，那个就叫圆。那天上的月亮啊，就叫体。哦，那么圆是行者啊，哦，真如；圆非行者，哦，妄想。那么离见啊，哦，离正知；离非见呢，哦，离妄想心。那么若有一物啊，哦，可言是彼，哦，是此。那么目生所成之眼影，空幻呢不实。就是我们眼睛有毛病啊，看到哦那个灯的外围啊，哦有了五色的眼影，那个呢都是不实在的，空幻哦不实。眼影呐，哦是虚，哦这个明水是灯啊，现眼哦要讲啊，哦水是灯，水是剑啊，那个都不正确。那么何况哦从是灯是剑啊，转计啊，哦非灯非剑，则又妄中啊生妄，哦妄上呢又交妄。那么总言之啊，哦见性啊非实有，不应言是哦这个境是心，更不应言啊非境哦非心啊，就是不要落入两边。哦，那么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哦自己本身哦这个解说都允和啊，名为同分哦妄见。哦，那底下呢就做比喻啊，说阿难，此圆弧体呀，哦此大海水，中间平路啊有3000洲，正中大洲呢，哦东西夸亮，大国环有哦2300。那么其余小洲呢，在四海中，其间或有哦300-200国。哦，或1或2，至于哦30、40、50。哦，阿难，若复啊，哦，此中有一小洲，只有2国，因为这样呢容易啊了解。哦，一个洲呢里面呢只有2个国家，哦，或一国人啊同感恶言。哦，这一国的人啊，就是呢起心动念都哦这个负面的哦不好，所以啊感到那个恶言。哦，这比小洲呢当土的众生，这个呢在这小洲哦这个众生睹之哦一切，那个睹啊是看，哦看到出就是很多了哦，很多一切不祥的那个境界。哦，后见呢，哦2日，看到2个太阳，哦后见2夜，2个月亮。那么其中乃至啊，哦分饰配角，哦会备有，忽而逢你种种恶相。但此国见啊，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一部分。哦，因为一洲里面啊，只有2个国家。然后一个国家看到恶言，另外一个呢国家呢他没有看到恶言，也没有听到。那么底下呢就把这一些看到的那个不好那个景象啊，用小字的把它解说。说这个水环四面啊，约洲。那么海中大小之洲啊，及洲中之国。这个统御啊，10个法界，为一国人啊同感恶言，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感到恶言，睹诸不祥，看到很多不祥的那个景象，这个比喻啊，我们人道一类，所见呢2个太阳，2个月亮，皆啊不祥呢之兆。我们一个太阳就这么热了，假如说2个太阳的话，我们都没有地方躲，要在冷气房关着。那么杂气环业啊，叫做分所以那个其中乃至啊分是配角有没有？那个杂气环业环绕的业力，叫做分。
然后露营熟叶啊叫做巳，埋气啊环叶啊叫做配，然后呢半环半个甲枯掉就绝这个月的那个灾象，所以这4个字啊月的灾象。然后啊光芒片子啊叫做晦，光芒四出呢叫做备，气啊叫做灰，下注啊叫做流，灰备灰流，这个呢星象的灾象，星啊天上那个星星的灾象。那么接着底下复而红女恶气啊在日上叫做护，恶气呢在日旁啊叫做儿一样。而后呢对路啊有红绿带色啊叫做红女，霓虹灯啊，我们把它反过来讲。那么这个呢叫做太阳的灾象日太阳的灾象。那么天地之间呢灾象甚多很多。那么类此啊以别或胡，就是简略的啊把这个夜的灾象、太阳的灾象、秀的灾象啊，把它讲出来。那底下呢更有这个比较多的没有讲，又比较小没有像那个太阳、月亮这么大太阳、月亮、星星呢，这个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么当涂众生呢，恶言啊所现，就是呢做的事啊不好，心想的也不好，皆由众生呢同业啊所感，就是大家造业都一样，几国啊同见，故名啊同分，就是大家都一样，这个叫共业，我们现在讲啊叫共业。那么阿难，我今为汝啊，以此恶事啊，进退而免。阿难，如彼众生呢，别业啊，妄见。别业呢，就是这个不是共业，是个别造的业那个妄见因为见解啊不正确，也叫妄见。灯光中啊，就是看到呢那个灯光中所现的眼影，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呢看到那个灯光啊，那个外围啊有那个眼影那个呢本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灯光中啊不会显现眼影，是我们的眼睛啊有问题的，才会看到那个眼影颜色的沿袭的那个五色那个影像在灯的周围故为一，尤其我们从那个玻璃看出去的话，那更明显。那么虽是前境啊，终彼见者目生手成。虽然显现这个五色的眼影显现这个前眼的景象，那么终彼见者那个看到五色眼影的人目生手成，那个生就是眼睛已经呢有毛病了不是清明眼，所以看到不是清明空了，看到五色眼影。那么生即见老，那个生心的毛病就是我们的那见太过于疲劳，才产生眼睛的毛病，所以会看到呢五色的眼影。那么灰色所造看到呢五色眼影不是那色，色就是形象不是形象它所造出来的。见生者终无见救。假如说能够见到眼睛的毛病的人见生已经见到眼睛毛病，那么终无见救就不会有妄见不会从那个见性产生那个过错救就是过错。
那么退别业合同分，圆灯上的圆影啊，宛如外境，外面的景象，是见啊圆影者生呢所成。看到那个灯的外围啊，有五色眼影，就是我们眼睛的毛病它形成。那我们眼睛毛病最大来讲啊，就是我们生目尖啦。各位了解吗？生目尖，知不知道？那个就是大的那个生啦，那眼睛的毛病。那大部分都我们这个都一直很注重形象，就是我们眼睛太过于疲劳，用的太过分，所以没有保持清明眼，结果我们眼睛都变成渐老，我们用到疲劳。那眼睛用到疲劳各位可以体会，你蹲下来5分钟，突然站起来，你看空中会看到什么？各位有没有试验过？会看到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看到景象都不会一样，可是或许有问我们前贤他们都讲看到那个很大戏剧在空中钻来钻去那大部分10之7、8都是看到这样。我们呢讲说呢空中花，那个花就是花啦，空中花那个是佛的比喻啦。佛说呢，你看到空中花，空中不会生花，可是我们看到了明明有我们执着有，真的有吗？我们这个蹲下来站起来看到细菌，是真的细菌吗？都不是那个都是我们的幻境，幻出来的景象不真。可是我们看到我们人类明明看到，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就是很实在的意思啦。我明明看到这个明明看到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假的啦。所以或许说在我们研究心理心不是从真理讲嘛可是我们听一定听不进去了。为什么？肉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肉有所见即是邪见。各位先生，听得进去吗？一定很怀疑，对不对？肉无所见就是见真实的见理如来；肉有所见即是邪见。那也安呢？拢无所见的见如来，还加2个真实，是真实我们要了解到，在真理世界没有两边对待，所以肉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守。那没有能守就是一个绝对体。那绝对体就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如来，就是佛。是不是我们见到佛了？这一下子我们又很难去相信他。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吗？若见眼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我们来凡尘不管是万象还是万事，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万象也是，万事也是。可是我们看到已经是呈现的现象，但是那个衍生看到衍生的道理
有没有现象？或者用比喻啊，种子，咱一粒切茎然后我们把它埋在土中，有水有阳光，它会不会发芽？就是会发芽。当我们看到发芽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挖，是不是？伊安奈挖，就是因缘，对不对？因缘所产生，它会活。那我们有没有见到衍生啊？因缘产生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种子埋在土里面，你能够看到吗？你看到那一颗种子，它就不会出芽啦。是不是一定要埋在土里面？你见不到了啊，可是你就知道，有土，然后有阳光，你有浇水，有因有缘，它一定会发芽，对。因为不会，我讲我安尼我免讲啊，要能够听得进去啊才可以所以我们见到衍生的，见到衍生啊是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啊，若见衍生啊，即见法，所以佛法僧是一体的因为有法，佛来修法成佛。然后成佛以后说法给僧修，僧修法又成佛，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见法就已经见到如来，已经见到佛所以那法见到衍生衍生是没有形象，我们看到形象已经是衍生以后呈现所以我们了解到父母亲结婚了以后，会不会生小孩子？有没有见衍生啊？你不用见你想也知道有没有？你让他生出来，这个体会就好了不要紧。所以那个智贤禅师他不是被那个龟山和尚这个逼着他讲，还没有入胞胎之前要讲一句，结果他就讲不出来，说出来龟山和尚都说不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打包行李宽宽的瞪你，说我回家去吃稀饭没有资格可以吃饭回去吃稀饭这个已经这个成不了道，成不了佛了，所以他回家不是在等你还经吗？拿那镰刀在那个因为杂草都生得很高，他在砍那个杂草，结果不是砍到小石头吗？他有那个心去砍小石头吗？我们绝对不可能拿镰刀砍石头，对不对？都无你讲过，会跳的，镰刀就袂来所以他没有意那个叫做缘因缘他那个一砍那个小石头在那个杂草底下，然后他砍到那个小石头竟然飞起来，然后飞到打到那个直子跌我们乡下都有种这个跌有没有？种跌要创啥？要猜孙对不？他去打那个直子的时候发出声响，咚，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领悟了他很感激那个龟山和尚没有跟他讲答案，他才有今天的领悟。他领悟什么？咱主角在讲衍生的道理完成的万象万事都是因缘际会才产生缘际得生，
善得美。他砍那个杂草啊，去碰到直子，直子去碰到那个是不是整个都是一个那个演技因缘际会那个构成，对不对？因缘际会的过程被他体会，而他又一直在用心在体会说，你还没有入胞胎之前讲一句各位先生，我们还没有入胞胎之前我们知道是什么？咱今麦拢出世里凡世间对不？各位先生，我们从哪里来？100年后我们要去哪里？李天在哪里那个有一些都红红亮亮的。没有红红亮亮，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呢来无来处，去无去处，没有来也没有去。既然没有来，没有去，各位先生，当下圆满成就，整个圆满成就就在当下。所以的智贤禅师他体会到原来完成的万象，完成的万事都是因缘际会才产生因缘际会，就连他出生在凡尘也是因缘际会。他有跟父母亲结缘，然后父母亲结婚做爱才把他生下来，是不是因缘际会？因缘际会才有他了。他会不会死会。他死去哪里没有去哪里。对，没有去哪里，他生也没有从哪里来，所以就叫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在真法界所以他体会了以后，他就讲一个句语，我们背背看，不是很熟吗？对，一己忘所知，接着呢更不加修持。第3呢动容扬骨露。第4句呢袂记啦不斗萧然兮，不斗入那个萧就是因缘，然就是自然，不斗入因缘，不斗入自然，就是讲我们真心佛性它不属于因缘，也不属于自然是当下圆满，超越所有现象很超然的然后第5句呢，处处无踪迹咱找有无？找无对不？所以处处到处找不到踪迹，找不到我们佛性是什么样子各位有看过佛性是什么样子吗？没有。所以处处无踪迹，然后声色外微仪你有声有色这都是表现在外面微仪。知方达道者前言上上机，有没有？他记的啦，我不是会去问你就讲出来因为这个呢帮助我们他能够领悟我们也按照他的领悟方式来领悟，就是从见法见到这个衍生即是见法，他是从见法然后领悟的领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下圆满具足，所以一己忘所知他那个一打到那个小石头一挤了以后他忘能知跟所知是不是已经一体了？
各先生，能守是什么？啊，又忘了四相啊。因为我们讲四相比较文字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太容易了解，讲出来呢文字相。可是用能手来讲就很明显。我用呢眼睛说，我能看，大家都能看嘛，对不对？啊，一定有手看。啊，能看的这个能就是我了，我相。他手看的是人相。啊，我们手看啊，差别重生，非常多的景象，这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这个叫做寿者相，很长寿了，他等于看都看不困。所以啊，能手就是四相。然后用耳朵，我能听，能听就是我相啊，一定有手听。那你手听的就是人相。啊，手听又不是只有一种声音，非常多，那个叫众生相。那你连续不断的听，叫寿者相。然后我鼻子能够闻，我嘴巴能够吃，我嘴巴能够说话。我身体能够做事，只要肉能熟，都是四相。安尼有了解咯？对四相有没有比较了解的？有那我们要怎么样啊？没有能熟，能熟既然知道了，我们要怎么样消灭它？没有能，没有熟。所以刚才不是有说吗？肉手见啊，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肉有手见啊，是邪见；无手见啊，就是没有能见，也没有手见。那我们能够看到形象，就有能见的我，手见的形象，是不是有能手？既然这个肉有手见啊，即是邪见，这样了解意思了吗？了解。有能手啊，就是对待，就是生命；没有能手啊，就是一个绝对体。那绝对体呀，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而我们已经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呀，就是如来。就是佛，一定呢，我们都可以成就的。只要我们肯研究、努力去实践，一定都可以成就。那假如说我们修道不这样修，可以成道吗？我们用内心啊，可以成道吗？没办法了。你修了几千生几千世啊，都成不了道，不会成，因为变化无常。我们都给六根当家，六根对六根产生六识啊，一直在变化。那变化，我们心里也在变化。我们用变化的心来修道，怎么能够成道？所以绝对不成啊！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所以我们自己啊，心就是要笃定。我们从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把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那个本体啊，让它能够呈现。然后我们再深入这个时候啊，只有呈现轮廓而已啊，一定要深入。深入了以后，我们对佛性的认识啊，从直心、身心、大悲心，已经很深的程度啊，所以使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能够跟整个宇宙虚空啊，合而为一，叫做尽虚空遍法界，整个都是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已经不用来不去？如如不动，
常住不迁，有没有更了解的？有。所以啊，不困难。只要我们用心啊，都能够达到。可以进入的，很容易。容不容易呀？容易。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些这个根基呀，很深厚，能够一点一听呢，马上了解，原来就这么简单。那假如说我们是比较像或学一样的国民学校都没有毕业证书了，我们现在都很高了，对不对？像或学说这个国民学校都没有毕业证书了，是少之又少了，很少。不过或许就是投入了时间啊，这个蛮长。很长的时间，从这个13岁啊投入，参禅打坐，一直到现在69岁，归隐啊，很久那时候啊是30年的时间啊，才对性理心法了解，所以了解了以后啊。他的结论呢，归零，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么几个字竟然用30年的时间去摸索，所以啊，就这个跟各位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呢这个2年半前啊，我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也就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啊就讲了，有没有？所以听第一次所讲的大概就可以说到成大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或者都一直强调，你听懂了2个小时就好。6组因免啊，因2分钟嘛免。因2分钟就免听，人伊就拢会当成就，所有讲的拢会成分出来，对不对？所以无助呢，说你是葛寮，就是啊，那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原住民，然后呢，你要求什么啊？他说唯求佛，不求一路啦。有没有目标明确？那我们现在的众生啊，在求什么？大概很少人说唯求做佛，有没有？先不过8号病，是不是这样？所以是啊，这个先叹气啊，叹气过8度。要过不做听了我讲话再来讲，是这样。对啊，这个很老实啊那不到过8我们叫法都修道，借假修真嘛，身体没有的话怎么修？所以还是要从我们呢这个日常生活入手。所以求道修道。我们已经呢都已经进入状况了，可以说都是根基缘分很深祖上呢有德有德性不然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椅子不好坐，好不好坐？好坐啊，真的好坐啊，不然有什么很多人一来了听了1、2次就来了。不是很难做吗？那个底下的拢敢若有针的、有刀啊的很难做。要知道能够安尼坐掉啊，各位前些也都是熬过来的，有没有？当2年半前啊，那个坐着的时候，从第1句话开始讲。
你讲啥我拢听无咧。然后2个小时足足，安尼坐下各位啊，做得怎么样？腰酸背痛，有没有？然后都无气炎，坐2年半，对不对？2年半呢？9月26号，开始。对不对？对。这功夫啊，都训练得很够了煎熬真的大家都在练啊，练偌久，3年4个月出师了，对不对？所以3年4个月若到，大家拢爱成道因为拢出师啊嘛有没有？我佫唔敢用，信心拢无够，安尼可见平常时啊，都没有很努力的在用功夫，这个教的都没有看破了，有没有？没有。多键盘拖出来，对不对？可是我们写的就没有这样，无遐困难啦，减的就好。先趁钱搁巴肚嚼，巴还要紧。还是跟各位勉励啦，这个是最值的，这个到我们一口气不来，不会后悔啊，就唯有修道，不会后悔。那假如说我们投入追求凡尘的名跟利，一口气不来，一定后悔。所追求的利我们都带不走了。所能够带走的，各位姐姐是什么？就是呢，我们已够了，所能够带走就是功够，然后在我们八识田中所酝酿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呢，在八识田中我们都酝酿五蕴。既然五蕴都已经成熟，我们要不再完成现象，那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对五蕴不是五蕴皆空吗？五蕴皆空文字知道了，意识知道吗？要了解五蕴色、受、想、行、识。那色呢就是形象也就是讲我们身体就是色形象。那我们身体是借着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呢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那我们还没有还给天地之前我们是借假，然后修真。因为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水有风土他会知道痛吗？会不会？不会。他都不会的，没有知觉性的。可是我们佛性就是很灵敏，它能够灵知作用。那现在呢，没有形象的佛性跟呢没有知觉性的水有风土混合在一起，把那个水有风土变成有知觉性，把没有形象的佛性借着水有风土表现出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修持之中就是要把它分得很详细清明。没有知觉性就是不要注重；有知觉性的佛性就是要注重。我们能够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注重，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生活那个目标
跟重点啊完全都不同。我们现在所重视的，是不是身体的享受？我们借着真，借着佛性啊，不生不灭的真，来享受身体所有风土的假，是假的享受。那假享受啊，所造出来罪，谁担当？是我们佛性要担当，划得来吗？我们说身体享受是真的享受吗？各位就可以想象了，我们到处去观光，累不累啊？很累哦。有掉目睭哦，都无掉哦。所以要了解到最美啊，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最美。所以你要欣赏，就欣赏自己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到处去看都是假象的。所以啊，我们看到那个大地震，那个啊很风景啊很好的地方所在，一遇到大地震的时候，它变成什么？土石流，整个啊都崩塌了，对不对？漂不漂亮？我们要去观光嘛，也要了去看一看它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落入形象，都是变化，都是无常。那我们不要去找自己的麻烦，找不找自己的麻烦？到外口啊，坐飞机去观光了，然后你回来，然后晚上在床上睡觉，眼睛头脑在想，我到哪个国家去，那个风景真的好，很想再去呢。人是在家里啊，心在哪里？在了，对不对？是不是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的身体变什么？本来就随有风土，不用再变随有风土了，变行尸走肉。所以啊，或者都讲假如说有人在看那个连续剧啊，8点档，你到电视机的后面看前面在看的人怎么样？晚回来不要看帘幕了你去电视机的后面，然后看前面在看的人你问了，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几岁？你看这个墓地要做什么？但是他跟你讲，卖点嘛差，去边啊，是不是呀？所以你讲真理够人玩。会不会？不会。我们要知道完成了，我们一落入完成以后啊，慢慢长大，那个啊，这个大人就告诉我们，你要认真你要认真那我从小到大，我们是认真还是认假？就没有一个认真的而且变化很快的各位就可以从称呼啊，开始的时候用坤道来讲，小妹，然后过不久，小姐，然后又过不久，嫂，又过不久，欧巴桑，又不久，阿伯啊，哇，你一生过去了，快不快？每一个人都逃不掉的竟然这么快，
从小妹像阿伯啊。所以要把握我们还能够主宰的时候，赶快启发不生不灭佛性跟整个宇宙虚空融为一体，到达一法界，全部都是真如，都是我们佛性，虚空之间呐，真空，然后妙有。空中不空，有佛性在。妙有没有形象？确实是有。各位有没有掌握啊？自己确实是有，有没有？有。我们那个灵知啊，灵敏知觉，那个确实是有。要把这个知觉，让它呢时时刻刻都知觉，不要不知不觉啦。我们生活之中时常都会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我们这样过来了，有6万年呢。各位姐，我们经过多久了？几世的轮回一个缘会我们要了解，有6万年是有。这个生物就是我们有那个知觉性的生物有6万年，6万年是这个次就是整个宇宙那个完成建立让众生能够居住。那我们假如说每一生都是6岁一甲子嘛，老一辈都讲活了一甲子才不夭寿没有活到一甲子都算夭寿。那我们假如说每一生每一世都是当人，然后又活了60岁，所以前行6万年我们要生死多少次？刚好1000次1000。那假如说我们做得不好，落入那个禽兽。我们就讲鸡好了，一只鸡它的寿命有多久？一般都讲3个月那60岁各位浅显，那个鸡已经转世多少次？那所以一落入畜生道那就不止我们1000次的生死，那就没办法算非常的多所以这么久的那个6道轮回，我们都忘了本来了我们本来都是佛，本来都是如来，可是现在呢，我们自己都不敢承认，我们是佛吗？爱看大声，很肯定本来就是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都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是被自己障碍，我们自己的见解不正确，障碍我们自己成佛所以只要我们把不正确的见解去掉都全部正知正见，那就成就了我们可以一世修就一世成，尤其站到上天大概普度国老师掌道盘一打开玄关就是受记，你有成佛的资格，要不要成这个导师很肯定的要这样做事也是要这样很肯定不要有负面的都是要正面朝着善的方向去努力。我们一直累积善因缘，为什么我们的被社会人士批评的那么一文不值？就是因为我们不争气。郭老师很无奈在讲道理
真巧真好。哦，要努力修持，真的是可以成道成佛。哦，一定呢要自己努力，这个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努力，把那个脾气毛病都去掉。我们佛系里面没有脾气也没有毛病，所以修道不能有情绪。可以有情绪，不但有还很强对不对？不能有了，一情绪来了不讲理讲不讲理？迄知影唔对嘛，要甲富而不谦。我唔对，我就是安尼啦，无变啦。我都好运，无你是要安那？真的是没办法你要叫你成佛无你是要安那？你爱做精神总不好你看现在不是很多人在养宠物吗？被抱着你搁看那个收益都是一生啦，都是禽兽，都是那个三恶道，对不对？我们一落入那个那畜生道了以后，还有智慧吗？还想修道吗？还会成佛吗？很可怜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失人生万劫难复。为什么万劫难复啊？我们看一看那个小孩子的时候，讲爱吃不拉稀，然后迄骨头较幼，各位先生，迄一半的不拉稀有多少生命？你吃一半爱来害几世？你几生几世才还得完？莫讲迄食迄个另外鱼一尾爱害一世，然后加一只爱害一世。我们还没有迁口之前吃了多少？已经没办法算了，对不对？还要还多久哇，还没了呢，真的是这个一时人生万劫难复不是千也是万劫，万劫都难复，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好时机，因为有顿教法门，有没有？所以了即业障本来空，你未了习还数债。你还没有了，就是不了解真理你还在还数债。那个还数债我们已经6万年的轮回，你看要还多久？几个缘会都还不完。所以我们要了的话透彻知道真理。透彻进入真空妙有，了其业障本来空，没有业障，所有的业障都已经消除。为什么？因为彻底了解真理，已经没有三心思想，已经当下万年具备在你眼前。知道吗？很殊胜的所以要自己把握不要有三心，就没有四相。不要三心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可不可以做到？过去的你再怎么想都不回来了。不管是得意的，不管是失意的，都回不来，所以就让它过去。那未来你也不用策划，那个身体要用，现象要用，
佛性不用。那现在啊不住，你说现在哦，那已经是2秒，现在又2秒，现在又是2秒，它能够住吗？不住。所以啊，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啊，三世摄受我们不住。过去世啊，摄受我们啊，摄受不住；未来世啊，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啊，摄受我们不住。三世啊都不摄受，六道轮回没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有六道吗？有没有？没有了。所以就在我们肯做，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念头就灭了。我们一念都不生了，我们的生相就已经断了，没有生的原因。然后我们一直到整个生活之中都不起心动念，都没有私心。我们的声相尽了，声音没有，声相尽，我们凡尘不来了。那我们要来啊，是来度化众生，是化越，不是众生被业推到凡尘来，是不一样的，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像我们都听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佛菩萨入地狱是救地狱的众生。那我们众生在凡尘你要入地狱很简单，只要你为非作歹，会不会入地狱？会。那个业力绝对把你推去可是那个进去地狱去受苦啦。就不像佛菩萨，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度化那个三恶道众生。因为三恶道在受苦的时候那个道理就贴进去在凡尘你跟他讲他不听，为什么？因为他正在享受，对不对？不听那什么时候听？受苦的时候就要听。所以或者都讲，我们修道假如说踢到铁板是不是对我们很有帮助？对不对？上天要考导我们导是蛮容易让我们赚钱，而且赚很多，然后让我们有社会地位，大家都奉承，还想不想修道考导了没有真的倒了。你拿来我们去帮助人家，我们去修道，歹势我无用。你无用要创啥？要造罪的，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们要了解到，凡尘我们讲说在接受福报就是要小心的，那个是上天要考导你的。那我们一直都踢到铁板想不想修道？想不想踢到铁板就想修道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讲，哎呦喵想到根了，对不对？想到根源就想修道，就回到根源就可以成就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修道的路途我们一定要自己本身去实际的经历。这个没有稍微这个讲快一点我们已经快20篇了，对不对？我们那个六祖坛经44然后道德经43。那我们这一本那个楞严经可以几点？大概可以几篇？50篇可不讲完。一篇2个小时而且或许要讲
那个快慢没有关系啊，重点是要能够领悟，要能够听得懂，然后会做，这个才是重点，讲慢没关系，对不对？听不懂讲得很快，已经讲完了，我们不是已经讲了很多的很多次的六祖坛经吗？各位都研究很多次了，对不对？有没有都全部了解啊？还没有嘛，所以还真的是需要用功啊，再听。要能够反复听啊，84天中啊，一定都有佛音啊，而且都会听得很熟悉。熟悉了以后啊，自己不但呢会讲，而且会做。他会做了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个或许都一直讲，晚上睡觉这个盖棉被都会偷笑的。那假如说你唉声叹气啊，他表示说还听不懂了，要努力。所以我们呢回到这个楞严经回来，我们讲到哪边了？见理见言嘛，还没还没到这边上面那个中午见就底下的那个小的字啊，我们讲过了没有？还没啊！哇，还是要讲老头。这个退别雅而同分，圆灯上的圆影啊，宛如外界外面的景象，是见眼里者啊，目生所成，眼睛有毛病所形成的。那么生者啊，见久成老之相。就我们眼睛呢，都用得太过于疲劳，然后啊才有毛病，然后看到有很多呢，不该看的那个相都看到。那么不同外境啊，是色尘啊所造，故曰是见。然见眼影者啊，是有所见。有能见有所见，一落入能所，就在生灭之中。故有见就，就是有过后。那见生者啊，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已经一体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了。我们假如说不讲解的话，无所见，我们也不会把能加进去，对不对？有所见啊，我们也不会把能加进去。有能见才有所见。然后呢，无能见就无所见，对不对？哇，拢无一个甲我用。所以啊，这个详细说嘛，因为能所很重要，就是生命。然后我们消除能所啊，就是消除生命。走路啊，不生不灭。那么救就是病，见生者啊，即自觉眼中有生病，不同以生呢为所见，故无啊救已经呢没有过程。有所见者啊，即有影像然后熏于心呐。所以我们为什么烦恼，就是住相。那个相一直在熏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烦恼就不断。只要我们把相的心都去掉，不住相，烦恼就消失了。各位同学，烦恼从哪里来？从住相来。那我们不住相，烦恼就消失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行聪明啦。咱住相就是拢想聪明，所以呢，用虚拟心
就成将来种，将来啊落入凡尘的种子啊，故有救。例如今日啊，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之众生呢，皆是无始见病所成。所以啊，例如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好像你啊，今天用眼睛啊来看见啊山河国土，以及呢看到啊这个诸众生，很多众生，那么皆是无始的见病所成啊。无始以来就过啊，那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找不到，就是非常久的那个无始的见病啊所成，才有山河国土，才有诸众生。所以这个背后的意思啊，各位浅显是别人背后的意思啊，因山河国土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对不对？然后呢，诸众生啊，众生心众生佛是不是啊？三无差别。所以众生就是我们啊，如来就是我们本身的佛。这样了解吗？唔捌听的啦，所以看到听到怪怪，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佛才讲看到山河国土，看到诸众生啊，就是无始的见病所形成。假如说我们的见没有变啊，那山河国土诸众生啊，都是看到自己。安尼有了解无？所以呢这个经典啊，要了解它背后的精神所在。不要只有见到文字的表面文字表面的意思容易了解，可是背后就不容易了。那我们一定要见到背后，见到呢那个意有所指，它指在什么地方，我们要了解。了解到以后，我们就实际的可以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土，看到万象，看到所有众生，都能够了解是我们的妙真如性。这个时候要不要分别心？不要。就不用了。那不用分别心是不是已经就是一体？是。就是同体了。所以我们那个慈悲喜舍慈就是乐，悲呢就是拔苦。那所以那个大慈大悲给众生快乐，然后那个大悲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众生跟我们都是同体，众生受苦就是我们在受苦，是一样的。众生受不受苦？受苦。从哪里来我们执着了。是我们自己造的啦，苦都是我们自己造，所以佛就讲无始的见病所形成，见与见也视现前见。这个呢，见跟见言，这见就是能啦，见言就是手啦。有能有手，好像这个事就是好像显现眼前的景象。就是眼前的景象，好像有山河国土，好像有众生，可是呢，这个都是生灭，都是假的，不真。然后呢，这一些呢，言我觉明，就言本言就是本来呢就是我的觉明，觉是不变之体，然后明是随缘之用。都是我的真心佛性你知影无？所以山河国土及诸众生呢，全部都是我们本身自己。在这个语言文字的背后都把它表明出来。那么见手眼身觉见即身。所以呢，我们那个见已经见手。见呢就能手
就是已经有生命能熟，然后去攀岩跟那个现象攀岩，然后呢因为渐老啊眼睛有毛病，所以眼生。那么觉见啊即生，我们的觉跟那个见就是已经都生病了。那么本觉明心觉也非生，我们的本觉已经透彻的明心见性，已经能够恢复到本来对眼的那个来源，能够见眼生就是见法，见法呢就是见佛，所以能够觉眼以后，已经就恢生，眼睛呢就没有毛病了。那么觉手觉身觉灰生中已经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觉手，能觉手觉那个生那个已经出来的毛病那觉灰生中，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已经不在那个眼睛生病的中间的，已经超出来的。那么此时渐渐这个时候就是实在的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实在的渐渐。那么允和互明觉稳之见，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觉稳之见就在外面那个实渐渐就见到本体。各位浅浅这样了解一下有一点深因为每一个文字它都有含义在，而且又不是表面的，都是在文字的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了解。那么以望见立真见曰目为能见，国土众生为手见能见手见就是生命能见手见皆非本有，不是本来有本来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才是本来有有体有用。那不是本有是什么呢？是无始的渐变所成无始渐变所形成如比圆脸，好像那个灯外面的那个圆圈的影像，非灯本有，不是灯本来有的目生所成，是我们眼睛有毛病所看到形成的。那么渐变见即见些，如地月非见体，亦非见有所以这个呢又进入比较细腻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呢重点就是要了解到说我们渐老以后才形成目生，形成眼睛有毛病。那假如说我们使我们的那个眼睛的毛病消失就是不要见老，不要让它疲劳我们呢让我们的见恢复到本来就是清明眼，然后看到清明空，空中没有花了，空中没东西那个才是真理所在。那么见理见眼如灯上的眼影，故视线前进见就是众生的望见，好像夜影，所以我们了解夜影跟夜体那个体月亮的本体在天上，月亮的影像在地上水中那个水里面有月亮的影像那个全部都是假的，月影全部都是假的。那么见眼即明暗之成这个明暗跟所有那个知就是很多完成所有景象。见理见眼
本是我觉明啊，见性啊，所生之身，这个生发出来的毛病。如见眼影者啊，自觉眼影，即有眼中之生也。觉我习路，能见之国土及众生啊，即你非是国土众生，即我见身呢，故曰觉见啊，即身，觉见啊，全部都有病了。如见眼影啊，即生也。看到眼影本来也是没有的，那么本觉即本有之觉不同啊，妄见啊，是后生。妄见啊，是后来才产生的。那么明心啊，就是见性，觉眼啊，就是妄见。为本觉明心所言，故曰呢，这个觉眼见北成眼，所以成眼完成景象啊，去攀岩，跟我们的那个自性去演那个外境不同。见成眼者啊是生，见觉眼者啊就归生，已经没有眼病了。如见眼影者啊有见救，见生啊无见救，就是看到眼睛的毛病，能够看到的话，眼睛的病啊就离开了，没有病。那么能见眼影啊生者，不在生中也，已经能够见到眼影的生。那个眼影啊怎么来的？就是眼睛生病来的。那能够这样知道的话，已经呢离开那个眼睛的病。那么习路啊，见闻觉知为经路之所见，故曰见见，已经呢见到了活性本体，能也就成了名见闻觉知。那么见闻觉知啊是解体。看到见闻觉知啊，是解体，因何复名啊？觉闻之见也。那个时候文字虽然一样，里面的意思啊，已经就完全不同。那么此则责备阿难啊，不能分别。觉体呀，与见性不同，误认呢觉体呀为这个见性，是故呢如来破呢这个妄见，显如来那个常性如来常。那么此言见性呢，对众生的妄见即名真见，对知佛真见犹名妄见。如是见性呢，可真呢可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时佛菩萨他都会用方便法门，方便法门呢，它本身还不是真理，可是为了要这个引导众生、救众生呢，他会用引导的方式。那么等到呢这个程度已经到达的时候才讲真理的那个部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是有比较细腻，有比较深一点。是故如今呢，见我即如，并知世间十类的众生皆其见身。非见身者彼见真经。那么性未生者故不明见。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如今见我，你看到我，即如，看到你自己，并世间以及这个凡尘，或者有讲过，那个是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所以这个呢，就是讲时间跟空间。世间就是讲时间空间，有10类的众生皆其见身。我们了解这个众生有12类，那个肉非有色肉非无色，是我们的本来。所以从真起妄有12类众生，反妄归真有10类。那个肉非有色
肉灰无色已经回归到本来，所以不在里面，就变少两类。那么灰见身者就是那个眼睛没有毛病了，即见真经，就是已经看到那个真实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心性非生者我们的佛性它没有变，所以呢，故不明见，不称为见。这个也是比较高的程度以后才讲所以没有对待故不明见。若是能见即名为身。有对待呢，有演变。然后我们还剩下20分钟了，这个我们还是给各位提问。所以有问题要问吗？好，请说。首先感谢刘讲师这5年多了，一直陪着我们这样一路这样走过。那或许在家里我从家里面来到台南同一宫，从1点出发来到同一宫是2点，然后开始上课。那刘讲师他在从基隆，要从早上大概是10点，10点来不及呀。10点之前才能够来到台南同一宫。那或许4点钟下课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已经吃完饭了，然后一直到9点多的时候，有时候也在讲。这个时候就都还没到家里，大概要回到家里面9点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那个同一宫的所有的这些道心是来上课讲课还要轻松。去年刘讲师因为有上课到大脑生病，那后续有体悟到说，刘讲师为了众生不惜牺牲生命，而且刘讲师还一直讲说要到我们台南同一宫的所有道心的比度上岸，这种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众生度大上的精神大无畏的精神让我们感到敬佩。那后续在这短暂的时间那上了这2多的心理心法，那后续引入到非常多了。那以前看训的时候，老师在训里面讲说，以前的在修道都是在着重心性，现在的修道，像我在道场里面修道都是在行外功。那以前后学一直认为说，我们修心性就存好心，说好话，然后在心性方面，也就是只有把命去摒弃。那后学经过这2年多的洗礼之后，慢慢认识什么叫做修心性，而且又找到了一个真我。在这不变之体里面，我们让它越磨越修炼，那越来越光明。在这不变之体里面，我们如如不动，常住谦不起不离。我们的佛性一直跟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他以前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细数了解，那现在我们大家应该都是慢慢的进入这个修道的轨道。那现在我们慢慢的都进入到所谓的没有两边都一直在中道里面，然后慢慢的心性方面都进入到一个无为，然后一直达到我们刘讲师所讲的司机的龙现，淹没雷声，神动的天神，慢慢的进入这些修道的
那个道路上。那这是以上或者我刚才发表一些心得。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刘老师。波波老师在法会上的时候，我跟老师讲过，他说，要万年放下，是要等到一口气还在的时候，才会万年放下。不是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才做万年放下。那这个一口气来的时候，那一口，难道是或许是在想说，难道是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些功夫吗？这个问得很好，那么也把我们这个2年多的这个稍微做一下回顾了。那我们了解说，这个万放下，真的就是要在我们生的时候能够放。到一口气不来你不放也要放了。这个不放也不行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生时候做的功夫才呢进入我们那个80天中。那一口气不来，已经没办法了，没办法进入80天中。所以在生的时候呢，就是要尽量万年放下。那或许曾经有讲过，我们开始的时候做，不是说要求所有全部都放下，只要我们能够放多少就多少。我们会慢慢的深入。我们开始呢执心，就是我们生发的第一个念头，那个执心。那执心去做，那个时候不要起心动念，我们就坚持不要起心动念。对一念不生的，你就不要管它。只有说这个万年放下，只有一个万年放下的意念。这样一直做了以后会熟悉到不用对自己讲万年放下，他就已经做万年放下。那个时候我们会有遭遇，然后会有见，会有想法。这个时候还要真正的做功夫。因为我们开始先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的轮廓让它呈现。那呈现很容易，只要万年放下的时候它就已经呈现了。可那个时候还很粗浅，那个时候不深，很容易摇动。那等到已经有景象，已经有念头，已经呢我们会有想法，那个时候就是要注意了。连我们遇到的、想到的，那个时候一样放下，那个已经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的这一些就已经在培养身心。开始是执心，对执心，然后第二个阶段就身心。身心的时候一切都不住了，都放下。不管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知道什么、遇到什么，都放下，才叫万年放下。不然你看到、想到，这个遇到、听到，你都放不下，那个言都那么多万年呢，你一言都放不下的，万年哪放得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功，真正的要坚持。不管什么，再怎么好的引诱都不要理它，黑龙的感恩怪，不要理它，放下，就能够进入身心。然后进入身心以后再接着来第3个阶段就很微细了。那个更微细的一点点动，你都会察觉。所以察觉也要放下。放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培养大悲心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从直心、身心、大悲心，然后呢，我们做到大悲心的时候才可以来讲时机而融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雷水。
并不是说你开始做万年放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先跟各位讲那个我们要到达的目标是司机龙现、淹没雷神、神动天水。可是那个时候啊，没有讲怎么到达、怎么做。那现在我们已经研究这么久了，要了解。开始的时候啊，先启发佛性本体，启发了以后啊，要培养身心，培养大悲心。有了以后啊，我们要真正的到达司机而龙现。司机呢，就是在家里静居啊，在家里面安住，不出门啊。然后龙现是神通万物了。那为什么能够神通万物？就是因为你的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跟天地山河大地，跟所有众生，跟所有万象，它是一体的。那么既然是一体的，所有天之间的一切你当然都会知道啊。所以叫做司机而龙现，神通万物。然后淹没而雷声啊，你又没有讲话，可是你那个德，你那个时候表现出来，那个平等之德啊，都已经呈现。所以那个德的感人啊，就好像天上打雷，那么震撼，淹没，淹深淹，静默，你就把它整个都呈现出来，所以很感人。然后呢，神动天水，就是呢我们精神有所动，就是呢我们有念，那个念的时候啊，天水就是天理啦，天理都跟随着，所以那个已经是成就的阶段。我们不管什么念，它都天理跟着，所以我们刚开始有讲司机龙现、淹没雷声神动天。到后来我们才解说怎么样到达。那现在呢，大概也都了解到那个过程以及要怎么做。现在或许都会强调了要做这个心理心法不是只有听就是要做你的知跟行知行合一合在一起。然后呢，这讲这个言跟行也要合一你讲出来跟你做的也要符合，这样才能够一步一脚印，很踏实啦所以往后我们就是要把亲朋好友也一样带他们上岸，也一样带他们成道成佛成如来。这样了解吗？了解。还有吗？还有问题吗？好，请说。请教一下刘讲师。好，请说。他们是公火，那公是什么？火是什么？那我们老师说老师他当初助人，那老师直接说从此以后6世公加一火，就可以超拔一火。那请问一下老师，那个加一火是什么？是问公跟果吗？还是公跟果？公跟果，以前说要修行到3000公800果嘛。那公来的对公果。那时候一直都没办法度明，然后老母慈悲说，从此以后64公加一果，你就可以超拔一次度明。那这一果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讲功跟讲果它都有那个程度上的那个差别。因为我们这个面对比较新进的这一些浅显不要一下子就讲得非常的深就从比较粗浅、容易下手、容易做的地方去讲。那讲的时候就容易做了。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有功呢，我们在六祖坛经讲，那个六祖就称见性之功都是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阐发生发出来，你能够去
了解到做到，那个才叫做功。一定呢这个时候还是只有对自己那个都不算，一定呢就是要把它能够呈现，让别人知道，让别人也做。那别人有实际的去做了，那个你就沾到那个他已经所行出来的那一种是属于这个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来讲都有帮助啦。而且会越来就越宽广，越来越多人能够做，能够达到所以这样一直累积累积到那个一个程度啦。因为我们这个之前这个佛在修那个32相80种他是要修到这个努力去达成一件对众生都很有帮助的事，才算义算义的时候要算到100，算到100的时候就算一项。所以那个都不容易完成。可是呢，我利用那个长时间，它不是只有一生一世，而是累世累积真正的到达，能够到达32相80种好。那么他到达32相80种好，那释迦牟尼本身他就讲，他说这个形象你看到这个形象，那个是以真理的角度来讲是假的啦。可是以现象来讲，是引导众生去行善。因为你看到这么好的形象，你也羡慕。羡慕的话，你想达到，那你想达到呢？他就有要达到的那个里面的内容，你要怎么做才可以达到？所以你累积一直在行善，对众生有帮助。累积到你能够把它记载下来100个善，真的你就可以累积一下。这样呢，久时间的累积你就可以长时间的修持。那进入长时间的修持，我们那个84田中自然都有佛音自然就会成就。所以那个是等于循循善诱。那在我们这个上天的大海普度来讲，要真正的要整个这个万国九州全部都能够普遍的话，那一定呢就是要很宽广，很宽广的来推广才有办法。所以因为当时或许也没有去这个了解它64跟那个加1果到底那个内容是在指哪个方向。不过呢，以我们从累世那个修持的那一个32相80种好那一种来看的话，都是属于那个循循善诱方面，而且都就是对大家非常有帮助，而且这个帮助就是能够让广为传播了。就是不是你这个闭门造车不是说这个关起来自己慢慢去行不是那样推得不广，而是说你要这个在这个行的方面要能够让很多人都知道，那么很多人都会去推广，那很多人推广的时候就达到那个目的了。所以那个这个64功加1果，就是跟那个32相80种好那个内容大致都是相同。
还有3分钟，还有问题吗？好，请说。后学在半夜3点到5点的时候，精神很好，又做万言放下，是清醒又是梦，是虚幻还是有进入一点点状况？3点到5点精神很好，然后做万言放下，又睡着了，又做梦。是清醒又是在做梦。是清醒又好像在做梦。所以各位学，我们了解到说，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也有讲，说疲劳的我们就很这个怎么样想睡啊？你已经睡那个疲劳消失啊，我们就会清醒。那清醒的时候那个时候精神状态很理想。那假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万言放下。可是又觉得好像清醒，又好像睡着。各位姐姐，这样他的疲劳恢复了没有？是还没有啦，还是好像有，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个在做万言放下，想睡就睡，因为那个万言放下，要在精神状态很理想的状况之下来做啊。那假如说我们想睡做万言放下是很好睡的，很容易把那个疲劳恢复，就是疲劳消失，消失了以后我们来做功夫就很容易进步。还有1分钟，还有吗？他在问说，像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有进入一点点状况？因为灵性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他见到自己飞起来，轻飘飘，无法控制，这是否见到自己的本性呢？因为所见到的地方是那么的清晰舒畅，又很宽广。清醒的时候，精神又很好，又很清楚。这个呢，可能在这边或许没有讲过，在以往在北部呢，或者时常讲，说我们假如说在睡梦之间会飞起来，就表示我们行善，那些善已经还债，还债本来我们挑了有50斤还债已经还掉10斤20斤了，已经轻了，很轻的时候我们飞得起来。就是睡梦之间飞得起来，飞得越高，飞得越远那是就是利众生越多，行善累积多，才有那个功效。那反过来假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梦见摔下水沟，然后大下惊醒，那个就不好了，就是不知不觉我们做错不知道，本来挑50斤就很重，这个时候又增加10斤，又增加20斤所以摔到水沟，那个是加重我们的一些那一些负担，就是呢业更较多所以那个飞得起来就是我们对众生有帮助，行善，行善对众生有帮助。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前人，大家好。我是三道天师的老千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贤给或者机会讲。我们讲到哪边呢？49页后面，对啊。要讲大智的第2段。大智第2段，阿难这边嘛。对。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这个同分妄见就是共业。那个别业就是个别的。立彼妄见别一人，一边目人，同
同彼一国，见炎炎啊，这个声望所生，此众同分啊，所见不详，同见业中障恶啊所起，即是呢无始见望所生。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就好像呢如彼的众生啊，同分望见。我们在凡尘啊，很多众生呢，大部分都是同分望见。那别业是属于个人的，那同分呢是大家都认为，我们现在说是，大家都认识，是一样，好像呢我们没有这个求道，没有进道场啊，社会人士啊，都会这个大鱼大肉吃啊，他们也都叫同分共业，那个叫共事。大家都认为这样没有什么错，对不对？是假如说我们用真理的角度来看待，知道呢，他们因为做得不好，所以才落入那个畜生道，然后我们把它杀了来吃啊，我们是很残忍，以真理来讲，是不是这样？是。所以我们就不跟呢这个下等动物就是结了恶缘，所以不吃，就没有那个互相呢互债的情形。所以这边这个释迦牟尼佛用那同分望见来讲说整个国家好像同比一国一国的人全部呢接受那个灾难就是因为那个同望见就是共业形成，那形成了以后那一些因果是定理一定会接受那个果。那么这边呢那个所见不详，同见那个恶业障恶所起，就是全部都是呢不好的。那么即是全部都是无始以来见望所生，看到呢是真切。这个尽同分和别业，即以同分望显示别业望，知别业是望，亦知同分是望。那我们一般这个别业那个范围都比较狭小，那同分的话呢，那个范围就很宽广，大家认为对的就去做，到呢大家全部认为对去做呢，就形成了一个灾难，在降临不管好人坏人，全部呢都是要接受。那么彼此互相发明，障恶，众生呢同作恶业，场觉虚空，障蔽日夜星光，故名呢那个障恶，那个就是大家都做得好，可知种种不祥之相，非日夜星辰他自己产生，众生呢恶业为障，乃至风云雷雨无不因众生业感而有。我们呢要了解说整个天的变化，风云雷雨都是我们众生那个业感，然后才显现。那现在的天气变化很快，那个也是我们众生那个心念的变化一样很快所以天气也变化得很快而且现在热的时候很热，冷的时候又很冷，一天之中就变得好几十度，差不多10几度了一天变化很快，所以现在这个底气要强一点，不然呢这个市场都要这个感冒。见妄者无始来因念不绝，
见啊妄见，由见妄故啊，起念攀缘，妄思取舍。那么众人之业啊，共成，故业啊同分也。那么追此同分，莫不有众生呢，无始见妄守，无始以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太久了。那么此中同分呢，且指人之一类，所见不详啊，就是根生器界，人之所见啊，皆同，故名呢同分，同分妄见。大家的这个见解啊，都是不正确的。立阎浮提呀，阎浮提呢就是南赡部洲，南赡部洲啊叫阎浮提，有时候我们叫红尘啊，是个红尘世界那么3000洲中啊，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至十方，知有漏果。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一些国土啊，那众生啊都有烦恼，所以叫有漏果。漏呢翻成中文呢叫做烦恼。那么即知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皆知啊，虚妄并言，何妄生呢？何妄死？若能远离，知和言，即不和合。那个和合就是因缘，不和合就是自然。这个因缘跟自然，则复灭除知生死因，圆满菩提啊，不生灭性，清净本心啊，本觉常住。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我们假如说能够远离这一些见妄，这个不真的全部都能够离的话，那我们的真呢就会产生，整个都会出现。所以这边就讲这个阎浮提这个我们南赡部洲觉明无漏妙心如灯呢之光。那么见闻皆知如灯外之眼影那个觉明无漏妙心灯光本体那个见闻皆知呢，那个灯外的眼影那是我们眼睛有毛病了以后看到的不是真的。那总而言之悉知同分16世的那个呢境界，和别是6根的境界，四大和合名为生，本无所生故业妄生。那么因缘合有生相，因呢和合而有死相。那么本无所死故曰妄死，妄生妄死。所以我们呢这个研究这个信心法，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能够修正出来当家。不给身体呢6根呢当家。那我们身体不当家呢，身体假如是口气不来就归还给天地，给四大。那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就已经生死跟佛性无关。知道这个意思吗？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像社会人士不知道说我们有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不知道。他不知道当然没有办法去启发、去认识，然后去修持在生活之中呢，让我们的佛性本体当家能够做主。我们佛性本体当家做主不造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善跟恶佛性知道善恶就会行善，然后去恶就不做。那不做我们就不累积这一些业障。那没有业障的，我们就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说我们只有这个研究有修持
跟没有研究是差别很大，非常大。所以啊，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都讲，说我们生从哪里来，然后呢死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到哪里去？那佛有答案因为佛有讲这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就是来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生的时候啊，各位先生，我们生的时候从哪里来？我们100年以后啊，一口气啊，来的时候到哪里去？我们都交给老天不知道呢生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死从哪里去的。可是佛有跟我们说呢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来呀，没有来的地方所在，然后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那既然没有来，又没有去，那就是常住当下，住在当下。所以先生，我们是住在当下，没有来也没有去，常住不迁。这样知道吗？我们都以为有来有去，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修道，没有启发我们的佛性我们来就是生，我们去就是死。然后呢，我们台湾讲的是最好了，叫做过生，过一个生虽然没有来去可是过生。这个有善，那么过生呢，就有那个王爷马祖那个三神土地，就过到那个生去管理这个众生的事。那假如说为恶我们会到三恶道去。一过生就过到最好就是畜生不好呢，地狱跟恶鬼。过到那个生去的。各位姐姐要过什么生？我们要过什么生？我们要过往后要过到什么生？还不错我们要佛身，要过到佛身要成仙做佛，要成道所以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过生，因为不来也不去，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已经回归到佛性本体，也就是本位，我们就是佛，就是菩萨，都是活菩萨，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说现在那个营那个马祖不是很疯狂想说我去当马祖好了，有那么多人在钻那个不是那个连球下卡有没有？很多人都是很疯狂可是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程度都不高了，那我们修持程度是超越现象。往后这个楞严经会讲说我们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是离缘独立的，离开所有因缘。所以底下呢这边就有写诸和合缘及众缘和合所生之法我们讲这个4科就讲五阴六入12处跟18界。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个6入就是我们的6根，然后进入6层，或是6层进入我们6根，叫6入然后12处就是6跟6两个加起来，各有个地方所在，然后18界根尘相对产生呢那个阿识。
我们一般的心啊，就是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认识那个加起来6根眼耳鼻舌身意6层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呢6识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事，就是我们日常所用，我们日常所用就是我们的6识。那6识因为根尘会变化，所以6识也一样跟着变化。那跟着变化呢，我们的心也就跟着在变。那我们因为变的时间它不是很快，那个根尘相对产生的6识变得不是很快，所以我们一般都不很容易发现，所以我们的心一直在变化。各位知道自己的心变化吗？知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根就是6根，然后对6层，然后产生6识，根尘相对眼睛呢对色形象，耳朵对声音，鼻子对气味，那个香臭，然后我们的舌头，喙齿，咱的嘴，各位学姐，我们嘴巴对着什么？嘴巴会吃东西，然后嘴巴会讲话，对不对？所以嘴巴它就让我们也可以行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呢都一直在产生变化。为什么呢？我们说不要用我们日常的那心来修道，因为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心也会跟着变化，那用变化的心来修道就不实在了，所以修了很久都不会成道。那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各位有没有体会不生灭的心？我们这个2年半前开始就已经启发不生不灭的心，对不对？各位都有找到吗？好像都不很肯定有找到有没有出来生活在用？有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要运用不生不灭的心。我们用生灭心还是用不生不灭的心？还是用生灭心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很习惯了，修道人为太久，用得很习惯，所以用生灭心比较自然，对不对？因为这个回答对不对，回答不对你可不按你做自己没有这样做不敢回答，回答对那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心跟生灭心本来它是同体是一样的生灭的心跟不生灭的心各位可以分辨吗？可以那功夫很好其实各位只要在我那个楞严经的第3、第4、第5，你努力听，绝对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不生不灭的心，因为在那3篇之中我们都一直在阐释我们6根有生灭的，有不生不灭的，有没有？那个时候假如说我们肯动一点心努力的听，然后呢把它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运用会习惯我们用生灭也会习惯，用不生不灭也会习惯
当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是用不生不灭的心在生活，那我们一口气不来哇，那就没问题了，绝对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尽虚空遍法界佛性都是我们自己本身。那假如说我们用生灭心，那还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呢，要把它启发来用。那因为我们一般可以讲，不生不灭的心会吃亏。我们都太聪明，不愿意吃亏，所以就不用，对不对？这个真的有体会才说得出来用不生不灭大概都吃亏了，难道用生灭拢没？这个很现实啊，可是我们要学习什么？吃亏，因为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要知道，我们肯吃亏的话，第一个培养浩然正气。我们时常有时候会听到某某人卡得阴，有没有？为什么？就是缺少浩然正气。假如说他本身具备是非常的充足浩然正气，会卡到阴吗？绝对不会。天地之间呢，最珍贵就是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的来源竟然就是从吃亏来。最快的来的那个方式就是我们肯吃亏培养这块。那假如我们都很喜欢占便宜，那这个人他没有浩然正气，他都用掉了，他把浩然正气都用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现象中感觉说是最好，那个是最不好的。那现象之中，我们感到说这个好像这个都没有得到好处，其实那实在就是好，不一样在凡尘我们在凡尘这个要培养这个长久的那种心。那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长久就是好。那个吃亏不吃亏应该不在考虑之内啦。而且要在现象之中我们都是要看得透彻，都是假的现象是不是都是假的？因为它无常变化，一直在变化，都不真，所以都讲虚相假象跟幻象。那实相呢没有虚相，实相呢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没有虚相，没有形象的实相。各位认识了没有？不但认识，而且要见到。各位见到了没有？有没有？我们不但见到，而且很亲切这个整天24个小时没有1秒钟离开清清楚楚、清清澈澈我们都见到。可是各位学姐，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实相，我们时时刻刻见到，懂意思吗？这个懂意思就真的对心理心法有研究了。
才会了解。我们看到什么都知道，对不对？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个是谁？就是实相。是不是没有形象？这个指点不出来，可是就是了了分明，拢看他清清楚楚，拢知影，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指点出来，所以我们都在实相中，这样呢就跟社会人士完全都同，是不是不同？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实相之中。因为看的都是实相，所以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生活就很容易。我们用佛性本体像说或许那个时候还记得用我们的舌头，嘴巴的舌头当不变之体，有没有？然后吃到什么东西随缘之用。有没有？然后呢，我们东西吃完以后，它又归还到不变之体，有没有？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用不生不灭也是这样。我们在运用事来则应，然后一时候那个时候就千差万别，那个没关系，也对。然后过去以后，它都归还到不变之体回来。就是这样，那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就培养，已经呢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当中，这样呢，有一天这个身体不给我们用，就还给天地就好了。所以这边就讲知和合也就是那个五阴六路12者18界。诸法是分断生死因这个分断生死，这个分断生死就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这样一段，然后一段以后死亡以后，我们在这个凡尘死亡，可是假如说没有求道是到地狱里面去，地狱是生。然后他从地狱的罪已经受完，又到凡尘来，出现，那地狱就死，凡尘的分段生死，跟地狱分段生死，都叫分段生死，这样了解吗？以往我们都只有讲在凡尘不讲地狱的，因为那个我们没有去亲身经历，虽然有，可是我们都忘了。一出来出生以后，喝了孟婆汤，都忘了，把所有事情都忘了。所以那个分段生死，那么不和即不和就不假动言，自然之法。那么自然之法呢，不是其所有风土空见识之种，是变异生死之因，所以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那分段生死到阿罗汉他就脱离了，阿罗汉他进入我们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他也不来这个凡尘出生，所以没有分段生死。可是呢，他还有变异生死。那变异生死呢，我们了解到我们在讲一念一轮回那个就是变异生死，还记得吗？各位同学？这个吴讲师有问一念一轮回有没有？一个念头起的时候是不是生？然后下一个念头来，原来这个念头灭了，对不对？是不是死？所以那个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已经时时刻刻都在变异生死，有没有？
因为念头一个接一个，一直在变异生死，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了不知道，没有研究不知道。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昏乱生死啊，大部分呢都是比较粗在见后，从见解上产生的迷惑走路啊被昏生死。然后呢我们呢思想上的迷惑之后，各位都有印象吗？见后跟思后，见后有80-80，然后思后有81平，看各位都茫然一片，你在讲啥？这个或许以前有写那个讲义下来，有把那个见后跟那个思后详细说明，要怎么样去掉，全部都有写，可以我们可以用心，好像还有嘛那个在那个很多那个经那个一张一张的那个经文那里面有写有见后跟思后，那有详细讲那个内容。那么远离恶法，就是呢那个和合缘以及不和合缘。和合就是因缘，不和合就是自然。远离这两种因缘跟自然，灭除滋生死因，就灭掉除掉所有的生死因也都可以灭掉。以20尽故圆满菩提成不生灭性，则清净本有之心本须觉性而常住动。所以这边呢都是告诉我们真理所在，就是远离是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因缘，一个就是自然，都远离了，然后我们呢整个清净的那个本觉，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就呈现。那么众生之心本来呢常住，一念不绝动念远近，我们呢起心动念，然后攀缘完成的减相，即别业妄念，一境更起这个分别，大家都一样叫同分妄见。然后灭子是两个见固复恢复本觉，能够呢恢复到我们的那个本体来了。而那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又未明如是结缘，非和合生即不和合。那个和合就是因缘，不和合就是自然。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还有没有了解，不明了如是觉缘，觉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缘就是本来，我们佛性本体的本来，它呢非和合生，不是因缘生的，以及不和合，以及这个自然。所以各位先生，我们的佛性不是因缘产生，也不是自然产生，它是超越因缘，超越自然，它是离缘，离开所有一切的缘，然后独立。这个听手，那个调线，不是因缘，不是自然，超越因缘，超越自然。离开所有缘，它独立存在，是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它会呈现。各位现在有做吗？
我念字字，一定讲啊都无用啊。要记得，因为呢，万年放下不局限时间啊，也不局限长短，只要有空你就可以做几分钟啊嘛会使，几分钟都可以啦，都不一定说一定要很久的时间，当然能够做得久是更好，只要你肯做，然后慢慢就会进步，万年都放下，都什么不要想，遇到什么也不要管，全部都放下，这样我们那个万年都是忘，能够放下就忘会尽，忘尽真就显，真一显现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真，那表示我们那个佛性已经能够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越万年越放下，我们就越清醒，越清醒的时候到后来般若妙智慧就有，般若妙智认识真理很透彻，都不会迷昧，不迷昧就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可以解脱，那我们修持可以成道，可以成佛，这样了解吗？成佛就是这个离言独立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这个在成佛。那我们掌握到就等于自己告诉自己绝对有信心，时间早晚绝对成就。那假如说没有摸到这个超然独立的佛性本体呢，那就要成佛成道那就不容易了，一定呢要认识，认识是最起码，一定要认识，然后呢实际自己进入，自己进入就会有很大的信心，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还没有而又未明如是觉也，非和合生即和合，所以这讲得很肯定。本觉妙明者本觉就是体，妙明就是用。那么此句呢借体而明用。那么觉缘觉是见闻觉知用，缘为缘本就是体也。此句呢借用而明体，借体明用，借用明体，都是呢要我们了解这个体用，二名一体，非因缘不从他生也，非自然不自生也，非合不共生也，非不和合不无因生也。所以我们有先讲过有没有？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无生啦。无生呢就无灭，灭就是死掉了，无生就无死，没有生死，已经没有。那没有生死超越了，超越凡尘的所有对待。有了解无？这个呢我们时常会讲，因为呢心理心法就是要我们透彻知道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它本来就在，只是我们没有研究不了解。那了解了以后我们守住了本体，本体都能够守得住了，那外围那个外面的因缘，那个都是小事很小的事。我们最怕就是本体不知道，本体不知道就是茫茫无头所以我们了解这边跟我们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假如说能够掌握自己不自生，然后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
我们所有在凡尘会造业，就是这几个啦。不自生，我们不起心动念，这个第一个是最难的，对不对？所以啊，或许这个很多浅显会问，要怎么修啊？有时候研究的太多了，好像那个怪脑子无想得遐不一样，要用倒去教啦。然后或许说，大概从念头下手，念头起心动念，我们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起心动念让它消失掉，却是最困难。困不困难？不要有念头，因为我们会落入凡尘，就是因为起心动念，一念无明，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就是很了了分明，不起心动念，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很厉害了了分明，不起心动念啊，那个很厉害我们要到那一种能够精进行，就是在觉之中，但是不起念，不起念，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或者说真正的要我们修道，就是减少念头，因为念就是业啦，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就是造业。就已经业已经形成，所以叫做一念无明生三系，三个很微细的已经生了，一个就是业相，一个转向，一个现象。一念无明生三系，所以那个华母性子实践，说老母把我们先一先邪收回去，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出生。其实那个说的好听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落入凡尘，本来只有一念不多。那我们到凡尘来，各位浅显，我们的念头有多少？就已经算不完了啦。本来还一念而已嘛只有一念一念就很容易还。可是，一下来以后，万念，真的是万念糟糕了！一念都在还没了要比万念是不是更容易还了？现在还不还要不要把念都去掉所以无念才能够成大，有念都众生。所以要告诉自己，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不当众生，念头就失了，对不对？对不对？会再起嘛再告诉自己，我不要当众生，当众生很苦对不对？当佛比较好所以念头起来要告诉自己，我不要当众生，念头就消失了，再起来。我不要众生再消失，各位先生，练习一个礼拜看看，一个礼拜很短嘛我们下个礼拜来的时候，看看各位一天之中有几个我不愿意当众生，假如说有的话，现在外面都有买的给人家走路就走一步他那个跳一嘛你走2步他跳，是不是有那样？你起一个念头一，2个念头就2，看你一天大概有几个念头，一定你开始修持的时候很多，但是它慢慢的会减少，
念头啊越来就越减少。当它越减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呢，烦恼都消失，会不会？还没做嘛，就知道会不会哈？所以当我们起心动念，各位先生，我们的烦恼也都是从起心动念来。没有念头的时候，烦恼也没有了。心清净，你会发现真的这个修道还真有效，真有效。各位就试1个礼拜看看，也不要按码表了，自己诚实的告诉自己就好，对不对？这个一起心动念想到了，我不要当众生，那没想到的没想到啊，卖惯你的喝啊，对不对？很容易修容不容易？我们心理心法的修持方法很简单不会困难看我们有个恒心意义好念头没有念的，所以没有念的，我们要再完成生的因就没有断的，因为我们有念才有因再完成生。一直灭到无想，没有想，念没有也没有想，生相就尽了，声音也断了，声相也尽了，不会到完成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归到本位，如如不动，常住不迁，都已经归本位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全部做到了，成道了。那困难吗？要成道困不困难？不会很容易，容不容易？这个听起来是很容易做起来做起来是蛮困难。尤其我们这个念头就卖气啦，不要起嘛。可是偏偏一直跑出来，念头就是很多，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训练，训练自己的头脑不起念头，这样呢就可以恢复佛菩萨的本位。所以显此决心离诸生相，清净无染。所以这边就已经显现了我们那个决心，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决心，已经呢离诸生相，离开所有会生的原因那个生相全部都离了。已经到达清净无染那么因缘和依见的性质来讲和跟不和依见的形象而言一个是性质，一个是形象所以我们了解说因缘自然和跟不和而那五经复以前尘问汝，汝今由于一切世间的妄想和合之因缘性而致疑惑，正菩提心和合其者。所以这个佛又详细跟阿难讲说，我现在用这个显现在眼前凡人的景象来跟你讲问你，然后呢，你现在由于还是用那个旧的六道轮回之中在用的一切世间的妄想和合那个呢就是知因缘性
就是因缘的形象，因缘的性质啊，而至于惑，从那个因缘产生的现象、产生的事情，然后自己呀，心里面啊没有答案，然后啊想说呢，那个正菩提心还是要和起，就是要因缘呐。所以各位先生，这边我这样的问阿难，跟阿难讲，那其实啊，我们在这个完成的这个修持里面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平常啊也都会用到因缘，用来自然。可是在讲到佛性本体的时候啊，它是超越缘，也超越自然。不失于因缘，也不失于自然。可是各位先生，我们呢要修道啊，有没有因缘，有没有自然？这个啊，我们为什么求道，也是有因缘，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呢自然有那种善心，也用到自然啊，因缘自然都有，对不对？然后我们才走入修道的道路。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我们都有因有自然，可是，一讲到佛性本体的时候啊，它都不是在讲这一些这个一直啊在完成的无常变化。我们的所有遭遇啊，都一直无常变化，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不是我们佛性本体啊，它有没有一直啊无常变化？没有。都我们不认识它而已它是常住不迁它都不动的，如如不动，我们都不认识，是差别在这里而已。那现在佛就是要把这个详细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什么种是什么性质我们的佛性啊是什么样的那个情形，要让我们了解。我们要先了解到这个内容，然后再来看，才不会说不是因缘是自然。可是我明明在完成之中啊，所遭遇啊，所有的生活啊，都在因缘自然之中，都是有。可是那个是无常变化的现象。那我们常住不迁、如不动的佛性本体啊，它没有形象，它不会变化。我们只是都不认识，那你用因缘用自然来形容它，那就差了很多，没有办法讲得出来说它的状态。所以佛呢一再的苦口婆心啊，不会不厌其烦，不会说都唔知我跟你讲，不会这样，还是一直讲要我们透彻都能够知道。则汝今者啊，妙境见经，谓以明和啊，谓以暗和。因为啊，这个阿难呢，他都用那个完成的那个因缘来这个问佛现在佛呢就顺着阿难的那个心说你现在那个妙境见经啊。就是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发挥出来的，那个见性，那个见相，你的见性，你的见相是谓以明和，还是谓以暗和？这个就是因缘的啦。是跟光明相合呢，还是跟黑暗相合？谓以通和啊，谓以塞和。这个本来有8个形象，那佛呢就用呢那个前后2个来包含，就问阿难说你的那个佛性本体啊，是跟光明合呢，还是跟黑暗合？是跟通呢合呢，还是跟塞合？阻塞的那个有墙壁阻塞的。那么底下呢就解说。若明和者且有光明，
假如说你的佛性啊是跟那个明光明相合，你且且如光明，当明现前啊，那个光明啊显现在眼前，何处啊杂见？哪个地方？那个光明的里面啊，哪个地方掺杂你的见性，就是掺杂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的意思吗？了不了解？真浅哦，唔能够想得真深不用想得太困难，它很这个佛在讲的很白话。那么见相可变。杂合形象，就是那个佛性啊，已经跟那个光明啊，呈现在你的眼前，那你看到了现象，就是呢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你已经看到了，可以分辨，那它呢掺杂什么样的形象？可以浅浅了解意思吗？一定要把它想得太深了，这个呢，经浅了不会很深，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了解以后呢，再往前再讲下去。不了解的我们稍微停下来，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跟光明啊，它已经合在一起。那合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光明，然后也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佛啦，在问阿难这样，那你看到光明，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佛性本体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呢，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说：“那个佛性那个你能够呈现你看到它是什么样的形象？跟光明合在一起呀，光明已经知道，那佛性本体呀是什么形象？这样了解吗？你也有为有欠不很深，对不对？”虽然答案不是那个问的那样，可是他现在问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说那个啊，那个明相现前，就是光明啊显现在眼前。那何处啊杂见？哪个地方这个光明啊？这个光明哪个地方？跟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呈现出来的那个啊，互相好像杂货店一样有很多东西这个有光明有佛性这样然后见相可变，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可以分辨那么杂合形象，它是什么样的现象？这样的话，容不容易了解？容不容易？不是很深很白话不了解吗？不了解再讲一次因为呢阿难一直在讲说我们那个佛性就是因缘然后自然在后面还没问呢，现在是讲因缘，那佛就随着阿难的意思从因缘来说那现在呢光明啊跟黑暗，然后呢通我们的这个有门有窗可以通，有墙壁散他呢先讲说呢明相现前，光明的形象显现在眼前因为你讲因缘，现在是以光明来说，那光明跟我们佛性本体它两个假如说是因缘合在一起的话因缘显现，那现在明相现前，这个明哪个地方
掺杂你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就是光明已经呈现了，我们看到光明了。哦，现在白天都很亮，光明。那佛性呢？掺杂在光明里面，那它是什么样的形象？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问阿难说啊，我们佛性是什么样的形象？见相就是我们佛性已经可以改分辨，就是讲改请出来给大家看，变做是什么款？佛是这样问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不是在讲答案这个答案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这佛在讲那个经有的是很白话。那么若非见者允何见明？所以这个地方才叫比较不容易懂。为什么？若非见，讲你若无看到光明，我们都看到亮的，对不对？光亮，只是没有看到佛性本体是不是这样？然后佛又换了前面的话跟下面的话，他换了一个角度了若非见者假如说我们这个光明里面没有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已经没有，那允何见明？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光明？这样了解意思吗？已经完全跟上面的意思完全不同。上面是要阿难指点出来佛性是什么样状态，下面呢说没有佛性的话，为什么能够看光明？这啥意思不？讲较浅的唔知讲较深的知。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佛在讲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些真的都是我们日常在应用的一些白话，不是很深。可是有时候他讲完了以后，底下另外一个角度又讲的时候完全都不同意思。那个上面他说我们佛性跟光明是合在一起，因为和嘛是合在一起。那我们看到光明佛性它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合在一起要阿难指点出来，伊是生做啥款？可是底下你看是两句若非见者允何见明？假如说你没有看到光明，你哪会知影迄光明迄个呈现照的景色拢遮清楚？知道意思吗？所以那个答案里面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本来就没有形象没有。本来就没有，所以那个现象可变迄根本就无合理咱的迄款佛性本体敢有法度来举办出来？有没有？有办法指点得出来吗？没有啦伊都无形，没有形象要哪去我给它分辨出来？无法度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可是我们确实了了分明，会当了解。我们看到什么，知道什么，是不是咱佛性本体？看到什么，知道什么，明来就见明，暗来就见暗对不对？这是我们佛性本体。
啊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啊，对不？啊，这是而那伊用执守伫个因缘啦，啊佛要甲而那的这个观点啊，该讲哦，你既然讲是因缘，依照法度产生，啊有光明有佛性，啊若无光明就变佛性，意思无安尼讲，但是都是安尼啦。他虽然没有这样子讲，可是就有那个含义在。就是你要知道啊，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虽然没有办法指点出来，因为它有形象的话，你就可以指点；啊，没有形象，你怎么指点？就指点不出来。指点不出来，它没有嘛？有，而且是尽虚空遍法界，你什么知道什么都了了分明，对不对？能够了了分明，那个不是佛性是什么？这样了解意思吗？对啦，就是要知道啊，佛要表现的就是超越阿难所问的那个因缘，是超越这样的。阿难他以为说有形象可是佛性哪有形象？就是有啊，可是没有不能说它没有啊。是没有形象，而且它确实是有，而且又很亲切。每一个人你都能够知道啊，你的佛性能够了了分明，都能够知道。这个能够知道的所以啊，这个开始的时候不是问说问阿难说唯心与目今何所在？有没有？我们回想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怎么研究就是没有办法把佛性让我们真的看到的那个形象，真的看到的话就叫邪见没有看到才是对的。可是没有看到不是没有的没有啦，是有，确实有，没有形象，是这样的。是越听越迷糊了吗？不会啦这个很详细的，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因为我们这个佛性为心，心，我们的心在哪里呀？我们就是要知道，不在身体里面不起不离，不是在身体里面，可是也没有离开身体就是这样才不好说，对不对？没有你说，因为佛有明讲，说我们人都以为我们的心是在身体里面既然我们的心是在身体里面，我们的那个灵知的心那个有那个灵敏的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皆能分明了之。就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都会透彻知道。那佛就讲，心假如说在身内，那我们身内有五脏六腑，还有那个抓生法掌，指甲在生长，头发在生长。可是我们这个心怎么都没看到，没有看到五脏六腑，也没有看到指甲跟头发在生长，怎么会都没有？所以不是在心里面。说离开我们身体吗？也没有。所以你看那个就很奥妙。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那个应该标准答案就是不在内不在外，然后不住中间在哪里？无所在。对，我们的心就是无所不在了了分明，无所不在。什么地方你能够看的像我们这边一看不知我咧讲个老寒还是今天没有开冷气才看到电扇在吹了
对不对？顶头电筒咧灯有无？了了分明对无？是不是心了解？哎，那我们佛性本体，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太容易知道了哦，就烦得很深了。哦，所以真的这个呢，我们了解到说，那个开始讲的时候啊，因为佛已经把那个整个真理都呈现了。可是阿难他为了要让我们这个末法众生更透彻了解，所以他示现的比较程度低一点，然后问了以后佛会说，让你佛说了以后末法的众生就能够能够更清楚明白。若即见者因何见见？假如说这个掺杂那个名相就是我们的佛性本的话，那么如何来看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形象？必见圆满何次何明？那个必就是一定，然后我们的见性圆满。就是圆满的东西它已经不再接收外面的东西要两个不圆满合在一起才能够和合，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呢要用什么样的让我们很容易能够了解到两个东西不圆满和合以后它才形成一个这样呢我们必了解。那假如说那个必见圆满何次呢和明？已经那个我们的佛性本体已经圆满了，就不可能再加入光明。那佛性可不可以跟光明合在一起？可不可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佛性可以跟光明合，可以跟暗合，可以跟通合，可以跟赛合，可以跟所有万象合，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来看那个经文，必见圆满，那个它就已经不合本身的真理。那个必就是一定的，见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佛性本体圆满那它不跟那个光明，不跟黑暗，不跟通，不跟赛就不合了，会这样吗？会不会？不会所以不会的话，经文的那个必那个必见圆满本身就已经不合真理了。你知道不？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要先知道说讲出来它合不合真理。不合真理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不管是谁说的都不要听。这样知道意思吗？讲出来一定要符合真理像说我们现在呢翻到那个50页的后面这边它一讲出来的是一些文字那个最前面最上面那一段那个现前何次杂见就是在讲我们那个明相光明的形象哪个地方呢掺杂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见相可变见相可变又跟真理不合，我们的佛性本体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对不对？既然不能分辨，佛为什么说见相可变？就是问的问题里面它已经是反面的，这样知道吗？然后杂合形象，就是我们佛性跟光明它掺杂
什么样的形象出来，所以我看经这样呢就了解说，有时候在问的时候它都不合真理，然后看你的了解程度是怎么样，然后了解的时候，那个讲出来的那个经文完全又不一样，这个呢有时候是训练了我们自己会看经文的那个心完全都可以很宽广，不是只有文字表面因为很多佛在讲经说法都不会是只有在文字表面，像我们这个大家都有拿那个《金刚经》看，那拿《金刚经》看的时候我们也了解说那个四句讲肉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一般以为如来就是弥陀，对不对？我们一般都会这样很尊敬都是不能见如来，就是见不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意思是这样吗？因为我们有研究过了所以就了解说那个如来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不能用形象，不能用音声，肉以色见我，你要用色就是形象，要形象见到我，那个我不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自己本身，那个佛性本体，以音声求我，要用音声来求，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是不是这样？你看从文字我们住在文字的话，那跟它经文的本意完全都相违背。那我们一体会了，原来我们的佛性本体是没有形象，也没有声音，所以